护士，护士，医生，医生！喊了半天也没人搭理，秦晴只好放弃了。然后稍微看了一下病房的四周，什么嘛，好歹他也是因公受伤，不说是高级病房吧，也不至于住得这么差劲儿吧。不过秦晴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似的，睁大了双眼，一动不动的，大概3秒钟，然后唰的一下从床上爬了起来，往门外走去，顾不得头晕眼花的了。此时的他心跳加速，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待他来到门外，秦晴看着这陌生的环境，他穿越了。秦晴不敢相信地揪了一下自己的手臂，啊，疼，看来呀，不是做梦，那就是真的穿越了。哎呀，秦丫头啊，你这是怎么了？这位是谁？记忆中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不是回到过去了吗？这位是……啊，等，这穿着，我去，感情是白高兴一场啊！要命，竟然不是回到过去，那我是谁？我在哪儿？秦丫头，你怎么了？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需要帮你叫大夫吗？婶子，没事，不用叫大夫，我休息一下就好了。秦晴歉意地向王婶子点点头，然后一溜烟的就回到了房间。回到房间的秦晴是一脸的生无可恋的表情，看着这家徒四壁的房子，再看看他自己，这可怎么办呀？想着就控制不住的哭了出来。哭着肚子又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秦晴不得已只好先想办法填饱肚子，再想后面该怎么办了。结果他找遍了整个房子，什么吃的都没有找到，饿得他是晕头转向。秦晴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突然脑子里面开始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刚才出现的大婶儿是隔壁的王大婶儿，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而目前这具身体的主人呢叫郭晴，平时大家都叫她秦丫头。秦丫头因为是丫头，爷爷奶奶说是赔钱货，天天打骂，什么脏活累活都让她干。原主翘辫子的原因是饿死的。吉品奶奶趁着原主的爹娘回娘家不在家的时候，将吉卖给了村委的王疯子。王疯子并非本村人，他是几年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可惜成亲当天，王疯子喝了点酒，正好遇到了自己发病，然后就疯疯癫癫地跑上山去了。平时王疯子发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儿，所以这次大家也都没当回事儿。结果一出去就好几天，后来上山砍柴的村里人发现了王疯子天天穿的那件衣服，衣服上都是血。村里人还组织去寻找了2天，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大家就认定了王疯子是遇难了，也因为尸体没有找到，最后在村里人的帮助下就简单的处理了这件事儿。由于王疯子的事儿之后，每次秦丫头出现在村子里，一些妇女就指着秦丫头说是克夫命。久而久之，郭晴就更加不愿意出门了。原主呢，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就这样啊，整天的把自己闷在家里，才导致的把自己给饿死了。所以21世纪的秦晴跌下山崖之后，才得以上了原主的身。好家伙，这么窝囊的被人骂，骂就骂吧，还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门，活生生把自己饿死。秦晴疯了一样的抓了抓头发。如来佛祖、观音娘娘、各路神仙，咱们商量一下呗，重新换个地方穿越更好，回到21世纪的70年代就好，不开挂，没事，我自己去努力。就想简单的买房，要实在不行，送我回去也行啊。说完，郭晴闭上眼睛，等待着重新穿越。睁开眼，郭晴看到的房子还在眼前，没有再次穿越，也没有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认命吧，先找点吃的，把肚子填饱再说下一步。别刚还笑原主把自己饿死，等下自己穿过来还没有半天，也把自己饿死就悲剧了。然后起身往屋外走去，屋里是没有任何吃的的，只能看看外面能找到什么吃的了。哎呀，去看看河里有没有鱼吧。来到了河边，郭晴看着不深不浅的小河，清澈见底。哟，年轻就是好啊，小小瓜子脸，一双有着双眼皮儿也不算小的眼睛，除了黑点儿，头发枯黄的，
感觉这原主长得也还不赖嘛，如果能再白点儿，应该也能称得上是个小美人儿。于是心里喜滋滋的看着河里游来游去的小鱼，只可惜啊，就是太小了，都不够塞牙缝的。郭晴挽起裤腿准备下河去，翻翻石头下面看看有没有货，结果一连翻了好几个石头，可把郭晴给激动坏了，好多的螃蟹，哎，这可是美味呀！看来这个地方的人啊，应该是不知道这是螃蟹能吃的，所以都泛滥了。没几分钟，郭晴就抓了10来只大螃蟹。看着桶里的螃蟹，郭晴的心情又好了不少，觉得够吃了，就准备回家。路上遇到了王婶子，下地回家。青丫头啊，你这是干嘛去了？啊，家里没吃的了，去河里抓了点螃蟹。螃蟹？王婶子一脸疑问，然后伸头往郭晴提着的桶里看去。青丫头，这个老虫不能吃，硬邦邦的还会咬人。之前就有不少村民被这东西咬过。王婶子，这不家里啥都没有了，河里鱼也太小了，这不只能抓点老虫来垫补一下肚子。哎呀，这可怜的孩子，这是婶子刚在地里挖的野菜，给你点，稍微垫补一下肚子。下午跟婶子一起去地里挖。现在家家户户粮食都不够吃，都是去地里挖野菜凑合的。谢谢婶子，不用了，您给我家也没有做菜的调料。王婶子听郭晴这么一说，想想也是，就把野菜放回了竹篓里，想着一会儿做好了再给秦丫头盛点过去就好了。与王婶子分开后，郭晴回到了自家，先把螃蟹洗干净，然后呢来到了厨房。家里什么都没有，得亏是螃蟹就这么简单煮熟了就能吃。郭晴3下2下的就把火升了起来，然后把破了一半的锅洗了干净，用另一边没有破的烧了点水，然后就把螃蟹放进去煮。煮了几分钟，熟了就可以开吃了。说真的，在这没有受到多少污染的时代，这螃蟹还真鲜。郭晴将最后一只螃蟹吃完，是意犹未尽，但是肚子呢还是吃得挺饱的，还不错。想想啊，现在肚子吃饱了，下一步应该干嘛呢？总不能啥也不干，天天吃螃蟹吧？夏天还行，那冬天可咋整啊？要赚点钱才行，有钱才能办事儿。赚钱？问题是他得用什么法子赚钱啊？郭晴思来想去，突然眼前一亮，螃蟹，对，卖螃蟹。这边大家对螃蟹是恐惧的，肯定没吃过，那么酒楼肯定也没有螃蟹卖。如果抓点螃蟹去酒楼卖，应该能赚点银子，再加上呢自己也会不少螃蟹的做法，做出来肯定能大卖。说干就干，郭晴提着木桶又来到小河里抓了螃蟹，再没有来时的郁闷，哼着小曲儿抓的是不亦乐乎。没多久，郭晴就抓了大半桶的螃蟹。郭晴提着木桶跟着原主的记忆就往县城里走去。现在看着日头啊，应该也差不多是中午的样子。这边的人吃饭呢应该没有那么早，现在走到县城应该能赶上午饭的时间。看着这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县城，郭晴还是挺好奇的。凭着记忆，郭晴来到紫阳县第2酒楼明月楼。郭晴硬着头皮来到了明月楼的后门，叩响门锁。谁呀？你好，我想找一下你们的掌柜，我这里有一笔生意想跟你们掌柜谈谈。哦，什么生意啊？就是这个东西。这不是老虫吗？这东西会咬人的，怎么能吃呢？大叔，这东西可以吃的，别看它壳硬邦邦的，但是它硬邦邦的壳里藏着很鲜美的肉，保证你吃了还想吃。大叔一脸不相信地看着郭晴。大叔，如果不相信的话，可否借用你们的厨房一用，我来做出来让你们尝尝，如果能吃，对酒楼也是大有好处的，多了一道吸引客人的菜，还能提高酒楼的生意，不说超过第1酒楼，至少也没有坏处不是？大叔听郭晴这么一说，想想也不无道理，于是大叔身子往旁边移了移，将郭晴就迎了进去。郭晴跟随大叔来到了厨房，大叔安排了一个灶火给郭晴。小姑娘，这时候正是中午，店里也比较忙，你就在这将就一下吧，做一下你说的那道菜，需要什么调料就跟着配菜的小二说一下，让他们给你准备。好的，谢谢大叔，您稍等，这道菜啊，保证让你满意。大叔看小姑娘这么说，也不好打击她，只得是笑了笑，然后转身忙去了。那个小二哥，能否帮忙准备点姜、红辣椒、一点葱、一点面粉跟白糖？如果有麻椒、花椒之类的，也可以准备点。
小二哥看郭晴一连串的要求准备不少东西，而且都是店里很宝贵的调料，瞬间脸上就有点抽抽了。但是想想这是掌柜领过来的小丫头，也不敢说不啊，只好是着手去准备去了。郭晴趁着小二哥去准备配料去了，就把螃蟹洗好，去贝壳，去鳃。不多时，小二哥就拿了一个小盘子，里面装的都是郭晴要的东西。姑娘，你说的麻椒花椒是什么？我们店里没有，其他有的都给你准备了。没有也没事儿，这东西就是吃进嘴里会麻麻的，但是越吃越好吃，越吃越上瘾。小二哥一听也不懂是什么，也没再说什么，就站在一旁看着郭晴很熟练的将红辣椒切段，姜切小片，葱切小段，放一旁备用。接着拿了个小碗，将面粉倒进了碗里，放了点水，一点点盐。调好后，郭晴将螃蟹一分为4，然后呢，将2个大钳子用刀背拍裂，这样好入味儿。再接着准备起锅烧油，待油热，郭晴将螃蟹粘上面粉放进油锅里。没多久，炸得香喷喷的螃蟹香味儿就开始出来了。螃蟹炸好了之后，郭晴将螃蟹捞出，再把刚才用过的油用碗装了起来。看到这儿，小二哥更加是一脸懵逼了。哎，这油怎么又倒回去了？郭晴也不管小二哥在一旁变化不断的表情，重新的起锅烧油，依次将姜片、辣椒倒入了锅里，带香味出来。可惜啊，没有花椒，不然就更香了，味道呢也能更美味。而后呢，再将螃蟹加入其中，白糖也倒进去翻炒均匀，之后再加上少许盐调味，完美出锅。而这时，原本在忙的掌柜已经是闻香而来了。嘿，丫头，你这道菜看起来很不错啊，还真有两下子呀。谢大叔夸奖，大叔可否帮忙引荐一下贵店的掌柜？我就是本店的掌柜，走吧，端上你做的菜，我们去包厢详谈吧。厨房不适合谈生意。来到2楼包间，郭晴将螃蟹放在了桌子上。掌柜，咱们谈生意之前，您先尝尝这道菜怎么样吧？掌柜的听郭晴这么一说，迫不及待的就拿起筷子，夹起一块螃蟹就放进嘴里。怎么样，掌柜的，味道可还满意？味道自是不错。丫头怎么称呼啊？是哪里人啊？小女子姓郭，紫阳县郭家村人，掌柜的可以叫我晴丫头。晴丫头，倒是看不出来，你这小小年纪做的这道菜确实不同凡响啊！大家都不敢抓的大虫，都能被你做得这么美味。谢掌柜的夸奖，小女子以前跟父亲外出时见过有人吃这个大虫，也很幸运的知道几道大虫的做法。现在因为家里穷的揭不开锅，所以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试试看。晴丫头以后叫我张掌柜就行了。晴丫头想与本店怎么合作呢？有2种合作模式，一种是我将菜谱卖给张掌柜，然后每天再拿大虫过来卖给你们。我拿过来的大虫，掌柜的需优先购买我的，我也会保证我提供的大虫绝对新鲜。那另一个法子呢？第2种合作方式就是我将我知道的大虫做法免费提供给明月楼，但是明月楼卖出大虫的这几道菜的利润我要占30%，后期有需要我也可以去抓大虫来卖给你们。另外，以后但凡我发现或研究出新的吃食，将优先提供给明月楼。还有就是，如果第2个方法你们觉得可行可合作，需要提前支付20两作为诚意金。晴丫头，你这第2个合作方法想法够大胆的呀。不过我只是一个掌柜，利润分成这事儿我得和东家商量一下。你也是运气好，正好这几天二东家也在紫阳县，你容我跟他商量一下，你在此稍等片刻。可以的。看着张掌柜离开包间，郭晴的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时间1分1秒的过去，郭晴等的呀，心里是更加忐忑了。正当他准备起身走动走动的时候，张掌柜终于是满脸笑容的走了进来。晴丫头，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刚才二东家正好有事，所以耽搁了一下。没事儿，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等等也无妨。晴丫头，二东家说这30%利润可以，20两的诚意金也没有问题。可既然是诚意，你也得拿出你的诚意来呀。二东家说他也有3个条件，你能答应这3个条件，那我们就签契约。张掌柜先说来听听，哪3个条件？第一，晴丫头跟我们合作期间，不管是大虫的菜谱，还是后期你发现的新吃食，如果要出售的话，必须优先给我们明月楼。第2，出售明月楼的菜谱不得再出售给其他任何一方，你所提供的必须是明月楼1份，如有违背，需赔偿明月楼损失费1000两。当然，这2点只要你能做到，这1000两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这2个条件都没问题。那第3个条件是什么？第
第3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每个月都准备一道新吃食给明月楼。当然你的每一道新吃食都可以分得利润的30%，赚多赚少全看你的新吃食是否吸引客人消费呀。当郭晴听到每道新吃食都可以分30%利润时，心里是掩饰不住的欣喜。30%啊！如果新吃食够吸引客人，他每个月都能分不少银子。这钱也太好赚了吧！秦丫头啊，没事，让张掌柜见笑了，只是觉得能跟明月楼合作太高兴了而已。如果秦丫头你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就签订一份契约，这对我们也是一份保障嘛。可以的，麻烦张掌柜准备好，我按手印就好。那秦丫头你稍等啊，我去准备好就过来。待张掌柜离开包间后，郭晴再也控制不住，手舞足蹈的就开心了起来。不多时，张掌柜拿着一个荷包与2张契约再次回到了包间。张掌柜将契约递与郭晴，郭晴拿过契约就认真的看了起来。不多时，郭晴便将契约看完了，然后便在2份契约上按上了自己的手印，再次递给了张掌柜。张掌柜接过契约也按上了手印，一份自己收着，另一份递给了郭晴。合作就这么愉快的谈成了。张掌柜，祝我们往后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这是20两的诚意金，你收好。哦，对了，合作谈好了，大虫还没谈，菜谱我是免费提供，大虫是需要购买的。那秦丫头这大虫准备卖什么价位呢？张掌柜，还是您说吧，看您觉得什么价位购买才划算吧。5文一斤可行啊。可以，正好我今天带了不少大虫过来，一会儿我将几道菜谱写于张掌柜，然后再教后厨怎么处理大虫。今天你们可以试试看效果如何，我明天上午再送新鲜的过来。那就麻烦秦丫头了。不麻烦，张掌柜帮我准备几张宣纸，还有笔墨，我将菜谱写于你。好的，你稍等。不多时，就将笔墨纸砚给拿了过来。郭晴就将香辣蟹、醉蟹、清蒸蟹、蟹粥、蟹粉狮子头高汤的菜谱详细的写了出来。这5道菜谱应该差不多了，多了客人也不知道吃哪一道好，后面再慢慢加就好了。5道菜谱可以了，客人要把每道菜都尝过，也要花不少银子的，后面再慢慢推出新的就挺好了。秦丫头，香辣蟹，那这个蟹是什么？蟹就是螃蟹，螃蟹就是大虫，这是我给大虫另外想的名字，叫螃蟹不是挺好听的吗？叫大虫谁敢来吃啊？哦，原来如此，还是秦丫头想得周到啊。张掌柜，我们下去吧，我去教大家怎么处理螃蟹，趁现在还有客人，可以提前宣传一下。郭晴与张掌柜再一次的来到了后厨。张掌柜叫小二将今日郭晴带来的螃蟹都称了一下，总共是54斤270文钱。算好账，张掌柜又叫小二取来了270文交与郭晴。郭晴接过银两，心里满是激动。当然了，激动归激动，郭晴也没有忘记教洗菜小二一些洗螃蟹的技巧，避免被螃蟹夹到。因为简单，大家学起来也快，不多时就能上手了。各位客官，安静一下。今日本店机缘巧合获得了一样新吃食，由于是新吃食且材料有限，今日中午前20名消费满3两银子的均可以免费获得一份。张掌柜，是什么新吃食啊？味道如何？这个暂时保密，如果对新吃食感兴趣的客官不妨可以试一试，保证让你们满意。新吃食只限今天中午可以免费品尝，后面再想吃的话那就得付银子了。张掌柜这么一说，效果还真挺不错的。都知道明月楼的大厨做的菜那也是一绝的，而刚才经过张掌柜这么宣传，很多客人消费不够3两的硬生生的就凑够3两，这给明月楼的生意一下就提高了不少。这位姑娘需要买点什么？买点粮食，我先看看你们店都有什么粮食先。没关系，姑娘您先看着，有需要可以直接叫我。郭晴笑着点点头，然后自行在米店里逛了起来。然后发现这古代的粮食还真够单一的，就2样，米跟面粉。小二哥，你们店的白米怎么卖？本店的白米有2种，粗米跟精米，粗米8文钱一斤，精米12文钱一斤。那白面呢？白面也有好与差，差点的也是8文一斤，好点的精面15文一斤。为什么白面差距这么大？姑娘有所不知，好的白面对打磨的工序要求比较高，磨出来的白面白而细腻。姑娘你可以自己看看，贵有贵的道理的。
那小二哥帮我称10斤精米，10斤精面。差的白面也要5斤。不多时，小二哥就将郭晴买的粮食称好。郭晴结好账便离开了米店，接下来就是买油盐酱醋之类的了。郭晴凭借着记忆又来到了粮油店。郭晴又是先看了一圈，发现调料还真是少得可怜，菜籽油也是贵得要死，30文钱1斤的菜籽油表示吃不起，就买了点精盐。然后呢，再来到猪肉铺，下午的猪肉都卖得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好的猪肥油了。郭晴问了下，瘦肉是20文钱1斤，肥猪油是15文1斤，最后买了2斤瘦肉1斤肥肉，先将就着今晚吃了。最后再买了2颗大白菜，20个鸡蛋，碗筷、油罐、盐罐等等一些生活必需品。另外还跑去买了1口锅。郭晴喜滋滋地抱着锅提着桶就回家了。有钱买就是开心啊。景丫头在家吗？哎，婶子，我在家，有事吗？婶子，发生什么事儿了？看你这么着急。哎呀，你这丫头中午干嘛去了？哦，我去了一趟县里，怎么啦？中午我看你抓了大虫，心想你这孩子也是不容易，便给你盛了碗野菜粥想送过来，结果叫了半天也没人回答，中途来叫了2次也没见有人回应，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婶子，没事儿，我就是看家里没吃的了，就想了个法子，看看能不能去县里赚点钱，买点粮食。哎，你这孩子，你可别……婶子，你别担心，我是靠自己赚的钱，没偷没抢，正正当当赚的。啊，那你中午吃了没？婶子给你留了野菜粥。婶子放心，我吃了，中午抓的大虫我就吃得饱饱的，而且还卖了钱，所以婶子不用担心。你抓的大虫能卖钱？是的，我把大虫拿到酒楼去卖了，告诉他们这个是能吃的，然后他们做出来确实很好吃，所以就收了我的大虫。如果婶子你也想抓大虫去卖的话，可以直接卖给我，3文钱1斤。你这傻丫头，这点生意你就自己做着，你一个人也不容易，婶子更不能跟你抢生意了。不过这事儿你自己心里也要有个数，村里人要是知道这大虫能卖钱，到时候啊，估计不少人会去买。婶子，这是我卖大虫赚的银子买的，买的又多，这点儿您拿回家吃。哎，傻孩子，这肉你留着自己吃，你看你瘦的，应该多吃点。婶子，我买了有多的，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现在这天气吃不完隔天就坏了，这不是浪费吗？而且以后我一个人住这儿，少不了需要您的照顾，所以您也别跟我客气。最后啊，2个人是推来推去，王婶子还是拗不过郭晴，只好将大白菜跟肉接了过来。哎呀，你这傻孩子，婶子也没个女儿，以后你一个人有什么事儿就喊婶子，不要不好意思。外面的人喜欢说，就让他们说去，你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婶子，我知道，你放心。行，你没事就好。这会儿还早，婶子还得再去地里干会儿活，就先忙去了。好的，婶子，那您先去忙。送走了王婶子，郭晴的家里又恢复了寂静。啊，没事儿，慢慢来吧。不能去北京城买房买，那加油赚钱，有钱了自己建个4合院也是很不错的，依山傍水多好。郭晴看着日头，估摸着这会儿应该是下午3、4点钟的样子吧。趁着现在还早，便将今天在县里买的棉花跟棉布拿了出来，先自己缝个薄点的被子。说干就干，只是苦了郭晴这心思，没干过缝纫活，可没干过，现在也得赶鸭子上阵啊。这不，缝着缝着就把手给扎了。郭晴看着冒出来的血，便习惯性的放嘴里吸，不多时再拿出来，乍一看，咦，这是什么呀？受伤的手指上伤口不见了，多了一朵玫瑰花。郭晴以为自己眼花了，便搓了搓，结果眼前一晃动，郭晴便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还没反应过来的郭晴一脸懵逼的以为自己又穿越了。这刚适应新的环境，不会又穿越了吧？这是穿上瘾了呀。主人，您不是穿越了，只是到了另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你是可以进出自由的。哇，你真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呀？主人，我没有名字，你可以给我起个名字吗？萌小蛋，就叫你萌小蛋，你说好不好？萌小蛋，萌小蛋，
我有名字了，我叫萌小蛋。主人，我叫萌小蛋，你叫什么名字啊？主人，我叫郭晴，你要记住啦。萌小蛋，这个空间是做什么的？主人，这个空间可厉害了，我们现在是在屋里，这个屋里有很多东西。说着，萌小蛋便领着郭晴参观起他的空间来。房子总共有3层，上面2层，地下室1层。地下室郭晴估摸着应该有个300多平方吧。偌大一个地下室，只看到了2袋种子。来到地上1层的时候可把郭晴给乐坏了。油盐酱醋、肥皂、洗洁精、护肤品，这可都是他现在最需的生活必需品。另外还有一个药品柜，好多的生活常用药。萌小蛋，你太棒了，我太爱你了。现在我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主人，你别激动，还有你更需要的在那边。萌小蛋说着，便领着郭晴来到了一个角落，这里呢放着一个小书架。郭晴定睛一看，竟然是食谱。除了食谱，另外还有一套21世纪完整版的百科全书。开挂了，我郭晴的人生也开挂了。主人，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里面的东西虽然都是你的，用之不尽，但是你得完成任务，提升我的等级才能开启这些柜子。2楼也需要升级之后才能开放的。做任务，提升等级？怎么做任务？主人，空间会自动感应需求，然后发布任务，你可以根据情况领取任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积分可以让我提升等级，等级不一样，获得的东西也会不一样。那这些柜子全部打开需要多少积分啊？主人，具体多少分萌小蛋也没计算过，不过每升1级我就会开启相应等级的储物柜，2楼需要到30级才能开启，后面等级越高，我的能力也会越强，还有不一样的技能。你这么厉害的吗？你都能获得些什么技能啊？还有，你最高可以升到多少级啊？主人，我能获得的技能目前我也不知道，需要升级之后才知道。我最高可以升到30级，25级之后我可以分身，然后你可以继续给我的分身升级，但是我最多只能分身2次。太棒了，那你会死吗？主人，只要你在，我便在。主人，房间外面还有。外面还有？郭晴激动地走到了屋外，定睛一看，郭晴愣住了。田地？不会要让他种田地吧？这不会是让我一个人来种这一片田地吧？这是要累死我呀！主人，你忘了这是你的空间，你可以意念操控的，不需要你真的去种啊。意念操控？这么好玩的吗？主人，接受任务。请将空间的田地种上水稻以及小麦，可获得5个积分。哟，这就开始任务了。空间就是牛啊，水稻跟小麦都可以齐上阵。走吧，先把种子搬出来先。来到地下室，将种子搬出去。郭晴最先将水稻种子撒在了一块田里，等它长出秧苗再移植，然后呢，再把小麦也种上。就这样，任务算是完成了，获得了5个积分，离下一等级还差5分。没想到用意念操作也挺累的，郭晴也出了一身汗，口也渴了。小蛋，那泉眼的水我能喝吗？主人，可以的，这个泉眼的水喝了对身体好，你可以多喝点儿。有多好？目前小蛋等级过低，也不知道这泉眼的具体功效，但是这泉眼的水确实对身体好，有益无害，主人多喝就是。好了，这里忙得差不多了，我得出去继续缝被子了。小蛋，送我出去。然后一晃眼，郭晴又回到了他的房间。缝制1条夏天被褥，可获得5个积分。郭晴一看这任务，然后吩咐小蛋领取任务，他就开始他的第2个任务了。这第2个任务呢，说简单也不简单呀。郭晴不晓得被针扎了多少下才完成任务。萌小蛋升级成功，物件等级2级，开启1号储物柜，获得物品植物油、酱油、鸡精。完成任务后，
天色也就渐渐的黑了下来，该做晚饭了。由于一天都没吃饭了，郭晴就煮了白米饭，也用上了空间获得的鸡精炒了一个白菜，另外还炒了一个辣椒炒肉片。这时候没受污染的食物简直不要太好吃了，吃的郭晴肚子那叫一个饱。刚吃饱，郭晴就在家门口走动走动，消消食儿。在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郭晴消完食儿就只好早早的躺在床上，早睡早起身体好，明天也早点起床抓螃蟹。旭日一早，天刚微微亮，简单的吃完了早餐，郭晴便挑着2只桶往河里走去。待郭晴抓满2桶螃蟹的时候，天也完全亮了起来，轻车熟路的来到了明月楼。哎呀，晴丫头啊，昨天我们推出的香辣蟹实在是太火爆了，就目前都预定有40多份了。真的吗？那太好了，这样下去咱们1个月可以赚不少银子啊。哈哈哈，可不是嘛。今日郭晴抓来的螃蟹有184斤，由于量多，郭晴就直接抹了零头，收了180斤螃蟹的钱。交完货，天色还早，郭晴又到猪肉铺买了几斤肥猪肉炸猪油吃。买的肥猪肉，郭晴直接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就丢进了空间了，这样他乐得轻松。买好了猪油，又买了点别的菜。最后郭晴来到了铁货铺，让铁货铺的师傅打了2口锅，一口大点的，一口小点的。由于郭晴说的款式师傅没有打过，形容了半天师傅也没有搞明白，最后郭晴简单的画了2张图纸。师傅接过图纸，姑娘，这种锅本店从没有打过，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好啊。不过我尽量做到您说的这款式，就是可能会比别的锅要贵点。那这2口锅要多少钱？3两银子。3两银子，郭晴心里直抽抽，这也太贵了点吧。但是想想不打不行啊，都是必须要用的。最后狠狠心，3两银子就3两银子吧。最后郭晴付了1两银子的定金，师傅让2天后再过来拿，然后郭晴便回去了。回到家，郭晴突然发现自己家大门怎么开着的？难道是遭贼了？小大，现在家里有多少人？主人5大1小。听完蒙小蛋的回答，郭晴顺手就在路边捡起一块石头防身用，然后轻手轻脚的进屋。你娘是不是太过分了？趁着我们不在家，就把我的亲丫头卖了。她还有没有良心？她还是不是人？既然那个家容不下我亲丫头，那我也没必要待在那个家里做牛做马。这是原主爹娘回来了。娘，你就别说气话了，一会儿小妹回来看到你这样，指不定又要难过了。主人，接任务，赶走大哥一家3口，奖励5个积分。娘，其实小妹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你看那王疯子一走，这房子还有房前这田地就都是小妹的了。你看小妹一个人住在大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害怕。要不我跟她大哥搬过来陪她吧。呀，我的好大嫂，你想搬来住啊？晴丫头，到时候我跟你大哥搬过来陪你，然后帮你把破烂的地方修补修补，让小胖陪你睡，这样你晚上也不会害怕。大嫂，我都一个人住了好些天了，之前没见你这么关心我，这会儿怎么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哎呀，大嫂，快起来快起来，你怎么坐这凳子上？这凳子那时候摆了王疯子那血淋淋的衣服的，王疯子生前最喜欢这凳子了。郭大嫂一听血淋淋，吓得一激灵，立马就站了起来，心里是冷汗直冒。大哥大嫂要搬来住也不是不可以，就是怕王疯子不同意。大嫂是知道的，王疯子生前都是一个人住习惯了，突然家里搬来一堆人，我怕他不高兴，晚上回来闹腾。他吧，别的什么本事都没有，就是疯起来六亲不认，到时候伤着吓着大哥大嫂还有小胖就不好了。特别是小胖人还小，我担心他到时候吓出个3长2短的，那我这做姑姑的不是好心办坏事了不是吗？啊，对了，听说小孩小是可以看见我们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小胖，你有没有看到你姑父？对了，听说小孩小是可以看见我们大人看不见的东西的。小胖，你有没有看到你姑父？你要看到他，帮我问问他，他还好吗？
鬼啊，有鬼啊！爹娘，有鬼啊！我要回去，我不要待在这儿。郭大嫂也被吓得是直冒冷汗，真觉得有点瘆得慌。看到郭大嫂跟郭小胖子吓得是屁滚尿流，郭晴再也忍不住的就哈哈大笑了起来。任务完成。青丫头，是爹娘不好，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在家的，娘应该带你一起走的，让你一个人受这么大委屈，都是娘不好，是娘没能保护好你。娘，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看着抱在一起痛哭的媳妇儿跟女儿，郭父的心里也是气极了，这次绝不能就这么原谅了去。想着，郭父便往外快步走去，他得回去问问他的爹娘，为什么这么狠心将他的女儿给卖了。不多时，郭父就回到了家，气冲冲地冲进了他爹娘的房间，问道：爹娘，我要将秦丫头接回家住，她是我郭有为的女儿，不能让她一个人住在外面。你这个不孝子，你说什么？我要把秦丫头接回家。而刚从后面赶过来的郭晴一听到他爹这句话，心里暖暖的，这辈子有爱他的爹娘跟郭二哥足矣。不孝子，你敢把那个赔钱货那个寡妇接回来，我就打断你的腿。秦丫头的亲事我跟他爹都没同意，根本做不得数。她还是我郭美丽的女儿，不是什么寡妇。以后谁再说她是寡妇，别怪我不客气。你们一个两个的，这是要造反了不成？我要不同意，谁也别想让那个赔钱货回我郭家的大门，除非我死。爹娘，如果你们不让秦丫头回家，那我和美丽也搬出去住。哎呦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儿子，就是这么对娘的哟。乡亲们，你们来评评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往家里接的？看着这一幕，郭晴眼珠子都要惊出来了。我去，一哭二闹，下一步不会是要上吊吧？太吓人了！秦丫头大爹，你娘说的也没错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再接回来的道理啊？你要搬出去跟你女儿住，你让你爹娘这么大年纪的怎么办？看他这么一说，围观的村民都觉得呀，说的有道理，都纷纷赞同的点了点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儿子大了不由娘，现在爹娘他都不要了。要早知道是这样的，当初生了他就应该丢粪桶里淹死，生的现在长大了，要来气死我这老婆子哦！越闹越起劲儿，村民也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能接回来。奶奶，叫你一声奶奶是看在我爹娘的面子上，按理你们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我是被你卖了的，卖了你就不再是我奶奶，我跟你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乡亲们，你们说是这个理儿吧？乡亲们想想，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卖了就是没关系了。主人接任务，与极品爷奶撇清关系，摘掉寡妇克夫女帽子，可获得15积分。这15积分这么容易的吗？吵个架就行了？郭晴心里瞬间就乐开了花。再说放眼望去，整个村子估计也就我这亲爱的奶奶做得出卖孙女的事儿来，也是因为你趁我爹娘不在家把我卖了，导致我成为了寡妇。什么寡妇克夫女，这些头衔都是拜你所赐，谁都知道王疯子疯疯癫癫的，指不定就是哪天的事儿，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可因为你，我却背上了这些头衔，我的名誉损失费，我的精神损失费，这些账我还没跟你算了。但现在看在我爹娘的份上，就不跟你计较了。这个家，说实在的，我还不稀罕回来，我一个人乐得自在，再也不用整天累死累活，还没饭吃。村民们听得点头的点头，猛的猛。记住了，我既然是你卖出去的，以后我郭晴的事儿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这家你让我回，我也不会回。以后我是我，你是你，桥归桥，路归路。另外，我刚才也说得很清楚，王疯子的事儿跟我无关，所以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有人说我是寡妇是克夫女，要让我听到一次，我就把账记在你们的头上，让你们慢慢还。萌小蛋升级成功，目前等级3级。
开启2号储物柜，获得物品花椒、八角、桂皮、香叶。另因任务漂亮完成，奖励3斤优质五花肉，冰糖1斤。太嗨了，这就是开挂的人生啊！郭晴潇洒转身离去，留下王老太他们几个半天也没反应过来。最后村民们也都散去了。奶奶，这秦丫头还是我们认识的秦丫头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以前她哪里敢反抗您老人家呀？你看今天完全不把你当回事儿。你管她变成什么样，她一个赔钱货，迟早都是别人家的，只要不接回来浪费我们家粮食就行了。你赶紧去做饭，上午干活回来都饿死了，这么一闹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郭大嫂讪讪的就去做饭去了。郭父拉着媳妇儿回了自己的房间，郭母还是担心自己的女儿。丫头的爹，我想去看看秦丫头，这孩子今天说话怪怪的，我有点担心。行，我们一起去吧。爹娘，二哥，你们怎么又来了？你娘不放心你，所以要过来看看。那爹跟二哥就不担心我？你这丫头能不担心你吗？你在这儿做什么好吃的？郭二哥闻香走进了厨房，一脸的惊呆了。郭父郭母也闻到了香味儿，也想看看自家女儿在做什么好吃时吃的好不好。爹娘，二哥，这个是我做的红烧肉。王疯子走后，我无依无靠的，就自己想办法赚钱。一开始去山上找山货卖，后来在山上阴差阳错的救了一个老爷爷。老爷爷很厉害，他为了感谢我，告诉我河里的大虫可以吃，还可以卖钱，还告诉我怎么做好吃，还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后来我一看老爷爷那么厉害，又孤苦无依的，就死缠烂打的求老爷爷收我为徒。不过师傅喜欢云游四海，所以才懂得很多东西。现在师傅又云游去了，我就抓了大虫去县里的明月楼试试，结果还真的可以卖钱。然后赚了钱，我就又开始捣鼓师傅教我的别的吃食的做法。这个也是我师傅教的秘制红烧肉，做好了也可以卖钱的。一会儿爹娘帮我尝尝看味道怎么样，看看能不能做来卖。听郭晴这么说完，郭父郭母跟郭二哥心下就放心了。爹娘，以后女儿的生活你们不用担心，其实离开那个家对女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看我现在会赚钱了，如果还在那个家里，我赚的钱会怎么？对，小妹说的对，现在这样对小妹未尝不是件好事。她自己赚钱自己花，你看还吃得起肉。如果小妹还在那个家，别说肉了，饭都吃不饱。可你小妹一个人，我们担心她的安危，怕别人惦记。你看她这房子，这门都破破烂烂的，根本挡不住贼。要不我搬过来陪秦丫头吧，她一个人我不放心。娘，你别担心了，我一个人都住了好些天了，这不都好好的吗？这不一样，之前是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是不放心。娘，要不这样吧，就算你搬过来陪我，咱娘俩要是真遇到小偷，也不一定打得过，还不如二哥搬过来，反正房子还有多的，二哥还能对付一下小偷。平时反正我也在村里，咱娘俩要见面随时都可以。郭晴说完，她也觉得这办法可行。之后呢，郭父也觉得自己女儿这个办法可以，然后三人一起看向了郭二哥。我没问题。好啦，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二哥，你去拿碗筷来，准备开饭了。今天系统开启的2号储物柜的物品都是做红烧肉的材料，正好又奖励了3斤优质五花肉，郭晴全部都下锅了。小妹，太好吃了，这个你说的什么肉，肯定可以大卖。郭父郭母之后呢，也是赞不绝口，觉得女儿做的红烧肉肯定能赚钱。小妹，你这什么肉做的太好吃了，我都吃撑了。秘制红烧肉，二哥喜欢吃，以后我常做给你们吃。今晚你们也过来吃晚饭，我做那个大虫给你们尝尝。好，那二哥又有口福了。你这孩子，小妹也不容易，你就知道吃。娘，我现在能赚钱了，能养得起你们，你们呀就敞开肚皮加油吃，以后我再不会让你们饿肚子了。好了，让你小妹休息一会儿，我们先回去了，一会儿还要下地干活呢。对了爹，家里没有桌椅，我们村上有人会做吗？你隔壁王婶子的儿子王铁牛就是做木工的，你问问王婶子看能不能做，不能做的话，爹到时候再帮你问问。行，那爹娘下午忙完就过来吃晚饭，我等你们啊。行了，你进去休息会儿吧，爹娘不用你惦记。
待爹娘走后，郭晴也准备午休一会儿的。早上起得太早了，这会儿确实是困得不行了。主人，接任务，将空间水道移栽，可获得5积分。萌小蛋，系统怕是出问题了。昨天我才进空间播的种，这才1天都不到，就叫我去移栽，那可能吗？正常的都最起码半个月才可以移栽。主人，你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行吧，进去看看就知道了。郭晴来到空间，发现小麦都已经出麦穗了，水稻秧也已经可以移栽了。要不要这么牛啊？这么种下去的话，那他还愁没粮食吃吗？到时候拿出来卖，可都是钱啊！想到这儿，郭晴又忍不住的咯咯直傻笑。萌小蛋在一旁看着主人傻笑，他也不懂，也只好跟着傻笑。萌小蛋，你笑什么？主人笑我就笑，主人开心我就开心。还真是个马屁蛋。然后心里喜滋滋的开始用意念移栽水稻，任务完成，获得5积分。对了，小蛋，这个空间的地只能种小麦和水稻吗？主人，什么都可以种植的。什么都可以种植？那种子呢？怎么只有水稻跟小麦？主人，种子需要您自己解决的，您可以从外面购买进来种植的。水稻跟小麦是系统赠送的。这样的吗？那系统能获得稀有种子吗？主人，可以获得稀有种子，有时候任务完成的好，系统会有奖励，所以主人，你要加油，好好做任务哦。听到了这些，郭晴心里真的是太激动了，她太喜欢这个空间了。郭晴移栽完水稻，又去喝了不少泉水，用泉水洗了把脸，神清气爽，瞌睡都没有了。既然没有瞌睡了，那就出去找王婶子问问桌椅的事儿，还要去找一下村长问问房契的事儿，这事儿要早点解决才好。婶子，婶子在家吗？谁呀？是我，晴丫头。是晴丫头啊？怎么了？有事吗？先进来说吧。婶子，铁牛哥不是木匠吗？我想让他帮我做一套桌椅，家里没个桌椅一点儿也不方便。婶子，这是我中午做的馒头，一不小心做多了，就给您拿过来2个尝尝。哎呀，你这孩子，做多了就自己慢慢吃，还惦记我跟你说，真是有心了。那婶子也就不跟你客气了。那你还来的真是时候，铁牛明天正好休息，到时候他回来了，我帮你跟他说，让他给你做到好的。行，那先谢谢婶子了，到时候多少钱你们得跟我说，可不能叫铁牛哥吃了亏去。你这丫头，都是自家人，能吃什么亏？好啦，婶子，我还有事，就不跟你们聊了。村长叔在家吗？我是晴丫头。不多时，郭村长就将门打开，将郭晴迎了进去。村长叔、婶子都在了。晴丫头来了。婶子，这是我中午做的馒头，一不小心做多了，就拿了点过来给你们尝尝。嗨，你这丫头来就来，还拿什么东西来呀？你是有什么事儿找你村长叔说吧？村长叔，我想问问你，王疯子，我相公家那个房子是属于我相公的吗？你这丫头问这种傻问题，那是你相公家的房子，不属于他，那还能是别人的吗？村长叔，你也知道，我们成亲那天，我相公犯病跑出去了，之后就他的事我也不清楚，他的房契什么的我也没看到。村长叔，你也别误会，我就是现在一个人，这房子我怕到时候生什么事端，到时候我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叔明白你的意思。说着，郭村长就往屋里走去，不多时手上就多了几张纸，然后递给了郭晴。郭晴接过了郭村长递过来的纸，一脸好奇地看了下，房契、地契，上面还是他的名字。村长叔，这都是你相公买的，现在也就都交给你了。你们成亲前几天，你相公跑来找我，将你们门前的2亩田地也一并买了下来，还将这房契也交给了我，说如果哪天他不在了，就让我把这些都交给你。原本这2天我也是准备收完粮食就去找你一趟，这会儿你来了，也就省得我再跑了。给我？他成亲前来找的我，他不在了，不给你给谁呀？这傻丫头，傻不傻呀？郭晴虽然嘴里说着但是心里呢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既然想不明白的事儿，那就不想了。郭晴拿着这房契、地契，心里也踏实多了。谢过郭村长之后，郭晴便回到了家里，将房契跟地契放进了空间，
主人，有新任务，快领取新任务。还让不让人活？让不让人活？萌小蛋，你不知道我在睡觉吗？领啥任务就不能晚点吗？萌小蛋看主人生气了，立马闭嘴。他可不想被当成食物进了主人的肚子。小妹，我来了。郭晴闻声，慢悠悠的起床开门。二哥，你来啦？哟，小妹，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儿，刚睡醒，做了会儿运动。二哥，爹娘怎么没过来？爹娘一会儿就过来，我先过来帮你干活。那行，那你正好陪我去河里抓螃蟹。螃蟹？哦，就是大虫。之前那老爷爷跟我说，这东西其实是叫螃蟹。郭二哥听了后点了点头，然后兄妹两人就提了一个桶往河边走去。因为两人一起抓，所以很快就抓了大半桶。二哥，好了，差不多了，咱们回家做饭吧。嗨，大老远就闻着香味了，做什么好吃的了？饭菜刚做好，郭父郭母就来了。爹娘，你们可算来了，我已经等不及了。小妹的手艺太厉害了，这大虫做出来的饭菜简直太香了，太好吃了。爹娘，洗洗手，我们开饭了。青丫头，这大虫的肉好鲜嫩啊，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还有这粥也很鲜啊。没错，小妹，这个螃蟹在酒楼肯定卖得很好吧？螃蟹？这个大虫叫螃蟹吗？对，老爷爷说这个叫螃蟹。二哥说的没错，这个螃蟹在明月楼卖得很火，所以我每天都要抓不少螃蟹去卖，可以卖不少银子。那这个螃蟹卖的什么价格？我抓过去的新鲜螃蟹5文钱一斤，酒楼香辣蟹卖3两银子一份。这明月楼太黑心了，收你的螃蟹5文，卖却卖3两，这样你也太吃亏了。他们肯定是看你一个小姑娘，所以欺负你。不行，我明天跟你一起去找他们理论理论。二哥，你小声点，你别那么激动，听我把话说完。我抓去的螃蟹虽然他们是收5文一斤，但我也不亏啊。你们看，这螃蟹直接河里一抓就是1大桶，随手可得，自然不会太贵。猪肉人养的也不过才卖10文一斤，我这螃蟹都不用自己养，怎么算都不亏啊。而且我跟他们东家谈了合作，就算以后有人也抓螃蟹去卖，他们都必须优先购买我的。还有就是他们酒楼卖的所有螃蟹吃食，我是占有3成利润的。3成？哎呀，不过这事儿咱们一家人知道就行了，东来可不许到处说了去。娘，我知道的，你就放心吧。二哥，明天你要没事儿就跟我一起去抓螃蟹，明天要抓多点，香辣蟹卖了2天了，明天应该又要推个新菜出来了，我一个人也搞不定了。好，没问题。不过小妹，中午的那个红烧肉你不推出售卖吗？那个红烧肉绝对比螃蟹还好卖，还赚钱。那个红烧肉肯定得卖，而且必须大卖，还得是我以后赚钱的大收益。不过我有我的计划，你就等着看吧。吃完饭，天色也黑了，郭晴爹娘也没有久留，帮儿子铺好床铺就回去了。回到房间，郭晴才想起下午还有任务没接呢，便闪身进了空间。小蛋，下午的任务是什么？主人，下午的任务是让您将小麦收回仓库，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任务，把水稻也收进仓库，总共可以获得10个积分。原本主人下午要是把任务完成，还能有额外的奖励的，不过现在超时了，额外奖励取消了。额外奖励的是什么？黄豆种子。黄豆种子？黄豆，好东西啊！可惜了，唉。可惜也没用了，已经没有了。主人，下次再努力吧。看着眼前黄灿灿的粮食，郭晴看到的都是钱，正在满心欢喜的用意念收割小麦，再将小麦脱粒装袋，接着就是水稻。收割完之后又再种上。空间里的粮食呢都不需要太阳晒，就直接是干的了，简直是不要太省事儿。旭日一早，郭晴早早的起床做早饭，却发现郭二哥早就起床，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郭晴就简单的煮了个鸡蛋瘦肉粥。他这个空间就是好，放空间的东西放进去是什么样的，拿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做好早饭，郭二哥提着2个大木桶，气喘吁吁的就回来了。小妹，你起来了？起来有一会儿了，看你没在家，我就先做早饭。你这是做什么去了？我起得早，看你睡得香，没舍得叫你，就先去抓2桶螃蟹回来。早上我就简单的煮了个鸡蛋瘦肉粥。二哥，你洗洗手，赶紧过来吃早饭吧。
兄妹两个快速吃完早饭，郭晴觉得螃蟹还是有点不够，于是又去抓了2桶。然后兄妹两人呢，一人挑了2桶往县里走去。小妹，你累吗？要不你歇会儿，我先把这2桶送过去，再来接你。二哥，我不累，以前比这累的活都干了，这点活不算什么。而且我这2桶没多少螃蟹，又不重。倒是你累不累？要不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也不累，就不休息了，赶紧把螃蟹送过去，不然一会儿路上看到的人就多了。那行，我们加油，一会儿卖了螃蟹给二哥买好吃的。兄妹2个人呢，就这么一路说说笑笑，很快的就来到了明月楼。哎呦，秦丫头来了！现在咱们的香辣蟹已经传遍整个紫阳县了。真的吗？那说明咱们的香辣蟹很受欢迎。郭晴将螃蟹交给了一旁的小二哥去打秤，然后跟随张掌柜就上了2楼的包间。那是的，昨天到了晚上还有很多顾客要点这道菜，结果你这送来的螃蟹不够卖，顾客都欲求不满，要求加量呢。今天我送来了不少，应该差不多。不过张掌柜，我们得做好心理准备，应该过不久别的酒楼也会推出香辣蟹。啊？那这怎么办啊？这是没办法的事，咱们的香辣蟹实际挺普通的，只是一开始大家没发现这个螃蟹能吃而已，现在发现了。这个螃蟹做法也不是很难，随便煮熟味道都不差。张掌柜，你看看这几样东西你可有见过？或者酒楼是否也有用这几样东西做菜？张掌柜接过了郭晴递过来的几样东西，仔仔细细的瞧来瞧去，都未曾见过。怎么这些东西也可以吃？张掌柜确定从来没有见过吃过？没有见过。青丫头，需不需要我拿下去问问厨房的师傅们？他们做菜对这些东西应该会比较清楚。那麻烦张掌柜一趟了。张掌柜便拿着几样东西往厨房走去。不多时，张掌柜又回到了2楼的包间。青丫头，后厨的师傅均未见过这些东西，就连我们酒楼做菜20多年的老师傅都没有见过这些呀。张掌柜，走，随我去一趟厨房。张掌柜一脸疑问地跟着郭晴又来到了厨房，闲着的师傅都跑过来看，都想看看秦丫头是怎么做菜的，跟着学学也不错。然后在所有师傅目瞪口呆的表情下，郭晴将上次写的5道螃蟹的做法全部都做了出来，其中香辣蟹新加入了花椒。请张掌柜过来品尝一下。接下来就是张掌柜接二连三的称赞，香辣蟹是最后一个吃。吃完后，张掌柜一脸疑问又一脸惊喜，这次的香辣蟹跟以往的不一样，吃进嘴里还是鲜辣，最后还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嚯，青丫头，这香辣蟹你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啊？跟这几天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次的味道更加让人欲罢不能啊，好吃的我舌头都快跟着吞下去了。郭晴笑而不语，而是将花椒拿了出来。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叫花椒，是我偶然一次在山上遇到的。这个花椒是用来做配菜，特别适合跟辣菜一起，就会又辣又麻，会让人吃得欲罢不能。这么神奇？是的，没错。张掌柜，现在我们1步2楼，这里就交给他们吧。张掌柜，你觉得今天这个香辣蟹加入花椒的话，可还满意？非常满意，就是不知道秦丫头你这花椒可还有啊？准备怎么卖啊？花椒我这儿还有点，就是这东西得来不易，价钱自然不能太便宜。说着，郭晴比出了5根手指。50文1斤？可没想到郭晴摇了摇头。不是50文，难道是500文？5两。5两？心想啊，加了花椒的香辣蟹哪有可能卖得上8两银子呀？别说8两了，就算是5两也有难度啊。这样啊，他们酒楼就是在做亏本买卖了。因为他并不知道花椒1斤啊可以炒很多份的香辣蟹。张掌柜别担心，1斤花椒虽说需要5两银子，但是1斤花椒可以炒很多份香辣蟹的。像刚才您吃的那一份香辣蟹，我就才放了1小把。如果口味重一点，花椒就稍微放多一点；口味淡就少一点，或者吃不惯的可以不放。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并不是张掌柜以为的1斤花椒1份香辣蟹，那样的话，螃蟹估计都不能入口了。那秦丫头今天带了多少花椒过来啊？因为也不知道这个花椒具体情况，我也没带多的，也就5斤的样子。说着，郭晴便往自己的背篓里面，实际啊就是空间里面拿了1袋子花椒。张掌柜的接过花椒，满心的欢喜。郭晴告诉张掌柜啊，叮嘱厨房师傅每份香辣蟹所放花椒的量，然后便看着张掌柜喜滋滋的又下楼去了。小妹，你还是我小妹吗？怎么，我不是你小妹，那是谁啊？
是小妹没错，眼睛、鼻子、嘴巴、身影，哪儿都还是小妹，可又不是小妹。小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会做生意，说得头头是道，会赚钱，一赚就是几十两。有些人在经历某些事的时候会长大的，会变的。小妹，对不起，二哥不是故意让你回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情的，都是二哥不好，你打二哥吧，打二哥出口气。好啦，二哥没事啦，等下让别人看到啦，不是闹笑话了吗？不多时，张掌柜又兴匆匆地回到包间，手里还多了一个大荷包。秦丫头，这是花椒的钱，25两，这个是螃蟹的钱，螃蟹是270斤，一共是103两50文，你点下数。麻烦张掌柜了，你清点好就行，我还是信得过你的。对了，张掌柜，今天开始，剩下4道螃蟹吃食全部一起推出。现在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就算过段时间其他酒楼模仿出螃蟹吃食，也没什么优势了。因为再过几个月，秋天一结束，到了冬天，螃蟹就没这么肥美了。现在我们能卖多少卖多少，就不一样推了。我们要在别人模仿出来之前先赚一笔，不然我们就太被动了。明年说不定各个酒楼都会推出螃蟹吃食，竞争大了就没什么优势了。所以明年我们酒楼的招牌菜就不一定是螃蟹了。哎，好。另外，张掌柜，麻烦你去找一块这么大的木板，还有同等大小的宣纸给我，还有笔墨。另外，再弄一小碗面糊糊。好。不多时，张掌柜便将郭晴需要的东西一并的拿了过来。郭晴接过了宣纸，便开始写了起来。他将今日推出的新品以及价格全部的写在了宣纸上，一目了然。张掌柜，以后凡是明月楼推出新吃食，便用这个方法，然后立在明月楼大门口，这样就不需要你每次都去宣传了。用这个东西，只要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对于感兴趣的人，自然就会慕名而来了。还是秦丫头聪明啊！老夫白白在酒楼经营了这么久，都不知道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宣传啊！哈哈哈。我这也是笨法子而已。对了，张掌柜，这是我二哥，有时候我要是没空，就会让我二哥帮忙送货。郭二哥好啊，没想到秦丫头的二哥也是一表人才呀。张掌柜过奖了。好啦，不早啦，张掌柜就去忙吧，我们也就回去了。张掌柜要是有什么事，可直接去郭家村村委找我。走，二哥，带你逛街去。郭晴给爹娘还有郭二哥一人买了一匹不算好也不算太差的布，最后想想又跑去买了2只猪蹄，1个猪耳朵，10个鸡蛋。昨天做了红烧肉，今天呢就试试卤猪蹄。买完猪蹄，郭晴跟着郭二哥就准备回家了。主人，领取新任务，请为空间购买一种稀有种子，可获得30积分。稀有种子？什么才算稀有种子？主人，就是这个时代还未被发现的新粮食。小妹，你怎么了？没事，就是想到好吃的猪肘子，不小心被口水呛到了。你这贪吃的小妹，没事，一会儿你多吃点。老板，要不要买点地蛋？这个地蛋是可以吃的，我们一家人都吃过，都没事，而且很好吃，粉粉的。地蛋？这不是土豆吗？大姐姐，你要不要买点地蛋啊？这个很好吃的。主人，小蛋为您检测到，这个地蛋乃稀有新种子，目前大中原国还无人种植。这个小女孩的地蛋是野生的。小妹妹，这个地蛋怎么卖啊？大姐姐，你给4文钱1斤就好了。你要多少？要的多还可以给你便宜点儿。你这个有多少？这个我家还有很多很多。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小女孩一听郭晴说有多少就要多少，可给激动坏了。你家里如果还有，我也一并要了，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回去。我家里还有很多的，一会儿我带你一起回去。二哥，你知道这紫阳县哪里有卖马匹的吗？郭二哥一听瞪大了双眼，他这小妹不会是要买马车吧？没错，我想买匹马，这样以后我们做生意往返县里也不用把自己累个半死。一般卖畜牧的都是在东市，离这儿也就小半个时辰左右的路程。小妹妹，大姐姐这会儿先去东市买点东西，一会儿过来找你。这会儿你要有什么需要买的也一并买了。好的，大姐姐，我就在这等你，你可一定要来啊。不多时，郭晴跟着郭二哥便来到了东市，一路走一路看，突然他眼前一亮，哎，这不是鸭蛋吗？一个卖鸭子的老奶奶旁边摆了2筐子鸭蛋，
原来啊，在这个世纪，鸭子不是很受欢迎，鸭蛋更不受欢迎，因为鸭肉老还新，鸭蛋也没有鸡蛋好吃，也没有鸡蛋有营养。老奶奶，你这鸭蛋怎么卖？1文钱一个，小姑娘可要买2个回家尝尝。啊，1文钱一个，这么便宜的吗？不过想想也是，鸭蛋不受欢迎，1文钱一个都不好卖。奶奶，这鸭蛋我都要了，可是我没有篮子，你这2个篮子可否一并卖给我？2个篮子都是我家老头子自己编织的，不知当多少钱，送给姑娘好了。那谢谢老奶奶了。老奶奶，你在这儿等我会儿，我进去里面再买点东西，一会儿出来再拿。行，你去吧。小妹，你买那么多鸭蛋做什么？鸭蛋不好吃，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养。秘密，以后你就知道了。而后他们就来到了马场，发现这马还真不便宜，好点的马都快30两一匹了。最后郭琴跟郭二哥左挑右挑，挑了一匹黑色的马，最后以23两银子的价格成交。买了马儿，旁边就有卖马车的，又花了2两银子买了一架中等的马车，让老板教了郭二哥怎么套马，怎么取马车，然后付了银子，就来到了卖鸭蛋的老奶奶的摊位。小姑娘啊，你买这么多鸭蛋回去做什么啊？买回家做我喜欢吃的吃食。老奶奶家里还有鸭蛋吗？小姑娘喜欢吃，等你这些吃完了，可以再来找奶奶买，到时候啊，奶奶送多点给你。好，谢谢老奶奶。一共是108个，你给100文就好了，剩下的就当奶奶送给你吃了。奶奶，鸭蛋本身就卖得很便宜了，你已经送了2个篮子给我了，我怎么好意思再接受你送的鸭蛋？这是108文，您收好了。你这实在的孩子。买好鸭蛋，郭琴跟郭二哥又来到了刚才卖土豆的小女孩那里。不好意思让小妹妹等这么久，刚才我们有点事耽搁了。没事没事。郭二哥帮小女孩把东西搬到马车上，郭琴呢将小女孩抱上了马车，然后根据小女孩给的地址来到了李家村。郭琴跟郭二哥来到了李村长家，李村长一家人正好下地回到了家。爷爷，我今天去卖地蛋，遇到了一个小姐姐，她说要买我们家地蛋。我们家的丫头真棒，那今天的地蛋是不是都卖完了呀？都卖完了，但是呢，那个大姐姐说不够，所以我就把他们都带了回来。是2位需要买地蛋？是的，李村长，您家里还有多少？家里大概还有200多斤。小姑娘啊，你需要买多少地蛋？我让丫头她爹帮你们称好。李村长，您家里的地蛋我都要了。另外，您还能在山上找到这个地蛋吗？山上估计是没有了。我们之前发现这个能吃的时候，就都挖回家了。原本想着分给乡亲们的，可是这乡亲们都不敢吃，都没要，所以现在家里才能剩下这么多呀。那没事，那就有多少要多少吧。然后呢，李村长儿子啊就把地蛋从地窖里搬了出来，然后过了下秤，一共是254斤。因为都买了，所以李村长就给郭晴算3文钱1斤，总价是762文。啊，小姑娘啊，我可否问一句啊，你买这么多地蛋回去，可是有什么用啊？婶子，我买回家自己种的，这个时候正好6、7月份，在8月份之前还可以种一季，大概11月份左右就可以收获。这个地蛋可以填饱肚子，粮食不够的时候，这个就是好东西，用来做菜，味道也很好的。啊，小姑娘啊，你懂种植这个地蛋啊？婶子，这个地蛋种植很简单的，像这种小个的，待它发了芽就直接种松好的土里埋好就好了，然后要一个一个隔一小段距离种开。像这种大个的，发芽之后可以根据芽口的个数切成小块，然后用草木灰把切口滚一层灰，再种植到土里就好了。记得切过的地蛋必须要裹一层草木灰，防止虫子把地蛋吃了。如果施肥施得好，这个产量也比较高，1亩地产量差不多能达到3000斤左右，而且可以长很大一个的。哎呀，小姑娘啊，真是不好意思了。那我可不可以留下20斤自己种，剩下的再卖给你呀？婶子，当然可以。最后，郭晴用700文买走了剩下的234斤地蛋，任务完成，获得37分。萌小蛋升级成功，目前等级4级，开启3号储物柜，
获得各类普通药品。婶子，到时候收成如果高，你们家想卖的话可以卖给我，去郭家村村委找秦丫头就好了。村长媳妇儿一听还可以卖给他，立即高兴地点点头。随后村长儿子帮着把地蛋一起搬上了马车。郭晴离开李村长家刚走没多远，又遇到了卖鸭蛋的老奶奶。了解到老奶奶家还有不少的鸭蛋，郭晴心想，反正要准备做皮蛋来卖的，如果卖得好的话，手上这100来个根本就不够啊。最后郭晴一口气又买了300来个鸭蛋，把李奶奶家里这段时间积攒下来的鸭蛋都买了回来。李奶奶高兴的呀，还送了1只鸭子给郭晴。秦丫头啊，以后你要是还要鸭蛋，就来找我这老太婆。奶奶现在什么都没有，就鸭子鸭蛋最多。好的，李奶奶，以后买鸭蛋肯定来找你，你就放心吧。李奶奶，时间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李奶奶、李爷爷，再见。然后跟着郭二哥就满载而归了。回到家的郭晴是累到虚脱，又渴得要命，拼命地灌了一大碗水才得以缓解。郭晴就把今天买回来的鸡蛋煮熟、剥壳、划刀，然后跟猪蹄、猪耳朵一起下锅卤了，慢慢煮，等到晚上吃也就入味了。猪蹄见了锅，郭晴一看时间还早，就想着去山上挖点黄土回来做皮蛋跟咸鸭蛋。郭晴背上背篓，拿了一把小锄头，根据原主记忆就往山上走去。不多会儿，郭晴便找到了他需要的黄土，然后挖了一背篓，土比较沉，这一背篓还挺重的，一次也背不了太多，家里那么多鸭蛋，估计还得再来一趟。在郭晴上山第2趟时，主人，前方草堆里有人受伤了。那你能否感知到这人危不危险？主人，小蛋等级不够，这个目前还不能感知到他的危险程度。不过这人受伤很重，身边还有2个奶娃娃，危险系数应该很低。以你的能力，你可以。以我的能力？我什么能力？我自己都不知道，你就知道？郭晴轻手轻脚地来到了草堆，再轻手轻脚地将草推开。原本因为草堆的移动，草堆里的人早就醒过来了，做好了战斗准备。在郭晴将最后一个草堆移开的时候，一柄长剑直刺向郭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我来救你，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受伤的人一听这声音有点耳熟，立马就停下了攻击。说，你是谁？是谁派你来刺杀我的？哼，我刺杀你？你以为在拍电视剧呢？我干嘛要刺杀你？再说，你管我是谁？原本好心想救你，就你这态度，那你就自己好自为之吧。可刚一转身，受伤的人便倒了下去，昏迷不醒。王小大，他不会是死了吧？主人，他没死，只是受伤严重，昏迷了过去。王小大，下次你能不能提前告知一下是男是女？要早知道他是个男人，那我肯定不会救。好心救他，还想杀我，要不是我躲得快，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主人，为什么是男的你就不救？哼，说你是猪吧，可你是个蛋，笨得要死。我一女的救一男的回去，孤男寡女救村里那些长舌妇，我以后还要不要做人？主人，你根本就不像是会在意村里那些长舌妇的人，你肯定是怕万一看他长得帅，他控制不住自己，将人家吃干抹净。孟小大，你有本事就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就他，凶神恶煞的要杀我的人，就算长得帅我也看不上，而且人家娃都有了，家里肯定有老婆，我会是那种破坏人家家庭的人吗？再说了，他哪里看出来长得帅的？而且在你心里，我是那种花痴吗？还吃干抹净他，我把你吃了还差不多。咦，还真长得挺不错的，不过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应该说是原主应该见过这个人，但是没有交集，所以印象不深。算了，印象不深就不深吧，又不是什么坏人，救就救了吧，好人做到底。郭晴将人扛回家，就放在了床上，然后呢，又赶紧将2个奶娃娃跟背篓从空间移了出来。然后呢，又从空间拿了一颗止痛药喂给男人吃了。为了止痛药，郭晴又倒了一盆干净的灵泉水，将男人的伤口清理干净，又抹上了消炎镇痛快速恢复的药，将伤口都一一的包扎好，又将房间打扫干净。晴丫头在家吗？我跟你铁牛哥帮你送桌椅过来了。郭晴笑嘻嘻的将门打开。婶子，辛苦你跟铁牛哥了，你们坐下来休息会儿，我去拿银钱。这桌子一共多少钱？晴丫头，不知当多少钱，这木料都是山上现有的，反正你铁牛哥今天休息，也就顺手帮忙的事儿。
婶子，这可不行。虽然说木料是山上现有的，但是也得辛苦铁牛哥去山上砍回来呀，辛苦费总得要的。那你便给个10文钱的辛苦费就好了。郭晴回到房间，从空间里取出了20文，然后呢，再盛一碗他做的卤肉，让婶子拿回家尝尝味道。婶子，给，这个是我今天下午自己在家闲来无事做的卤菜，反正做的也多，给你盛了点，你拿回家帮我尝尝味道，看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我到时候准备做来卖卖看。亲丫头现在呀是越来越能干了，这卤肉闻着这么香，不用婶子尝味道，肯定是没问题的。婶子，看着是一回事儿，吃是一回事儿，你就帮帮忙尝一下味道。行，婶子就厚着脸皮又吃你一顿肉，但是这个银钱你就得收回去了。婶子，桌椅是铁牛哥做的，卤肉是我让你帮忙尝的，一码归一码，婶子要是不收下，那就让铁牛哥把这桌椅都搬回去吧。哎呀，行行行，你这丫头，婶子说不过你，那就收下吧，下次可不能再这样的。婶子，下次再说，这次你要不收，下次我都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殊不知啊，刚才的对话都落入了屋里受伤男人的耳朵里。待王婶子他们走后，他便起床走了出来。哟，这么快就醒来了？然后走进男人，简单的看了看他的伤口，恢复的挺快的，看来是死不了了。你是谁？为什么会和他长得一模一样？你把他怎么样了？我是谁？我都还没问你是谁，你倒先问起我来了。还有什么他，什么一模一样？你脑子烧糊涂了吧？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又摸了摸自己的额头。没烧啊。你不认识我？大哥，我应该认识你吗？你不认识我？说，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接近我的？我是谁？你管我是谁？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既然不认识你，那我又怎么可能来接近你？你是猪脑子吗？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想不明白。今天本姑奶奶脑子进水了才救了你，你不感谢我也就算了，还好意思来质问我是谁？姑奶奶，我告诉你，本姑奶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郭晴是也。你说谎，你根本就不是他，他没胆量这么说话。什么不是他？他又是谁？你不是。小妹，我回来了，今天运气不错，可以加个餐。进错门了，这不是小妹家。不对呀，可小妹活生生的站在那里，那旁边的那男的是谁？是谁？然后郭二哥反应过来，小桶一扔，拿起一旁的锄头就把郭晴护在了身后。小妹，你别怕，二哥保护你。二哥别担心，他一身伤还没那本事伤害我。小妹，他怎么在你家？啊，今天上山挖土，脑子进水了，把他救回来了。爹。郭二哥瞪大双眼看向了小妹，他正在向他小妹求证，他是不是幻听了。郭晴无奈地摊了摊手。男人听到哭声啊，忙走进房间。二哥，爹娘他们怎么没过来？爹娘说晚饭他们就在家吃，一会儿再过来。老是吃你的，他们怕把你吃穷。郭晴也能理解他爹娘的想法，这是怕他爹那个好娘啊，到时候呢借题发挥，牵连到他。开饭了，孩子应该也饿了。不多时，所有人都上了饭桌。男人有点诧异饭桌上的饭菜，所以半天没动。两个孩子看着自己的爹没动筷子，他们也不敢动啊。怎么了？你不饿？还是稀饭不合你胃口？不合胃口你也得将就着吃，你一身伤，不适合吃太油腻太辣的东西，喝点稀饭就好了。你再不动，俩孩子就快饿死了。顺便还帮男人加了一个没放辣椒的卤蛋。看着碗里的卤蛋，男人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两个孩子看爹爹吃了，他们也跟着吃了起来。吃过饭，郭二哥收拾厨房，郭晴则忙着呀弄他的泥巴，做他的皮蛋咸鸭蛋。两个奶娃娃也好奇地跟着郭晴玩弄泥巴，玩的是不亦乐乎。不多时，郭晴爹娘吃过饭便也过来帮忙了。看着家里多出来的一大两小，也是吓了一跳。女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娘，你别担心，这3个是我今天挖泥巴的时候在山上丢的。哎呀，你这孩子知道人家是谁吗？你就救回家。娘，我这不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吗？当时这人昏迷不醒，我只好就回家了。好啦，赶紧帮我做皮蛋去，不然一会儿忙到什么时候去？喂，你叫什么名字啊？救了你，总该让我知道我救了谁吧？我是你相公。听到这5个字啊，郭晴实在是被吓住了，结果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得不轻，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郭父跟郭二哥呢，气得挽起袖子就要上去干架。爹娘，我没有骗你们，我确实是你们女儿的相公，
我是王疯子，可能你们不认识我，但是隔壁的王婶他们肯定都认识我。叫你胡言乱语，还爹娘？谁是你爹？谁是你娘？你要是再胡言乱语，我们现在就把你赶出去。爹，二哥，你们先停下，让他把话说完，说完再打。说，今天不说清楚，让你好看。那个，我跟郭晴是拜过堂成过亲的，所以我说我是郭晴相公，这点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以前他们叫我王疯子，其实我姓白，字浩，这是我哥的2个孩子，男孩叫白玉，女孩叫白幽。由于家里面发生了变故，哥嫂被奸人所害，最后我拼尽全力也才救下这2个孩子，不得已才又回来。但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以后对外我就是这2个孩子的爹，你就是他们的娘。我知道这会让你们的女儿受委屈，但是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你们。我只需要借用这里的身份，其他事情你们尽可以放心。虽然我跟他是夫妻，但是没有他的同意，我是不会去做伤害他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也会尽一个相公应尽的责任，伴他一生，护他周全。说家里发生变故，哥嫂是被奸人所害，那你就能确定你们待在这里就绝对的安全吗？万一他们找来怎么办？这点你们可以放心，只要你们能替我保守秘密，外面人就没那么容易找到我们。他之所以敢回来，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没有人能发现他们的踪迹，因为那些人肯定都以为他们都葬身于火海之中了。那你又凭什么会觉得我们会为你保守秘密？我虽然时不时的犯病，但是我在这住了4、5年，对你们这几位我还是信得过的。行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这样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玉儿、幽儿，以后她就是你们的娘亲，快过来见过你们的娘亲。玉儿见过娘亲。玉儿、幽儿真乖。见过外公外婆、二舅。幽儿见过外公外婆二舅。乖乖乖，玉儿、幽儿都乖。外婆的好外孙孙儿，以后有外婆爱你们，不会让坏人伤害你们的。郭晴一脸黑线，她这母亲这是母爱泛滥，抢走她的台词去了。娘，行了，差不多就得了，赶紧的帮忙，一会儿天都亮了。还有你，以后要吃要喝的，家里的活也得帮忙干，赶紧的过来搭把手。然后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就把400多个鸭蛋都加工完了，装了满满2大米缸。白浩睡下，郭晴快速闪进了空间。今天空间发布了好几个任务，他都来不及做。郭晴将小麦、稻谷都收进了仓库，又重新种植上去，土豆呢也长出高高的苗了。这空间粮食成熟的速度真的是快得惊人。做完任务，萌小蛋又成功升级了，目前等级是5级，开启4号储物箱，获得物品奶粉、白糖，另外奖励1枚萌小蛋新技能丸。提升技能之后，萌小蛋可自行完成任务。不过萌小蛋收割的话，积分就相对低一些，2分一个任务。第二天一早，郭晴早早起床做早餐。由于昨天空间奖励的白糖跟奶粉，所以今天早上呢，郭晴准备做牛奶馒头。赔钱货，你个不孝的东西，给我出来！郭晴听到这声音，淡定的掏了掏耳朵，慢悠悠的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从厨房走了出来。跟在王老太后面的还有一堆极品，其中一个贼眉鼠眼的小胖子，眼睛正滴溜溜的转。然后小胖子就拉着他的好奶奶低声的说着什么。赔钱货，你奶奶我饿了，赶紧弄点吃的给我。哼，笑话，我凭什么要给你拿吃的？你这孩子，你奶奶一大早过来看你，你怎么能这么说了？就是一个早饭而已，你奶奶饿了你就给她吃就好了，又不是给别人。呀，真是不好意思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奶奶吧？你这个不孝的东西，你奶奶我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你竟然诅咒我！乡亲们呐，你们来评评理吧，这个不孝的东西诅咒我死啊！昨晚他二哥大半夜回家住，他爹娘大包小包的带一大堆东西回家，我还纳闷他哪来的钱买马车买东西孝敬他爹娘。结果就听他二哥说，他家来了个男人，不需要他陪了，就回家住了。我担心了一晚上呢。他这刚死了相公，家里就来了个男人，我这把老骨头担心他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来，好心好意一大早过来看看他，叮嘱他，他不给早饭吃也就算了，还诅咒我。这晴丫头平时看着挺老实的孩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哎呀，
这孩子啊也是个不容易的，为了生活做这种事儿，不也是没有办法吗？怎么样？你们说完了吗？说完了，总该轮到我来说几句了吧？我有钱想怎么孝敬我爹娘那是我的事，咋的？你这是眼红了？还想我来孝敬你？可我又凭什么孝敬你啊？你已经越过我爹娘2两银子就把我卖了，我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有好东西好像也跟你没关系吧？难道还用我再提醒你吗？再说了，你说昨晚听我二哥回家说我家来了个男人，是的，没错，我男人回来了。我的男人回家，我家里有个男人，难道有问题吗？王老太一听郭晴直接将她的心事给说了出来，手气得直发抖，指着郭晴你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句完整的话来。奶奶别紧张，她男人已经死了，那肯定是她的借口。你这不孝子，我那哪里是卖了你？那2两银子我不过是替你爹娘收的彩礼而已，怎么能说是我卖了你呢？如果不是我让你嫁给那王疯子，你能过得现在这般好？你有好东西，你不孝敬我，你就是不孝子，是要被戳脊梁骨的。还有，大白天的竟然睁着眼睛说瞎话，你男人在你成亲那天就被你就死了，他怎么可能回来？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一群人待看清白浩的面容后，吓得是倒退3步。老人家你倒是说说，我凭什么就不能回自己家了？还有，当初我记得你卖晴儿的时候，我们好像还签了契约的吧？怎么这都需要我提醒你？还是说你想毁约呢？你要是赔得起违约金的话，想毁约我也没有意见。还有，晴儿现在过得好与坏，好像也跟你没关系吧？那都是晴儿自己的本事赚的钱，与你又何干？毁约？谁说我要毁约了？哎，奶奶，我就说了，晴丫头根本不需要你担心，你非不信，非要一大早过来受这气。看吧，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吧？啊，大嫂这话说的好像是我把你们怎么样了似的。从你们进来开始，就一直是你们在挑事儿，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拉着乡亲们当枪使，对我人身攻击。哼，还好不是所有的乡亲们都能被你们利用，不然这会儿我早就被你们的口水淹死了。你们说这是在关心我，谁信啊？有谁见过故意在人前面给人难看的关心吗？有见过指着我鼻子骂我赔进货的关心吗？反正我是没见过这样的关心，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关心。不过倒是有点像打着关心的幌子来我这儿捞好处的样子。哎，我说你这个老不休的啊，合着都是在利用我们欺负晴丫头是吧？看着晴丫头现在日子过得好了，眼红了，把我们当枪使，看我不撕烂你的嘴！看来这动手的婶子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也是该让王老太吃点亏，收敛收敛了。行了，差不多就得了，散了吧，都回家吃早饭干活了。也正因为这一大早的这一出戏，半天功夫，整个郭家村的人都知道王疯子回来了，还带了2个孩子回来。娘亲，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听到幽儿的提醒，郭晴这才想起来厨房还在锅里的馒头。完了，这架炒不得代价有点大，这一锅馒头就这么的烧糊了。郭晴看着锅里一坨坨的黑馒头，是心疼不已。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早餐不够吃，郭晴只好简单的煮了2碗面条。吃完饭，郭晴交代他们3人今天上午还有活要做呢，要去县里，问有没有需要帮忙带的，都说没有。然后呢，就让白浩在家里把鸭子杀好，中午他要做烤鸭吃。然后他就挑着2个大桶出门了。郭二哥早就在河边开始抓螃蟹了。今天抓螃蟹的还多了2个人，一个呢就是郭晴的大哥，另一个就是他大嫂的好友王梅花的老公。很快，郭晴与郭二哥便抓了满满4大桶的螃蟹，怕是得有400来斤。很快，郭晴便与郭二哥赶着马车带上螃蟹，跟提前准备好的红烧肉配料包、鸡精、酱油一起的来到了明月楼。哎呀，秦丫头，你可算是来了，今天你怎么来晚啊？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这边正等着你的螃蟹，想着派2人去找你，就见你们来了，可算是放心了。怎么了，张掌柜？这么着急，是出什么事儿了吗？好，没有，就是昨天把剩下的几道螃蟹吃食都推出去之后，来吃新吃食的客人都是络绎不绝。这到了下午的时候，螃蟹就不够了，然后有很多的客人提前预定了。今天看你一直还没来，担心没有螃蟹卖呀。原来如此，那我今天带来不少螃蟹，完全不担心卖不完了。这次带过来的螃蟹确实是不少，总共有425斤，那就是2两0 125文。秦丫头，这一篓子东西可是用来做新吃食的。
是的，为了这新吃食，张掌柜得安排人手去买20斤排骨、20斤五花肉，猪蹄也可以买10个。另外，后厨如果没有白糖，也得安排人去买5斤白糖回来，白糖不会坏，买回来慢慢用。郭晴说完，张掌柜立马就安排人去购买去了。由于是明月楼药，又是老顾客，小二很快的就将郭晴需要的东西都买了回来。东西买回来之后啊，郭晴便系上围裙开始准备。没有炒菜的师傅们呢，都被叫过来跟着学，香味也随风飘到了酒楼的饭厅，更有不少客人都在问小二哥这是什么香味儿。今天我们的少东家在做新的吃食，不出意外的话，今日中午大家就有口福尝到新的吃食了。小二哥，这新的吃食是什么？新吃食具体叫什么名字，在下现在也不知道，等晚点我们的掌柜跟少东家出来了，跟大家讲解。后厨这边，红烧肉出锅之后，郭晴盛出一碗，先让张掌柜尝了第一块。好，太好吃了，这好吃到都不能用好吃来形容了。入口即化，肥而不腻，甜中带香，香中带咸，好，太好吃了，从来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吃食啊！青丫头，这吃食叫什么名字呀？这道新吃食就叫秘制红烧肉。不出意外的话，这道吃食应该是全大中原国的独一份，而且配料配方只有我这儿才有，所以叫秘制红烧肉。这道红烧肉既然是全大中原国的独一份，张掌柜已经尝过了。作为明月楼的员工，这段时间推出新吃食以来，大家也都辛苦了，所以为了犒劳大家，也为了纪念新吃食的推出，从今以后每推出一道新吃食，明月楼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作为第一尝鲜的人，每个人都有份儿。谢少东家，谢少东家。然后呢，都井然有序的一个一个的排队吃起了红烧肉。最后郭晴将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猪蹄的菜谱详细的写了出来，也一一交于后厨的师傅们，且每一环节的要求都有重点解说。张掌柜，您是老掌柜了，您觉得咱们的新吃食应该怎么样定价？少东家的，这事儿应该是您来拿主意才是，我负责执行就行。行，那我便说说我的想法。既然咱们的秘制红烧肉是大中原国独一份，那么咱们就直接将红烧肉作为明月楼的招牌菜。既然是招牌菜，那便是长期性的，那就不能太贵。反正别的酒楼只有看只有吃的份，想模仿是不可能的。咱们把红烧肉、红烧排骨这2样区分大中小不同等份，大份的自然是面向有钱人，量多价钱高，那就定位2两银子一大份。中等份面向一般人群，1两银子一份。小份儿面向的是想吃想尝，但是又没有什么钱的人群，489文一小份儿。另外红烧猪蹄儿比较适合女人及小孩，红烧猪蹄儿有美容养颜的功效。既然有美容养颜的功效，县里的贵妇们肯定是要吃上一吃。那面向的基本就是贵妇，咱们就论个卖，一个猪蹄儿2两银子，半个猪蹄儿1两银子。您看这样可行？青丫头，这招妙啊！这样不管谁都能消费得起，男女老少皆宜啊，妙，实在是妙。张掌柜过奖了，既然咱们觉得没问题，那便出广告吧。然后张掌柜便安排小二哥按照刚才说的张贴广告。你们听说了没？明月楼最近来了个少东家，接二连三推出了不少新吃食，今天又推出一个什么秘制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猪蹄，听说吃了能让人飘飘欲仙，味道极美。真的假的？有这么神？是真是假，咱们也去试试不就知道了。反正这红烧肉不限制，谁都可以消费。走，一起去试试，赶紧的，不然晚了就没位置了，又得排半天队。走，赶紧去占位置去。岂有此理！给我去查查这个新冒出来的少东家到底是何许人物，现在竟然敢明着跟我们抢生意。是。而郭晴这边呢，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人惦记了。张掌柜，红烧肉咱们已经开始大卖了，现在谈谈我拿配料的价格吧。配料包我都直接按比例配置好了的，我也不狮子大张口。配料包2两银子一包，一包能做20斤的量。另外还有这2样东西，也是我自己研制出来的调料。这个叫鸡精，一大包差不多可以用1天明月楼的菜量，所有的菜都可以撒上一点调味，2两银子一包。这个是酱油，一大瓶大概可以出6到8锅红烧肉，2两银子一瓶。怎么样，这价格很公道吧？这价格挺合理，行，就这么定了。秦丫头，你今天带了多少过来？点一下数。我估摸着今日红烧肉肯定能大卖，所以料都备得足足的。配料包50包，鸡精10包，酱油10瓶，
到时候缺了我再补货过来。行，那一共是140两。最后，郭晴接过一袋重重的银子，高高兴兴地与张掌柜说了再见。郭晴先去了铁匠铺，取了前天定制的2口锅，然后呢，还买了几根小拇指大小的废旧铁棍，打了4个 S 形状的钩子，然后呢，还去买了2个洗澡用的大桶，这是给家里那3位买的。然后呢，还去买了3匹布，给他们3个人啊，一人做了2套换洗衣服，然后还买了些其他东西。总之，零零散散的买了一大堆。回到家，郭晴将今日买回来的东西都规整了一下，然后啊，便开始着手做烤鸭了。午饭，郭晴就这么简单的做了一只烤鸭吃了。吃过午饭，郭晴将买回来的布匹交给王婶子，让王婶子帮忙做那3个家伙的衣服。让他做啊，他怕自己把那3匹布都给浪费了。时间过得挺快的，转眼空间的土豆也能收了。等到了晚上，大家都熟睡的时候，郭晴便闪身进了空间，准备将土豆都收了。收完土豆，萌小蛋又成功升级1级，目前等级是6级，开启5号储物柜，获得物品蚕宝宝1斤，桑树5000棵。蚕宝宝、桑树，萌小蛋，这空间是不是耍赖呀？蚕宝宝、桑树也能当稀有物置身储物柜？这东西在古代丝绸为天下的时代，蚕不算稀有物吧？主人，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这个国家没有蚕，百姓们均以棉为主。这时候养，那到了冬季，它是不是就可以有蚕丝被盖了？嘿，太棒了！主人，你在开心什么？你猜？主人，小蛋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猜不到。好啦，不逗你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蚕土的丝不但可以加工成蚕丝线，做成丝绸，制成衣服，冬暖夏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做成蚕丝被，比棉被暖和，盖在身上轻飘飘的。总之是个超级无敌好的东西。就因为这，主人就这么高兴，不是因为到时候可以赚很多很多钱才这么高兴的吗？哼，你看我像那么肤浅的人吗？呵呵，你不是。那主人，5000棵桑树得要不少的地来种植吧？肯定啊，5000棵桑树最起码可以种植1座小山头。那，我去，5000棵桑树，1座小山头，我哪有山头啊？那这储物柜不是等于白开了？主人也不完全白开，主人可以加油努力赚钱，去买1座山头就好了。啊，萌小蛋，你说的倒轻巧，1座山头，你知道得多少银子吗？主人，以前你不会赚钱买山，肯定买不起，但是现在你不一样了，你有生意，还有独一无二的调料，买1座山还是不在话下的。萌小蛋说的没错啊，只要努力，现在他赚银子啊，还是不在话下的。第二天天亮，郭晴想起了买山的事儿，马不停蹄地跑去了村长家，询问村长，他家屋后面那座小山头可有主人？如果要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银子？村长告诉他，那个小山头呢，目前没有主人，因为是山地，不太适合种粮食，所以一般啊，不会有人去买1座山头的。如果要买的话，应该不会很贵，他得去县里知县府那里问问才清楚。正好今天上午，郭村长需要去县里办事儿，然后呢，郭晴就将这件事儿交给了郭村长，还邀请郭村长坐他的马车一同前往县里。郭晴将郭村长送到了紫阳县，就各自办事儿去了。晴丫头，今天可有带调料包来啊？带了，今天调料包带了100份，鸡精5包，酱油20瓶，足够用个3、4天了。以后我就每隔3天送1次货就好了。好。张掌柜叫人与郭二哥一起将螃蟹调料从马车上搬下来，然后过秤的过秤，点数的点数。最后螃蟹呢是420斤，调料与螃蟹总计是252两零100文。现在郭晴手里差不多有500两了，总算是小有积蓄了。张掌柜笑嘻嘻的将银子双手递与郭晴。张掌柜，可否拿账本给我看看？啊？张掌柜别误会，我不是要查账，我是有事跟你说，需要借用账本的模板，你可以拿一本没写过的账本给我就好了。哦，好的，我马上去拿。这没多久啊，张掌柜的便拿来了一个空的账本册。郭晴接过账本册看了一下，跟他所需要的会员册大小差不多，纸张厚度也还可以。张掌柜，你们这个账本是直接购买的，还是找人按你们要求定制的？
我们明月楼在大中原国有不少的分店，因为账目比较多，所以都是直接找人制定的，都是统一的记账方式，方便我们大东家查阅。那如果我给你一个样板给你，你能让他们按照这账本大小纸张定制吗？啊，可以的。不知道晴丫头想要什么样的账本呢？这个是封面，这个是背面，这个是里面的页面要求。张掌柜接过纸张，有点看不懂，这不像是账本册啊。这个是我准备用作为我们明月楼的会员册，会员就是来明月楼光顾的客人，凡是在明月楼消费的客人都可以自愿填写一份会员资料，消费满1两银子可获得1个积分，2两银子就获得2个积分，然后每10个积分便可以抵扣1两银子。哦，原来如此。不过既然这样的话，为何不直接打9折呢？何必弄得这么复杂呢？如果直接打9折是很方便，但是明月楼不可能天天9折吧？时间久了，这个9折也没什么吸引力了。但是用这个会员积分方式可以稳定客人，促进消费。举个简单的例子，张掌柜，如果这会儿你是明月楼的客人，在本店消费了3两银子，如果直接9折，才少了300文。当然了，也许有的人觉得少300文也挺多的，但是相比较1两银子，哪个更有吸引力？而且直接9折的话，结账后就跟明月楼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是用这会员制度，你在本店这次消费了3两银子，有了3个积分，下次你是不是还会选择再来明月楼，而不是去别的酒楼？多光顾2次就凑够了10个积分，抵扣了1两银子，你会不会很开心？而这时你已经在明月楼消费了好几次，是不是对明月楼印象深刻了？跟亲朋好友介绍好酒楼的时候，是不是会直接介绍明月楼？同样是9折，一个是消费了1次，一个是消费多次，你觉得哪个会更好？好，这个方法真是妙哉，好主意啊！既能够稳定客人，又能够刺激客人消费，让客人对明月楼的印象更深刻，一举多得呀！另外，每个会员生辰当天到本店光顾的话，可直接8折，消费一样可以积分。还有每个月的最后一天设定为会员日，会员日当天消费双倍积分。好，那我就按照你说的安排下去。辛苦张掌柜了。嗨，不辛苦不辛苦，应该的。哦，对了，秦丫头，店里的花椒不多了，你明天得准备一些过来。哦，还有这调料包你也得抓紧时间多准备一些。这几天啊，陆续会有别的分店安排过来的厨师师傅过来学习新知识，学完之后，这调料包肯定要顺带一起带回去的，所以这是大分量的，你要提前抓紧准备好啊。好的，没问题。离开了明月楼，郭晴带着郭二哥又开始逛街起来。小妹，你来这做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到府衙，郭晴找到了牙行的牙子。没错，他准备买个铺子，然后呢，交给他二哥打理，用来卖粮食。你好，牙子大哥，我想买个好点的铺子，你这儿可有好的介绍？姑娘，想买哪里的铺子呀？西市可有大点的铺子？那姑娘你来的可真是时候，这不，刚有人想卖掉手里的几个铺子，都在西市，我带你先过去看看是否合适。不多时，郭晴、郭二哥便跟随牙子来到了西市的铺面。牙子大哥，这个铺子对方准备卖多少银子？姑娘如果诚心要，我这边也不抬价了，卖家开价220两。220两，这么贵？姑娘，这地段这价格不贵了。我们看看别的地方吧。最后啊，郭晴众人连续走了4个铺子，其中3个郭晴都不太满意，另外一个啊还是挺满意的，可就是价格谈不下来。最后啊，郭晴塞了一个小荷包，让牙子帮忙留意着。牙子收了荷包，高兴地答应着。郭晴是觉得呀，今天看中的那个铺面应该是能有机会的，这个价格会买的人不多，到时候呢，他们急着走的时候，肯定就会降价的。郭晴在马车里正这么想着。二哥，怎么了？二哥没吱声。郭晴拉开帘子，就看到4个黑衣人站在了马车的前面。郭二哥已经是吓得一动不动了，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啊。你们是何人？为何拦我马车？好心提醒姑娘，莫要强作出头鸟，挡他人财路，否则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是吗？敢问阁下，我挡谁财路了？都是各凭本事赚钱，自己没本事却怪罪他人比他强，还有这样的道理？少跟他废话，既然不听劝，那就给他点教训。上！二哥躲好，不要出来。然后啊，便跟4个黑衣人就打了起来，1打4，那4个人手里还拿着刀。郭晴上一世再厉害，也厉害在枪法上，
格斗虽然也不错，但是徒手的也干不过拿刀的呀。她也不过是一女子，力度上还比不上男人。虽然目前已经打倒了2个，但是自己也挨了2刀了。可否冒昧问一下，到底是何人想要我性命？既然想要我命，也得让我知道是谁，不是吗？缩头缩尾的，算什么本事？既然你这么想知道，在你去见阎王爷之前，让你知道也能让你死得明白。你跟明月楼合作抢走了谁的生意，自然就是谁想要你的命。凡香楼当家的，看来姑娘也不笨啊。你要是够聪明，那就远离明月楼，跟我们凡香楼合作，还能饶你一命。那我要是不呢？既然姑娘一意孤行，那就不要怪我们心狠手。心狠手辣的辣字还没说完，就听到咚咚2声，黑衣人直接就倒地不起。小妹，你没事吧？走，我带你回县里找大夫。二哥，不用了，现在回县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回家我自己包扎一下就好了。郭二哥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将小妹扶进马车，加快了回家的速度。回到家的时候，郭晴在马车内已经替自己消毒，伤口包扎好了。二哥，今天的事不要让爹娘知道，这件事我会想办法处理好，不要让爹娘担心。好。娘亲，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悠儿都饿了。悠儿乖，娘亲去换身干净衣服，就去给你们做好吃的。你跟月儿哥哥先吃一块小点心垫补一下，娘亲很快就做出好吃的来。小妹，我去吧。二哥，没事的，不碍事。然后回到房间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又拿了一袋小米，大概是20斤左右的样子。二哥，给你，这个你拿回家。小妹，这个我不能要，家里有粮食，难不成还能饿着我不成？二哥，我知道现在是饿不着你，我这是让你替回家堵某些人的嘴的。你每天跟着我早出晚归的，家里农活也帮不了了，每天还要吃喝，到时候那些人闹起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后每个月提20斤粮食回去，让他们无话可说。郭二哥一听小妹这么说，心里是感动的要命，还是他小妹想得周到。二哥走后，郭晴一个人在厨房揉面。今天中午就简单的吃个鸡蛋面吧。你受伤了啊？是谁伤的你？还能有谁啊？我跟明月楼合作，挡了凡香楼的财，所以今天他们就派了人想要给我点教训。然后你不从，跟他们打了起来。你怎么知道？你是猪吗？明知道打不过就不知道先服软吗？今天要不是命大，你就交代给那群杀人不眨眼的人了。你怎么知道那群人杀人不眨眼？因为你得罪的不是一般的人。伤哪儿了？郭晴这脑回路都还没反应过来呢。我问你伤哪儿了？手臂跟腹部。上药了没？上了。然后就看着白浩转身离去的背影。奇怪今天这白浩是怎么回事啊？郭晴一边好奇一边做饭，然后就简单的煎了几个荷包蛋，然后煮了点面条，香喷喷的。开饭啦！吃完饭，白浩带着2个孩子在消食，郭晴在厨房里又开始鼓捣吃的了。他准备炸薯条，趁着这会儿有空做点薯条给孩子们解解馋。先把土豆削皮切条，用水泡一会儿，清洗干净，然后晾干水分，等孩子们午睡起来了再做。做完这些，郭晴自己也跑回房间睡了个午觉。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3点多。等郭晴醒来的时候，郭晴竟然看到门口的地里有3个大男人。定睛一看，一个是他大哥，一个是他二哥，竟然还有白浩也在帮忙挖地。郭二哥看到小妹起来了，赶紧走了过来。小妹，今天中午我回家之后，大哥然后下午就非要跟我一起来帮你干活，说2个人干得快，你知道的，我说话也不好使。没事，二哥，你去忙吧。郭晴一听二哥说的他就明白了，这是看他给了二哥粮食，大哥也心动了呗。郭晴看着3个男人挖地，这地呢也快挖好了，他就准备将发好芽的土豆切好，等挖好了就直接种。天刚擦黑时就已经将土豆全部都种下了，刚好将家门口的1亩地给种完。结果这一种地下午说准备的炸薯条也没做成。既然5点没吃成，那就现在炸来当晚餐吧。现在家里有2口做饭的锅，郭晴是一个锅蒸馒头，一个锅炸薯条。很快厨房就传来了香喷喷的炸薯条的味道。娘亲，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好香呀！炸薯条，桌子上有点好的，月儿悠儿端出去给2个舅舅还有你们爹尝尝，先垫补一下，晚饭马上就好。月儿开心的端起桌上的1碗炸薯条就往外走去，悠儿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好啦，开饭啦！
娘亲，这个薯条真好吃。好吃，那悠儿就多吃点，吃完多走走消消食儿。晴丫头在家吗？村长叔，我在家了。村长叔吃过晚饭没？啊，还没呢，这不刚从县里回来，就赶紧给你带来消息了吗？辛苦村长叔了，我们也是正准备吃饭，村长叔也一起吃点吧，边吃边聊。郭村长也没再客气，便坐下来一起吃。哎，晴丫头，你要买屋后那座山头做什么？哎，村长叔在这里可是要提醒你一下啊，如果要是用来种粮食，那就不要浪费那个银子了。山上没有水源的话，种不出什么粮食的，还不如直接买田地更划算。谢谢村长叔的提醒，放心，我买来不是用作种粮食的，我用来种桑树的。桑树？对，桑树，这种树全身都是宝，这种桑树还会结果，果子是可以食用的。我现在跟你们说，你们也搞不明白，总之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哦，小美，你在哪里弄来的这些树啊？啊，这个啊是我师傅在外游历发现的，然后托人帮我带回来的。行，你自己有打算就行了。今天叔爷帮你问了一下，别看是荒山，但是也不便宜呀。那座山头需要320两才能买到。320两？小美，你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吗？你管我？320两可以的，村长叔，我买。什么时候可以去办手续？我好早点安排人开荒。要在师傅送过来的树到来之前开好荒，不然树放着容易死。行，反正这时候我也没什么事，明天就陪你去府衙办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啊！从明天开始，以后都由我陪你外出办事。可是你方便吗？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啊，那行，那到时候二哥帮我监工开荒的事宜。小美，那我呢？你要是不怕苦，到时候开荒的时候，你可以报名开荒，工人多少钱一天，你的那一份我也不会少你的。不是，小美，你二哥能做的，我也能做呀。你也想当监工啊？当监工可是免费的，照样也要帮忙开荒的，而且还要帮忙搬树。你确定你可以？还要搬树，那就算了，我怕到时候把树弄坏了，可就不好了。那就麻烦村长叔明天再陪我去一趟府衙了。嘿，傻丫头，跟村长叔还用得着这么客气吗？一点小事而已。那个，你确定你陪我去送货没问题吗？你放心吧，我以前的身份没几个人见过我的真面目，不会有什么事的。哦，你自己有把握就好，可不能因为我这个挂牌夫人暴露身份就不好了。怎么，你这是对挂牌夫人这个身份不满，想要转正？哼，想要转正的话，你就直说，为夫定能满足你。不瞒你个大头鬼，做你的春秋大梦去。第二天一大早，白浩便陪同郭晴一起去送货去了，与郭村长一同的坐在了外面。到了紫阳县，郭晴先将货送到了明月楼。明月楼的张掌柜看到赶马车的白浩，愣了一下，随即又装作无事人一样跟郭晴对账。这次呢，郭晴带了200斤花椒，6篓子调料包，一共是6000包，1000瓶酱油，200包鸡精，差不多10家分店15天的料。另外呢，螃蟹是410斤。晴丫头，今天一共是15402两零50文，你对一下账单，是否有误？不用我看，张掌柜算账我自是信得过的。张掌柜，今天可是有什么喜事发生，笑得这么开心啊？嗨，哪里，就是因为现在的明月楼生意日进斗金，所以才这么开心的呀。而这功劳是离不开晴丫头啊。是吗？离开明月楼，郭晴带上郭村长来到了府衙，将屋后的山头买了下来。回到家，郭晴就一头钻进了厨房，她准备做一顿丰盛的午饭庆祝一下。一个红烧排骨，一个红烧肉，一个香辣蟹，一个清炒土豆丝，配上白米饭。郭晴呢，将爹娘、郭二哥还有郭村长、郭村长媳妇儿、郭婶子也一起叫来吃了。饭后，郭晴就准备说说她的打算。郭婶子，如今我山头买下来了，你对郭家村也比较熟悉，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看看哪些人家做工靠谱，不偷奸耍滑，肯吃苦的，愿意来帮我家做工的，不包饭，1天20文，男女都行，只要能好好做事儿。你看看有哪些人愿意来，有合适的帮我多招点，招到的人您给我二哥安排，山头开荒的事我就交给二哥了。行，一会儿啊我就去安排，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动工了。那就辛苦郭婶子了。婶子，这个是中午单独盛出来的一份红烧肉，你端回家给孩子们馋馋嘴。哎呀，你这丫头啊，这么客气做什么呀？还连吃带拿的。
行了，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回去啊，我就帮你物色人选。郭晴笑笑，送走了郭村长跟郭婶子，然后啊，又交代了二哥，上工的人一定要记好数，做得好的后期可以长期做，做得不好的就不要留了。一天20文，有的是人来做。当天下午啊，郭婶子就帮忙招了20多个劳力汉子，其中还包括郭大哥，还有4、5个做事靠谱的婶子，把做工的要求都跟他们说清楚，按天计算，做完结算，做得好的可能被留下来做长期工。大家一听到这个都激动不已，一天20文，1个月就是600文的进项。青丫头，这次有多少个咸鸭蛋啊？这次咸鸭蛋只有400多个，不过还有一样新吃食，叫皮蛋，也是鸭蛋做的。目前鸭蛋供应不上，不过再有个3、4天的样子，就可以陆续有咸鸭蛋跟皮蛋可以卖了。最近基本上每天都有做，所以后面每天都有成熟的咸鸭蛋跟皮蛋。不过这次的皮蛋不多，暂时不建议对外直接出售。张掌柜可让后厨做成一道叫做皮蛋瘦肉粥的早点，供应给吃早餐的客人们。一会儿我会将做法写出来，交给后厨的师傅们。这道皮蛋瘦肉粥很简单，不需要我亲自做。好，你安排妥当，我也乐得自在嘛。另外，咸鸭蛋这次数量也不多，我们只对本店会员号 A 开头的开放，下一批有的多再对 B 会员开放，然后再看情况逐个开放。而此时的繁香楼，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一个村姑你们都搞不定，养你们何用？这一次给我加派人手，务必将那丫头给我带过来。是。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一个没有背景的丫头还能翻了天不成？喂，你说你整天跟着来送货，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了点儿？要不要你自己也做点生意？不用。哼，没意思，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吗？都相处1个把月了，每回都是我问你答，从不废话，一天天的不会无聊吗？想想自己下半辈子难道就跟这个木头过了？这家伙虽然是冷冰冰的，可是长得不赖呀，跟他生的孩子肯定也很帅。呸，想的有点多有点远。而白浩呢，看着他自言自语的样子，估摸着这丫头应该是在想他的事儿。2个人正各有心思的想着事情。突然马路上多出了不少杀手，正好也可以试试他的新武器。这段时间蒙小蛋自己做任务，偶尔呢他一得空也会一起做任务，升级速度很快，目前都已经8级了。而这次升级呢，还奖励了一根小小的迷你小电棍。虽然空间以外没电，但是这个小电棍呢放到空间就会自动的充满电量。姑娘，我们掌柜的想请你去我们酒楼一见。你们掌柜的请我？派20几个拿着刀剑的人来请？如果今天我要是不去了，你们打算怎样？姑娘最好莫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成不了朋友那便是敌人，是敌人那便杀。哎，我挺好奇，你们掌柜的平时是怎样经营繁香楼的？天天喊打喊杀，竟然没倒闭？难道如我所想是一家黑店？敬酒不吃吃罚酒，上！哼，如此靓丽。白浩纵身一跃，跳下马车就跟黑衣人打斗了起来。郭晴一看这群人都是来拿他的命的，那他也不能太仁慈了，不是吗？于是就将小电棍的电力直接调到了3级，然后就积极的加入了打斗中。不多时，黑衣人呢就被放倒了。你干嘛？你受伤了。他好像受伤的是手，不是脚吧？白浩将他抱进马车内，轻轻的放下。药拿来。然后呢，郭晴就借用袖口打掩护，直接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瓶金疮药。哼，这帮人自上次出现后都时隔1个月了，还以为他们是放弃了，没想到这会儿又来了，还来这么多人，这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节奏啊！看来以后还是要小心点为妙，要是有把手枪就好了。手枪？我说的是弹弓枪，你听错了，对，弓枪，要是有把弓枪就好了。
白浩也不揭穿他，心想的是呀，这丫头是该有个属于自己的武器才好。你会做弓弩吗？白浩一脸疑问。就是我刚才说的弓枪，你不知道？没见过？只见白浩摇了摇头，看来这一世啊，这个东西还没出现呢。那弓箭呢？这个知道，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适用于狩猎，这种近身打斗不适合用。我知道近身打斗不适合，不过既然你知道弓箭，那就对弓枪不难理解，就是类似于改良后的弓箭的一种武器。我自有办法，到时候需要你找个靠谱的人帮我做出来就行了。好了，回家吧。一群饭桶啊！20多个人都解决不了2个人，养你们是干什么吃的？魏掌柜的，这次去的兄弟大部分都死得比较奇怪，没有刀伤，只有一个黑黑的伤口，有点像是烧伤的，但是又不像。总之是很奇怪的伤口，一招毙命啊！给我查，仔仔细细的查，查不到原因就提头回来见我。是。门道调查的人出了问题，不是说这丫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丫头吗？可这丫头就目前这状态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农村丫头这么简单。一个农村丫头，别说会做生意，会武功就更不可能了。这就有意思了。那个，我受伤的是手，不是脚，我可以自己走的。哦。白浩听郭晴这么一说，便将她放了下来。小妹，你们回来了。亲丫头，你受伤了？你怎么受伤了？娘，没事儿，就是今天送货过去不小心被划了一下，已经处理过了，没多大事儿。吃过午饭，郭晴就来到了残园，看了下桑树。突然他突发奇想，对了呀，空间的农作物喝的是空间的水，生长的速度那么快，如果桑树也喝空间的水，是不是也会生长得很快啊？于是呢，郭晴便用意念取了些空间水过来，浇了10来棵桑树，他得先实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呢，他再大批量的浇灌。结果没想到第2天郭晴再过来看的时候，还真是让他惊喜不已，桑树竟然长出了新芽，虽然呢只是刚冒出了点尖尖，但是也很让郭晴惊喜不已了。郭晴兴高采烈地将剩余的桑树都浇了一遍空间的水，这一忙就是1下午。结果由于操劳过度，待忙完抬头的时候，眼前是一片的发黑。还好白浩一把将他扶住。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刚来，看你1下午都没回家，这天都黑了，孩子们找你，你没事吧？走吧，回家吧。2人回到家，便看到了一个打扮清秀的男子站在家门口，正欲敲门。杨松，爷，这位是夫人。迎松听到自家爷这么介绍这位姑娘，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但还是很礼貌的弯腰行礼，叫了一声夫人。进来吧。都处理好了吗？爷，那些尾巴都处理干净了，放心吧，魅影他们也都全身而退，都隐藏在这周围，皇长孙他们在这里也绝对安全。从今往后，这里没有王爷，没有将军，也没有皇长孙。是，迎松明白。开饭了。上桌吃饭吧，现在这个家里没这么多讲究。夫人，这是个什么菜呀？真的是太好吃了，酸酸辣辣的，还脆脆的，简直太开胃了，我都能吃2大碗米饭。这个叫酸辣土豆丝，喜欢吃你就多吃点，管够，不用着急，小心噎着。吃你的饭，哪来这么多废话？郭晴心里就想这是怎么了？吃枪药了？刚才不还好好的吗？然后就用眼神问了问迎松，迎松却后知后觉的耸耸肩，表示不知道，然后又大口大口的吃起饭来。迎松，吃完了赶紧收拾碗筷去，记得洗干净点。迎松一脸疑问的看着自家爷，又看了看郭晴，这是怎么了？怎么有意见？门口那块地看到没？那里长了不少的草，那就去把草拔干净，免得吃了肥，草比土豆长得还高。那里面种的可是你爱吃的土豆，正好你刚才吃的太多了，需要运动一下。没意见，没意见，我这就收拾碗筷去。郭晴看着2个大男人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也懒得参与。迎松洗碗他也可以偷懒一下，今天下午可把他给累坏了。现在他只想好好的洗个澡睡个觉。第2天一早，郭晴又早早的去送货去了。今天呢，他得跟张掌柜谈谈后面可否安排人上门取货。迎松却称有事要离开一会儿，
一会儿啊去明月楼找自家爷。几位客官，里面请。樊掌柜可在？在的。请问几位找樊掌柜有何事啊？去将你们樊掌柜叫来，我们有桩买卖想跟他谈谈。迎松说完就直接进了包厢。小二哥赶紧去找樊掌柜，谈生意的事儿他可不敢耽搁。这樊掌柜一听说有人找他谈生意，他也高兴不已。你这个老不休的，还想动我家夫人？我家夫人是随便能让人动的吗？也不照照镜子，自己几斤几两。待樊掌柜反应过来啊，这帮人不是来谈生意的，而是来找他麻烦，之后便扯着嗓子喊救命。樊掌柜这么一喊啊，他身边的不少暗卫立马就出现在了包间，跟迎松他们的人啊刚好对等。两帮人一见面啊，一句废话都没有，就直接干了起来。人数上虽然是对等，但迎松这边呢明显是占了上风。不多时啊，樊掌柜的人都被干趴了下来。记住了，以后别再想着打我家夫人的主意。我家夫人你惹不起，她研究出来的吃食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你前后几次让人伤了我家夫人，今天只是给你点教训，要你一只手就好了。再有下次，我就不敢保证你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迎松拍拍手，又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啊，带着魅影一众人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迎松来到了明月楼，郭晴他们呢正好办完事儿，三人呢便一起去买了点迎松平时用的生活用品跟青菜。买完东西啊，三人便直接回到了郭家村。下午时分，张掌柜接到伢子递给郭晴的消息，也不敢怠慢，知道是买铺子，晚了呢可能就没了，于是啊便安排店小二赶紧来给郭晴递消息。很快郭晴便赶去了县府衙，花了150两将之前看中的那个铺子给买了下来。现在铺子也有了，该安排二哥去收点粮食山货回来卖了。收粮食也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正好今天下午就是他一个人过来的，他就顺带将铺子呢打扫干净，从空间搬了不少白米跟白面。看着满满当当的仓库，郭晴的心情啊好得不得了，又多了个进账的买卖，能不高兴吗？这不一高兴啊，就干脆直接找到了铁牛哥，让他帮忙定做几个货架子。小妹，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做这么多好吃的。二哥猜对了，还真有喜事发生。先吃饭，边吃边跟你们说，一会儿菜凉了就不好吃了。今天我们以茶代酒，庆祝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铺面，我准备开店了。太好了，小妹，恭喜你！你不是在跟明月楼合作吗？怎么想起自己开铺子？怎么赚的钱还不够你花呀？你不懂，跟明月楼合作是合作关系，我自己买的铺子却是我自己的，意义不一样。赚的钱要养这么一大家子，你说够不够花？那你准备卖什么？粮食。卖粮食？你确定？确定啊，卖粮食。你有粮食的渠道吗？你懂这里面的深浅吗？你放心，我有渠道，因为我有个神头师傅，不需要我操心那么多，只需要管理好店铺里面的事宜就好了。至于同行的竞争，那就到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二哥，以后这个粮食店就交给你管理了，平时二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收点生货杂粮什么的，放店里一起卖就好了。让我管理？是的，你不去管理谁管理啊？我平时这儿忙忙那儿忙忙，一天就过去了，哪里有空守在店里？请别人我又不放心。那店名叫什么？想好了，就叫良心铺子。既然是粮食店，就应该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卖粮食的，而且粮食都是辛苦种出来的，所以用的粮食的粮，辛苦的辛，而且谐音良心。我是个有良心的老板。良心铺子。想着就将手中的茶一饮而尽。恭喜夫人。谢谢。亲丫头，看着你越来越好，爹娘为你高兴。一家人吃的是茶足饭饱，又是一夜的好眠。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转眼蚕宝宝也长大了，都陆续的开始节俭了。这段时间蚕呢被照顾得很好，节俭也快，差不多1个月之后，所有的蚕宝宝都节俭了。郭晴给工人放了几天假，后面呢等蚕节俭都结束了之后，来继续帮工收获蚕茧。晚上吃饭的时候，郭晴提议，明年呢优儿育儿都2岁多了，要不要送私塾念书啊？白浩称这事儿他自有打算，明天会找个先生回家教。一听说白浩要找个先生回家教育儿，郭晴又抬头看了看他这破房子。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这破房子年后真的要抓紧时间动工才行，到时候哪里够住啊？
你要建房子？你这不是废话吗？你看看我们家几个房间，有多少人住？明年你说要来个先生，还有月儿、优儿都长大了，咋的？你还要让他们跟我们睡一起吗？我说的我们不是我们，是你，就是我，就是跟我分开的。我不是说我们俩也睡一起。哎呀，不说了，吃饭。明年建新房子。而迎松呢，已经是憋笑憋得一脸通红了。而白浩心里啊也挺高兴的，他高兴的呢是他说我们睡一起，有点少儿不宜的画面感。不过白浩突然又像想到了什么似的，脸色又暗了下来。喂，你没事吧？我不叫魏，我有名字，要么叫浩，要么叫相公，2选1。选浩。把刚才问我的那句话，把那个魏改了，再问一遍。浩，你没事吧？结果却招来了2记沙眼。那个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月儿、优儿，今晚吃太多了，走，咱们散步去。二哥。小妹，你来了。二哥，最近生意怎么样？生意很不错，就是没空去收山货了。反正这时候的山货也不是很多。你一个人看店是有点忙不过来的，到时候我看看再安排个人过来，这样你也能轻松点。后面是需要找个靠谱点的来帮忙才行，或者找个靠谱点的去收山货、粮食也行。行。原本还想继续说下去的，却突然被门口一道身形瘦小、衣着破烂的身影给吸引了过去。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瘦小身影抬起头看着郭晴，心里在犹豫着要不要开口，他担心被拒绝。郭晴看着这个满眼含泪的人，心里便猜出了个七七八八，然后走进店里，拿了个小布袋装了一些白面，然后又来到了瘦小身影的跟前，笑着将手里的布袋就递了过去。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小姑娘不必如此，不过就是一点点白面而已，困难只是一时的，只要好好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恩人，如果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好。小姑娘再次谢过郭晴之后，便转身离开了。二哥，今天来了不少粮食，在马车上，你去搬一下。郭二哥将马车上的粮食都搬运进了仓库之后，郭晴便交代了郭二哥几句，便上街买需要的东西去了。将今天需要购买的宣纸买好之后，就直接回家了。秦丫头，今天又要自己去送货去啊？现在蚕都节俭了，可以暂时休息2天。今天去县里买点东西，就顺便把货送过去了。你这孩子就是闲不住，天天忙完外面还要忙家里，干嘛不买个丫鬟或者煮饭婆子回来？你也不用整天忙里忙外呀。王婶子说的，我也想过，不过就目前家里的房间不够住，买回来也是个麻烦。这建房子的事儿，最起码得年后才行。王婶子，我看不需要去买什么煮饭婆子，买什么丫鬟了，我眼前就有个现成的。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亲爱的王婶子，怎么样？我？对呀，王婶子，反正铁牛哥1个月才回来那么1-2次，就你跟王叔2人吃饭，干脆每天来帮我做饭，然后跟王叔2人一起都过来我这儿吃。我做饭倒是可以，就是怕做的没你好吃。再说了，也不用跟你王叔一起，我们自己做饭也方便的。吃饭人多热闹啊，不过就是多加2双筷子而已，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走，就从今天中午开始了。郭婶子也留下一起吃个便饭再回家。亲丫头啊，我就不留下来凑热闹了，家里都还等着我回家做饭呢。今天中午吃的呢也比较简单，就一个葱油拌面加一个荷包蛋。原本郭晴就已经打算好了的，郭晴便跟王婶子简单聊了一下工钱的事儿，每天就做中晚2顿饭，1个月半两银子。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郭晴将里3层外3层的包布打开，然后惊喜地发现，这是他之前照着百科全书里画出来的便携式弓枪。好，谢谢你，我还以为做不出来了，没想到做得这么完美，我太喜欢了。而白浩呢，却因为郭晴突如其来的拥抱愣住了。走，我带你去试试这弓枪的厉害。白浩被郭晴就这么一路牵着上了山。怎么了？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走，我们往里面走点，外面没什么野物。突然
草丛里突然传来了扑棱扑棱扇动翅膀的声音，接着就看到一只野鸡就飞了出来。郭晴立马拿起弓枪，对准飞动的野鸡就是一枪过去，箭无虚发，一枪就中。白浩也感到非常的意外，这个丫头啊，越来越是个谜了。就在白浩胡思乱想之际，郭晴又射杀了一只野鸡。这时候啊，山上野物是真的太多了，看着一堆野鸡还有几只野兔，郭晴自己都有点汗颜了。好像有点没控制住，抓的有点多哈。走吧，时候不早了，先回家吧。于是郭晴便收起了弓枪，与白浩一起将野鸡野兔都搬回家了。回到家，玉儿悠儿已经午睡起来了。爹娘坏蛋，去抓野兔也不带上玉儿。玉儿别生气了，娘也是临时决定的。那时候你跟悠儿都午睡了，娘就没叫你们。下次娘一定带上我们可爱的玉儿一起去。娘还有悠儿也要去。好，还有我们可爱的悠儿也一起。玉儿悠儿都去，咱们都去。两个孩子一听郭晴答应了，立马欢呼了起来。郭晴看着一堆野物，6只野鸡，4只兔子，其中有2只啊，郭晴当时只是射中了小腿。他是故意的，他想把这2只留给玉儿跟悠儿2个养着。剩下2只兔子呢，郭晴晚上准备用来做成红烧兔肉。另外还有6只野鸡，郭晴留下来1只用来炖土豆，给郭父郭母那一大家子送了3只过去，郭村长家2只。这次送野鸡附带土豆，郭晴也是为了提前宣传一下土豆的，这样明年他想让村民种植土豆也能多一个人帮忙说服村民啊。而且啊，正好送野鸡，郭晴趁机呢就跟郭村长提了一下购买荒地或者是荒山的事儿，随便什么地都行，只要能种土豆就行了。另外啊，还让郭婶子帮忙找15个做工心细的工人，只要女的，男的就不用了。郭村长一听说郭晴又要买地了，最好呢是一座山更好，这样方便管理。郭村长直接就告知郭晴，残园旁边的2座山地都没有主人，不过呢比之前残园的山地要大一点，让晴丫头有时间自己去看看，选好了他就带她去县府衙办理地契就好了。村长说不用去看了，既然2座山地都没主人，我也省得后期又跑来跑去，直接2座山地都买了吧，我也方便管理。今年买了，开了荒，说不定还能赶上种一季冬小麦。行，那明天咱们就走一趟县衙门。第2天，郭晴便跟着郭村长一起来到了县府衙，将残园旁边的2座山头都买了下来。山头买回来了，又要开始准备请人开荒了。第2天，郭婶子帮忙叫的工人都准时的来了残园。郭晴呢就跟工人提前都说好了，工人分拣蚕茧的时候呢是20文一天，后面蚕茧加工需要耐心细心，做得好的到时候会加到30文一天，做得不好的就换人了，1月1结，最后做完的时候做了多少天就算多少天。工人都很乐意啊，因为差不多啊能有1两银子1个月了。忙忙碌碌了好些天了，郭晴终于是见到了竣工的蚕丝被，轻轻柔柔的。现在天气不算冷，做的呢是2斤的蚕丝被，今晚啊她就可以试试了。晴丫头啊，这么轻飘飘的被子能保暖吗？郭婶子，你别小看这一张轻飘飘的蚕丝被，蚕丝被从养蚕到初剪再到加工，你们都是见证者，耗时耗力，如果不保暖，我会这么做吗？在座的每个婶子想想也都赞同的点了点头。晴丫头啊，像这么好的被子是不是卖得很贵呀？蚕丝制品我是准备走高端路线的，卖给有钱人，所以相对会比较贵，不过只要各位婶子好好做，也是有机会买得起的。大家听郭晴这么一说也大致懂了，这肯定是不便宜了，不过这也没关系，只要有事做有工钱拿也是不错的。不过啊，就是总有那么些眼红的人。卖这么贵，给我们的工钱就开这么低。婶子怎么了？有什么意见可以大声说出来，我不喜欢有人在下面嘀嘀咕咕。你蚕丝被卖那么贵，给我们的工钱才这么点儿，钱都你一个人赚去了，凭什么？凭什么？婶子是觉得我把蚕丝被卖那么贵，给你们工钱低，你觉得不公平是吧？凭什么是吧？没错。婶子，你说觉得不公平，凭什么？那你自己怎么不去做这蚕丝生意？就算这生意给你做，你做得来吗？你懂怎么养蚕吗？你懂怎么制作蚕丝制品吗？你有足够的资金做前期的投入吗？买山地，买桑树，买蚕，建蚕园，前前后后这7座大蚕园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吧？还有买这些加工工具，
包括请你们做工的工钱，1个月几10两，哪一样不是我自己前期垫的银子？这前后上万两的投入，哪一样不需要钱去推动？现在蚕丝被是制作出来了，可还是没有正式对外销售，我还需要寻找销售渠道，卖得出去我还有机会回本，如果卖不出去，我前期的投入就全部打水漂了。这上万两的投入也是我的心血，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需要承担的这些风险你们知道吗？你们只管每月拿固定收入，而我不管赚不赚，你们的工钱我1分不会少你们的。这样婶子可还觉得不公平？这样婶子觉得是凭什么？当然，婶子如果要是还觉得不公平，觉得30文1天太少了，我并不强求你留下，你随时可以走的。你的工钱我1分也不会少你的。对不起啊，秦丫头，婶子不懂，目光短浅了，你别当回事儿。婶子就是一时糊涂才说的这些胡话的，你可千万别放心上。婶子明白就好，我也是第一次做生意，有什么不对的，婶子们可以指出来。工钱方面，只要你们好好干，我也不会亏待大家的。如果蚕丝被能大卖，我给大家发奖金。一听说发奖金，大家都欢呼不已。哎呦，好了好了，想要奖金啊，大家就好好干，争取在天冷之前多赶制一些蚕丝被出来，别到时候不够卖了，搞得手忙脚乱的。而站在某个角落的某个人却看得入了迷。一开始啊，还以为这丫头会被那婶子刁难住，没想到这丫头如今这嘴上功夫啊，说起大道理来是毫不逊色，一通一通的，都没有办法让人反驳。某人的嘴角也跟着上扬，然后悄悄退场。其实啊，现在蚕丝被已经成功了，郭晴要想办法找到销售渠道才行。最好的是能有皇城那边的渠道，明月楼那么多分店，大东家应该身份不简单。改天啊，问问张掌柜看看有没有渠道。还说改天呢，结果第2天啊，郭晴就迫不及待地拿了一张蚕丝被去找张掌柜去了。白浩知道他要去找张掌柜谈事儿，是有关于蚕丝被的事儿，便也跟着一起去了。不过再到明月楼进包厢的时候，白浩却称去买点东西要先行离开一会儿。白浩离开后，张掌柜也称有事，让郭晴稍等一会儿。两人呢就这么前后脚的离开。郭晴也没有多想，自己直接就进入包间等候。大东家，你这是有什么事情需要安排给我吗？今天夫人来找你是因为蚕丝被的事，她在找销售渠道，到时候你直接答应便是，让她直接将蚕丝被交给你即可。夫人，蚕丝被，晴儿她的新生意。而白浩这家伙呢，又恢复了以往那惜字如金的模样了，多一个字都没有。得亏这张掌柜啊，跟白浩这么多年，了解这家伙了，简单一捋就明白了。怎么，张掌柜有疑问？哦，没有，只是这蚕丝被是什么东西啊？是夫人的新生意，被子，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等他把货交给你，你交给景云，让他卖到皇城去。那要是二东家问起，不要让他知道我在这儿，其他的你看着办。还有，暂时不要让夫人知道我和明月楼的关系。另外，叫人帮忙去买份点都铺的点心。是。张掌柜应下，转身就退了出去。不多时，又来到了郭晴的包厢。晴丫头，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不碍，反正今日没什么可忙的，正好可以好好品品咱们酒楼的茶。晴丫头，今天可是又有什么好吃食了？新吃食没有，不过新生意倒是有一桩，就是不知道张掌柜感不感兴趣。哦，晴丫头说说看是什么新生意啊？郭晴指了指桌上的包裹，然后打开来，示意张掌柜上前一看。这个是蚕丝被，保暖效果胜过棉被，而且轻柔，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大大提高了睡眠质量。那晴丫头打算怎么卖呢？这个蚕丝被也分重量大小，为了方便，我均以重量为准，10两银子1斤。你手上的蚕丝被是2斤的，售价20两，上面有一张标签，标签上有重量及大小的，另外还有4、5、6、7、8斤的，不过也可以自己决定重量，怕冷的你可以做10斤的都没问题。总之1斤蚕丝10两银子即可。好，这种蚕丝被你有多少都交给我处理吧。目前没有，还在赶制当中。今年第1年养的蚕数量不多，最多能做出600到700张的蚕丝被不等。因为每张重量不一样，目前具体的没法估算，只能有个大概的量。而且目前人手也不多，还不够熟练，差不多需要20天左右才能做完。到时候天气开始转冷，
正好是个好时机。好，行，争取能够加快速度，到时候运输途中也需要时间啊。可以问一下，张掌柜准备运哪里销售吗？晴丫头，你觉得哪个地方的有钱人最多呢？皇城。张掌柜是呵呵一笑，表示默认。今天带过来的蚕丝被啊，被郭晴作为答谢送给了张掌柜。张掌柜啊，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你忙不过来了，想帮忙的。好了，你不用一个劲儿道歉，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要是实在想帮忙，帮我招呼客人就好了。二哥，这是……小妹，你来了，妹夫也来了。恩人，大恩人，求求您收留我吧！我会帮忙看店，招呼客人。姑娘有什么事，咱们站着好好说，别动不动就下跪。郭二哥见状，将小妹啊就拉至一边。这姑娘就是那天你送明面给她的那位。之前家里有个病重的爷爷，这姑娘也是个孝顺的，为了给爷爷治病，到处想办法做小工。别看她瘦瘦小小的，实际上比你还大2岁呢，那是因为饿的，怪可怜的。然后呢？那天你送明面给他，他回去让他爷爷好好吃了一顿，然后他爷爷就走了。现在他这个世上没有亲人了，想到那天对他的恩情，他就跑了过来找你报恩来了。郭晴听完啊，算是明白了过来。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我叫王丫丫，今年17岁了。那你识数吗？识。小时候我爷爷教过我识数也会算数。好，那你可以留下来试试。第1个月给你800文，1个月之后做得好，你便留下，工钱就涨到1两银子1个月。以后做得越好，工钱自然越高。如果做得不好，你懂的。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记住，以后不许动不动就下跪。还有，我比你小，你也不用一口一个恩人的叫，直接跟我二哥一起叫我小妹就好了。另外，我既然比你小，那我就叫你丫丫姐吧。不，这个使不得，你怎么能叫我姐姐呢？怎么使不得啊？你比我大，你这也不是卖身给我了，我叫你丫丫姐很正常吧？你是东家，你怎么能这么叫我？我受不起的。那就叫你丫丫，这样总可以吧？可以，谢谢小妹。走，你身上这衣服不太适合接待客人，我带你去买一套干净的衣服，这样看起来也精神。王丫丫原本想拒绝的，想想小妹也说的没有错，最后啊，只好点点头，跟着郭晴逛街去了。郭晴将白浩扔在了铺子，说2个姑娘逛街，一个大男人跟着像什么样？最后呢，2个姑娘家就一起逛街，给丫丫在成品铺子买了2套衣服，给郭二哥跟白浩2人呢也一人买了1套。买完衣服，丫丫死活都不愿意再逛下去了，就怕郭晴啊给她买这买那的。2人就这样买好衣服就回铺子里了。二哥，刚买衣服的时候看到这套衣服很适合你，给你买了，到时候你试试看。咋又给我买衣服，又乱花钱？我有衣服穿，之前买了那么多布，娘给我做了2身，都够穿了。郭晴笑了笑，转身看了看白浩，就看到白浩有点吃味的样子，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的。放心，你也有范儿。白浩听到他也有范儿，心里就舒服多了。你自己有没有买？我衣服太多了，不需要买。再说很快天气变冷了，到时候再做新衣服穿。白浩没说话，结果啊，在离开铺子之后，他却将马车直接赶往了成品铺子。这是要干嘛？买衣服，把这套衣服拿下来给我夫人试试。好的，您稍等。还不错，终于算是可以见人了。说什么呢？夸我美就夸我美，什么叫终于可以见人了？我以前是见不得人吗？我天天见的你不是人吗？不是人，那可能是猪。行，我是猪，你是猪夫人。现在不跟你计较，回家再收拾你。就这件了，不用换下来，直接穿着吧。没洗，我穿着不习惯，还是换下来，回家洗洗再穿。白浩没说话，直接付钱去了。郭晴回到试衣间，换回自己之前穿的衣服。小二哥呢，帮忙将刚买的衣服打包好，2人就准备着打道回府。自这一次买衣服事件之后，郭晴与白浩似乎又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关系。很快啊，20多天就在郭晴忙碌着蚕丝被中度过了。没想到最后制作出来1300多张蚕丝被，这让郭晴惊喜不已。张掌柜来到蚕园，看着一库房的蚕丝被，是感叹不已。郭晴让张掌柜运走了1200张，剩下的他还有用途。运走蚕丝被的时候，
张掌柜啊就直接与郭晴将蚕丝被的账给结算了。张掌柜不用这么着急结算的，等到时候卖完之后咱们再结算也不迟。钱货两清，这是咱们做生意的基本原则。这货既然我拿走了，自然是需要结账的。至于卖不卖得出去，怎么卖，那就是我的事了。既然张掌柜都这么说了，郭晴也不好再说些什么了，便与张掌柜将蚕丝被的账给结了，不多不少，刚好5万两。今晚吃大餐，好好庆祝。娘亲，那咱们吃什么好吃的？是啊，夫人准备做什么好吃的？是不是又有新吃食了？秘密。娘亲，你就说嘛，是什么好吃的？需不需要幼儿帮忙？现在说出来就不好玩了，等娘亲做出来，不是更惊喜？好啦，你跟哥哥先去玩会儿，娘亲先忙会儿，一会儿去准备今晚的大餐。浩，交给你跟迎松一个任务。夫人，什么任务？你跟浩去山上抓只羊回来处理好，我去给工人结算工钱。是，遵命，保证完成任务。好啦，婶子们都到齐了吧？互相看看还有没有没到的。啊，都到齐了。行，都到齐了，就都安静下来听我说。这次裁员的事多亏各位婶子了，还有几位叔伯，大家都辛苦了。我说过，只要大家好好做事，并不会亏待大家。这次蚕丝被能赶在天冷之前都制作出来，也多亏了婶子们日夜操劳。原本大家工时没有1整个月的，但是这一次大家工钱我都给按1整月结算，另外每人再奖励1两银子作为奖金，也就是说每个人可以领取2两银子。现在大家都排好队，不用着急，一个一个按手印领取就好了，一个都不会少，所以都不要着急啊。郭晴一说完，前面的婶子们就沸腾了，在蚕园做了20多天，1个月都不到，直接领取了1个月的工钱，而且还多奖励了1两银子，谁会不高兴，谁会不欢呼呢？婶子们是开开心心的领完银子就回家了。亲丫头啊，明年我们还能继续帮你干活不？肯定能啊，你们都是我第一批培养出来的，明年裁员还需要不少人手，你们到时候就是师傅级别了，可别给我掉链子呀。嗨，你就放心吧，都是干活的好手，肯定能帮你把蚕园啊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哎，对了，明年什么时候开工，早点通知我们啊。现在天冷了，蚕宝宝没那么快出来，明年开春天气转暖了，就差不多要着手准备了，到时候我会提前通知你们的。啊，行，那你先忙啊。郭婶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结完工钱，郭晴就开始着手准备今晚的美食调料。之前他就抽空制作了点啤酒跟甜米酒，但是不多，因为是第一次做，只是参考空间里的百科全书里的方法做的，所以啊也不敢做太多了，先试试水，成功了下次就多做点。正准备着，白浩他们就回来了，结果回来的还多了1只野猪。郭晴让他们赶紧将羊宰杀好去皮，郭晴负责腌，野猪呢就先放着，晚点有空再弄。忙忙碌碌的天就黑下来了，郭晴腌的羊肉啊也可以上架开始烤了。不多时，烤羊肉的香味就弥漫了半个郭家村。哇，好香啊！2只小馋猫，饿了就先吃个烤土豆垫补一下，羊肉还要再等等。娘，这个土豆还可以烤来吃，真好吃。土豆吃法很多，以后娘慢慢做给你们吃。只可惜没有地瓜，地瓜烤出来更好吃，更甜更香。娘，什么是地瓜？地瓜也是跟土豆一样长在地里面的。地瓜红色的皮熟了之后是粉粉的，黄色的皮熟了之后是甜甜的。娘，那咱们家有吗？咱们家没有，咱们大中原国都没有。那咱们大中原国都没有，那娘你是怎么知道这红薯的？娘亲的师傅啊，不知道在山上哪里弄到的，所以娘亲吃过呀。后来叫师傅去找这个红薯，发现没有了。以后要是有找到，娘留给月儿、优儿，让你们都尝尝。娘亲最好了。好啦，烤全羊可以了，咱们开吃吧。这次烤全羊啊，大家都是酒足饭饱。白浩呢，便先让他们先上床睡觉去了。其实啊，郭晴的酒量也不行，几杯啤酒下肚之后，也有点醉了。走起路来啊，都有点东倒西歪的，说话也语无伦次了。郭晴看着眼前帅气的白浩，醉眼朦胧的盯着他傻笑。你笑什么？
我开心，白捡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老公？啊，老公就是相公的意思。我们那边结了婚之后都是叫老公。你们那边？对啊，我们那边。你们那边是哪里啊？21世纪的中国，你肯定不知道，因为它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属于未来。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那你是谁？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在21世纪，我是个孤儿，但是我却是一名人民警察，你知道吗？我枪法可准了，一枪一个准，绝无虚发。我还是一名狙击手，几千米的范围内，我都可以直接射杀。这些都是我师傅教的。可是，一次出任务的时候，我掉下了悬崖，醒来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在这里，我拥有了爱我疼我的父母，还有我的二哥，还结了婚，老公还这么帅，还有2个可爱的孩子，还赚了很多很多的银子，我觉得超幸福。可是有时候我却很害怕，我怕我一醒来，我还是个没人爱、没人疼的孤儿，我害怕失去这里的一切。原来他来自未来，怪不得他懂了那么多呢，会做那么多好的吃食，会养蚕制作蚕丝被，会画弓枪用弓枪。原来他曾经是个神枪手。看着他这么伤心，他的心也疼了。以后不管他是谁，他来自哪里，他都是他的夫人，他永远的夫人，今生唯一的夫人。白浩轻轻地将郭晴拥入了怀里，轻轻地拭去了他脸上的泪水，最后却是控制不住的轻轻地吻上了那一片手软。第2天一早，流氓，臭流氓！说，你为什么会在我房间？你对我做了什么？你是我夫人，我对你做什么好像也是正常的吧？你这臭流氓，你不是说不强求我的吗？你真的对昨晚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昨晚我喝的有点多，一开始我好像什么？没什么，昨晚的事我不记得了，你最好是没有对我做什么，不然我能对你做什么？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整整齐齐的就知道我昨晚啥也没干，倒是你。我怎么了？你看看我，你把我打成啥样了？对不起嘛，我又不是故意的。杨松，昨晚你吃的太多了，早餐就别吃了，赶紧去处理野猪，处理不完的话，中午饭也省了。爷，不带这么玩的呀。结果白浩一记白眼过去，去，我这就去。这迎松被白浩罚的处理野猪，而这野猪呢还不小，怕是得有小400斤了。郭晴便直接用来做腊肉了。娘亲，这腊肉是不是可以吃了？那今天上午优儿帮娘亲捡土豆，中午娘亲就给优儿做蒜苗炒腊肉，好不好？娘亲最好了。吃过早饭后，一家人便开始挖土豆了。没想到的是，这土豆可大丰收啊，跟空间比起来也没差多少。哎，秦丫头这个土豆你种了多少啊？郭婶子，这个土豆我也是第1年种，就种了这1亩地，不过产量挺高了，这怕是能收获5、6千斤左右。不过应该也跟我施残粪便肥料有关，一般正常的管理好的能收获3000到4000斤的样子。那产量也不低啊，3000到4000斤呢，这可比水稻的产量强太多了。要是大家都能种上这个土豆的话，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是的，郭婶子，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年我这土豆，我准备都预留出种子。我当初种植的时候用的是200斤的种子，种了1亩地。今年如果村民们也想种植，每家可以到我家购买，一家限购100斤，5文钱1斤。到时候收获的时候也能有1、2千斤左右了，就可以种更多的地了。真的吗？是的，婶子，这土豆正常的1年可以种2季。1年可以种2季呢？是的，土豆跟水稻不一样的，而且在土地里生长果实比在空气中生长有优势，所以可以种2季。1年3月左右种，7月左右收，8月左右种，11月左右收。那就太好了。我先替大家先谢谢你了啊，心情好了起来，干活就更有劲儿了。咸鸭蛋、皮蛋制作完之后，又帮郭晴一起收获土豆，
一上午过去了，土豆呢还没有完全挖完，剩下的留着下午来挖吧。郭婶子回到家，高兴的就把这件事儿跟他家老头郭村长说来听了。好，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秦丫头真是我们郭家村的福星啊！吃完饭，郭村长就忍不住的召集村民开会了，将土豆这个大好的消息告知大家，也跟大家说了，如果想种植的话，都可以去秦丫头家里购买土豆种子，每家限购100斤，1斤5文钱。郭村长，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难不成我还能骗你们不成啊？今天上午我在秦丫头家里做工的时候，就看到她在挖那个土豆，这一锄头下去真的是出来很多的土豆，个儿还大。这土豆我也吃过，味道很好的，做法有很多。我说那些不信的人，下午去秦丫头的地里看看不就清楚了吗？在这里争论个什么劲儿啊？这一听郭胖子的提醒大家都纷纷点头，觉得有道理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没想到这土豆这么神奇，还真的是高产量。小妹，这就是之前我们一起种下去的那土豆吗？是啊，就是之前我们一起种下去的土豆。小妹，锄头给我，让我来挖。那你小心点，不要挖坏了，这些现在可都是宝贝，村民们到时候都等着他们当种粮了。晓得了。秦丫头，听说你发现的这个土豆1年可以种2季，这产量也高，你可真是老百姓的福星啊！哪里，这个土豆也不是我发现的，是咱们隔壁村李村长发现的，我只是机缘巧合遇见了而已。今年大家如果想种植的，就来找我买种，一家限购100斤，5文钱1斤，100斤能种个半亩地，施肥施得好，保守估计可以收获1500斤左右。那这么算下来，1年的产量可不少啊！到时候多的咱们还可以拿去县里卖银钱呢。各位叔伯，我原本是打算明年开个土豆粉加工坊的，可能需要不少土豆，到时候各位叔伯家里的土豆有多的想卖的，都可以卖给我。现在我卖给你们是5文钱1斤，以后回收大家的土豆也是同等的价格，所以大家也不吃亏。喂，秦丫头，残垣旁边那2座山头底下再建的就是土豆粉加工坊吗？是的。秦丫头，这土豆粉是什么东西啊？土豆粉就是用土豆加工出来的，一种是粉末跟面粉那样的，一种是细细长长的粉条。也可以吃的吗？土豆加工出来的土豆粉当然可以吃啊，这个一样可以制作各种好吃的吃食。秦丫头，你这也太能干了。郭晴不好意思的笑笑，继续干活了，抓紧时间收获完。1亩地的土豆花了1天的时间就全部收获回家了。到了晚上，大家都入睡了之后，郭晴闪身就进了空间。文小大，我来了。主人，你来了，有什么喜事吗？看你那么开心。是啊，空间外的土豆丰收了，大丰收，能不开心吗？土豆，主人，你现在应该都不缺土豆了吧？空间库房多的是呀。这不一样，空间的粮食可以靠1年种植收割，而且这段时间基本都是你在管理，成长速度也快。空间外的真的就是靠自己一双手一个一个种下去，再施肥，然后静候4个月之后再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这个叫有成就感，懂不？切，主人，这段时间你每次进来的时候粮食我都收割了，这一次你来的正好，粮食都可以收割，那就交给你了，我休息一会儿。行吧，我来收割吧。之后便开始使用意念收割粮食了，一口气就将3亩地的粮食收割完。萌小蛋升级成功，目前等级10级，开启9号储物柜，获得物品萌小蛋新技能提升完1枚，提升技能之后可自由出入空间，但此次提升萌小蛋需休眠7天进行技能提升。哦耶，我又可以提升技能了。萌小蛋，你这都10级了，那你什么时候升到9级的？主人，还10级，如果你要是帮忙多做做任务，我可能都不止10级了。你想想，自从你忙着蚕丝被的事情，你每次进空间待的时间都不超过小半炷香。这1个月来，你做的任务总共就7次，你还好意思问？哼！好啦，小蛋蛋就不要生气了嘛，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最近家里人口多，我进出空间也不是很方便，这不是为了不让人发现才这样的吗？以后我一定多注意。好吧，这次就原谅你了，你自己去查看8号储物柜物品吧。
你应该会很喜欢的。我就先去休眠提升级技能去了。我休眠的时候，你记得进来做任务啊。另外，不要来打扰我，会影响我提升速度的。去吧去吧，赶紧去好好休眠，我等你啊。记得做任务啊。行了，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去提升技能吧，像个啰嗦老太婆似的。这萌小蛋一走，郭晴瞬间就觉得清静了。然后呢，来到1楼查看8号储物柜。8号储物柜的物品：洗洁精、肥皂、面膜、护肤品。看到这些物品，郭晴是激动不已。面膜、护肤品，这可都是好东西啊！这一世啊，有钱都买不到这些东西。这傻笑完之后啊，便直接在空间用肥皂洗了个澡，还敷了个面膜，涂了心爱的护肤品。第二天，没想到啊，就下起了大雨。这11月的天，一下雨便开始转凉了。没暖气，没空调，连个炭火也没有，也不晓得这个冬天会不会把我冻死。木炭这种东西啊，在这一世卖的还挺贵的，而且贵不说，还很难买得到，得有关系才行。所以呢，基本都是有钱人家才舍得买来取暖。下次让张掌柜弄点木炭回来吧。白浩这么一提醒，郭晴也觉得呀，这个主意不错。张掌柜一酒楼的掌柜，接触各种生意人就不说了，后面的大东家啊，应该也能弄到木炭，只能等天晴了再去找张掌柜说这件事儿了。结果这雨一下就下了4天，待到天晴之后，郭晴呢便一人拉上腊肉跟调料前往明月楼去了。张掌柜，这几天生意可好？店里的生意一向都很好，只是之前这蚕丝被……蚕丝被怎么了？我们上楼说吧。张掌柜有什么话不妨直说吧。蚕丝被怎么样了？这个，我将蚕丝被交于明月楼的二东家，他是皇城中人。现如今蚕丝被在皇城大卖，且售价50两一斤。50两一斤？是的，50两一斤。即便价格如此昂贵，可这成蝶蚕丝铺开业3天，蚕丝被就被抢购一空了。3天就抢完了？是啊，3天不到就抢完了。很多没买到的客人都在问什么时候再有货呢？这二东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货，便称可以提前预定，到货后通知大家来取，可以根据自己的重量要求预定。这个是二东家托人带过来的预订单，一共是2300张的蚕丝被，重量不等。郭晴接过册子，打开呢，大概看了一眼。好家伙，这才多久啊，订单就这么多了？这要是再等一段时间的话，那不得1整年的订单都不用愁了？想到这儿，郭晴又想到了银子，看到好多好多的银子啊。结果呢，他这边想到银子了，张掌柜那边也想到了银子，便又从袖口里掏出了一叠银票，递给了郭晴。这个是二东家让我转交给你的，说是卖蚕丝被的。卖蚕丝被的银子不是已经给了吗？二东家说蚕丝被是你发现的，而且也是你制作出来的，他只不过是处理运输了一下而已。以后运往皇城的蚕丝制品五五分成，不能让你吃亏了去啊。这银子我不能要，当初说好我收10两银子一斤，至于卖多少那都是你们的事。这个二东家说了，这银子你要是不收下，以后就不好意思再跟你合作了。行吧，那你替我谢谢你们二东家，有机会请他上门做客，做好吃食招待他。好，没问题。另外今天你带来的那个菜是什么菜啊？闻着挺香的。那个是我最近做的一种新菜，叫腊肉。今天带过来的是野猪肉熏的，味道不比家猪的差。食谱刚才我已经给到厨房师傅们了，至于价格你看着自行决定就好。我提供的材料也不贵，1两银子1斤的腊肉。不过这么个腊肉目前不多，今天带过来的也就200斤左右，下次的腊肉要等半个月之后。这个腊肉做起来也比较费时费事，但是吃起来却很香。行，那我赶紧下去吩咐一下，今天便可以推出腊肉这个新菜。对了，张掌柜，我差点把今天过来找你的正事给忘了，你有没有渠道买得到木炭？你要买木炭？是的，我买。我这不是太怕冷了，想买点木炭取暖。行，那我帮你问问。2个人呢便下楼去了，来到1楼，正好就遇见陆知县之子陆文轩过来预定位置。中午啊，与同窗一起谈些事情，而正好呢，他的同窗好友家啊，便是制作木炭的。陆公子好啊，陆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张掌柜。说着，2人便来到了站在一旁的郭晴身边。陆公子好，小女子郭晴冒昧打扰了。秦姑娘。陆公子，这位是我们酒楼的邵东家，邵东家有事想请陆公子帮个忙。
我一直以为明月楼的新少东家是位男子，没曾想到却是位姑娘。早就听说了，明月楼近几月来推出的新吃食均与新来的少东家有关。今日有幸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哪里，陆公子见笑了，不过就是一些家常菜而已。能做出这么美味的家常菜，那也是非常优秀的。陆公子过奖了，今日找陆公子，想请陆公子帮个忙。小女子想要购买一些木炭，听闻陆公子有渠道买得到。秦姑娘需要购买多少？不知可否问一下，今年的木炭价格如何？今年的木炭价格与去年的一般无二，次等木炭是20文一斤，这种木炭不建议秦姑娘购买，烧起来满屋子的烟。普通木炭呢，50文一斤，会有些许呛鼻。金丝木炭100文一斤，金丝木炭耐烧无异味，一般家里条件比较好的都会选择金丝木炭。啊，这时候的木炭这么贵的吗？过到上一世的时候啊，木炭才几毛钱一斤，啊，这简直就没法比啊！1000斤金丝木炭可以弄得到吗？1000斤没问题，秦姑娘什么时候要，我叫人送过来。我随时都有空，陆公子到时候直接派人送到郭家村就行了。然后呢，从袖口啊拿出了100两银子，就递给了陆公子。秦姑娘不必这么着急付钱，等木炭送过去，秦姑娘验收之后再付款也不迟。行，收到货的时候给也行，那就谢过陆公子了。客气了，下次上新的吃食别忘了我就行。好，也无需下次了。刚才看陆公子在预定包间，中午是在这儿有宴会吧？正好今天我也带了新菜过来，中午就烦请陆公子帮忙品尝一下，提点建议。提点建议就算了，我负责多吃点就行，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好吃食。暂时保密，到时你过来就知道了。行，那就这么说定了。然后啊，两人便互相拜别。郭晴离开明月楼，便赶着马车往良心铺子走去。来到良心铺子，郭晴让郭二哥将马车上的粮食都搬下来。小妹，你来了。丫丫姐，这段时间可还适应？适应了。不是说了吗？让你直接叫丫丫就好了吗？你看，你又叫丫丫姐了，我哪里受得起啊？不过就是一个称呼，哪有什么受得起受不起的？丫丫姐别那么在意。行了，你开心就好了。不多时，二哥便将马车内的粮食啊都搬进了仓库，然后就见王丫丫一边替二哥倒水喝。累不累啊？不累。小妹最近家里可还好？家里一切安好，你就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小妹慢走。你们俩好好的，有什么事回家找我。先来到了铁匠铺，让铁匠打一口锅。老板，这样式的锅你一般多久可以搞定啊？这种锅比较奇特，你3天之后来拿吧。郭晴又让老板打了500个一头大一头小的 S 型的大钩子，他用来熏腊肉的时候挂腊肉用的。这边搞定了之后，郭晴又跑去市场买了2头宰杀好的猪，直接啊猪下水也都要了。买完这些东西啊，郭晴便回家了。然后一下午呢，就处理他买回来的猪肉、猪下水。因为买的多，王婶子、郭婶子、郭母都被郭晴叫来帮忙一起了。陆公子，请喝茶。今天真是辛苦你了，麻烦你还特地跑一趟。不辛苦，也不麻烦。本来也是要来感谢你那天赠送的新菜蒜苗炒腊肉，味道是真心的好，到现在我都还感觉意犹未尽，太香，太好吃了。既然陆公子喜欢吃，那今天中午就留下来吃个便饭。正好家里还有点腊肉。没有了，家里腊肉吃完了。家里不是还有吗？什么时候吃完了？吃完了，刚吃完的。改天吧，今天中午我跟同窗已经约好了，也不好爽约，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再约。行，那我们改日再约。改日也没空。不好意思啊，让陆公子见笑了。陆某就不打扰二位了，告辞。送走了陆文轩，郭晴气呼呼的斜眼看着白浩说道：你干嘛？今天吃错药了？幼不幼稚啊？那是我朋友，人家辛苦帮我解决木炭的事。你倒好，作为男主人不好好待客，还把人家都吓跑了。好啦，这下你满意啦？而白浩呢，挨批之后啊是没有一点的内疚，反而正在傻笑呢。就因为郭晴那句作为男主人。这时啊，蒙小蛋从空间里出来，他悄悄地飞到了主人的后面，然后呢就轻轻啄了一下郭晴的背，又立马藏身起来。蒙小蛋，你够了啊！主人，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我猜的。
你休眠7天，今天已经第7天了，你该出来了。哼，不好玩，本来还想给主人一个惊喜呢。好啦好啦，萌小蛋别生气啦，你现在可以自由出入空间，那你需不需要进食啊？肯定要的，出空间之后我就会肚子饿，肚子饿就要吃好吃的，主人给我做好吃的。好好好，你乖乖的自己玩去，我做饭。然后啊，萌小蛋就飞出了厨房，结果就遇到了玉儿跟优儿。哥，你看，好漂亮的小鸟，好可爱。而萌小蛋一看到优儿，也被优儿那可可爱爱的小脸蛋儿给吸引住了。哥，你看，它缩起翅膀的时候，好像个蛋，萌萌的，好可爱。娘，我们家飞来了一只好可爱的鸟，我们可以养吗？它愿意待在我们家，我们就养着，你看怎么样？好。你愿意留在我们家吗？结果萌小蛋发出了叽叽2声，像是在说愿意。哥，你看，他愿意留在我们家，他愿意。那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好。有了。哥，你看他萌萌的，像个小鸭蛋，我们就叫他萌小蛋，好不好？萌小蛋，好，以后你就叫萌小蛋了。萌小蛋高兴地盘在了玉儿幼儿的上空，欢快地飞着，跟他主人起的名字竟然是一模一样。时间就这么一天天的过着，转眼郭晴穿越过来也有半年了。很快年30这天就到了，这是郭晴穿越过来之后啊第1个年。这时候过年呢，不比他上一世那么热闹。年30大家又是吃饱喝足，不过这一次啊，郭晴悠着点了，没有把自己喝醉。而这一世过年呢，也是需要串门子走亲戚的。不过年初1，郭晴哪儿都没去，就在家接待他残垣的工人来拜年了。年初2就带着家人回了娘家。年初3，郭晴原本打算是去县里给张掌柜拜个年的，结果白浩称不用急，先等等。没想到啊，竟等到了张掌柜跟陆公子的到来。那年初4啊，就迎来了今年的第1场大雪。一大早的，郭晴一开门便看到到处是白蒙蒙的一片。哎呀，这怕是昨晚下了一晚吧，好厚好厚的雪啊！得亏池霞这破房子修补过了，不然这雪肯定把这房子压塌了不可。刚才想着会不会把房子压塌了，就看到郭父急冲冲的往他这儿赶来。爹，下这么大雪，你这么着急跑来，可是有什么急事？这雪下得太大了，刚才村里有户人家房子被压塌了，我这不是担心你房子，所以赶紧过来看看吗？房子压塌了，那人有没有事？正好是早上都起床了，那房子塌的时候还好没人，所以人没事，这可真是万幸了。人没事就好，房子再建就好了。我这儿爹你也不用担心，之前建财园的时候找人修补过，扛过今年应该没问题。你们那儿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们那也还好，就是那个房子塌了的村民，这大过年的一时半会儿也修补不了房子，正在愁没地方住呢。是啊，这大过年的也是挺难的。晴丫头，晴丫头。哎，村长叔，有事吗？这不是村里那郭瘸子家的房子一大早被大雪压塌了吗？这一时半会儿的也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我就在想，你那粉园现在不是还空着吗？就说想先借用一下，到时候等过了年，他们找人把房子修补好就搬走好了。可以啊，你让他们收拾收拾搬去粉园先住着吧，等过完年修好房子再搬走就好了。晴丫头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善良的孩子，我们郭家村有你，真是大家的福气啊。好了，村长叔，不过就是借住一下，看你把我夸的，等下我都要骄傲了。你赶紧去通知他们收拾收拾搬过去吧，这么大的雪，等下再冻出个好歹来就更加麻烦了。经郭晴这么提醒啊，郭村长赶紧放下茶杯去通知村民去了。好孩子。爹，你也赶紧回去吧，外面冷，没啥事儿别老往外跑，我这边你不用担心，不是还有你女婿在吗？那就放心吧。行，没事就好，那我就回去了，你有什么事就喊我。好，不用惦记这里，回到家记得烧着炭火，别冻着自己。咱们家现在条件好了，你就不要委屈自己，知道不？家里炭火还有吧？有，还多着呢。
这天气这么冷，你就放心吧，炭火都烧着的。我走了，你也别出来送了，外面太冷了。郭晴看着老父亲的背影，真好，这就是父爱，上辈子没有体验过，这辈子父爱母爱一样都不缺。送走父亲，郭晴拿了粉圆的钥匙准备去开门。开了门，郭瘸子一家正好整理东西过来了。晴丫头，你是个好人呐，谢谢你借给我们这么好的住处。郭叔，这没多大点事儿，粉圆现在连土豆都还没种下去，这一时半会儿也没那么快开业，空着也是空着，就是这目前什么也没有，也只能委屈你们先了。不委屈不委屈，有个落脚处就很知足了，而且这么好的房子怎么能说委屈呢？婶子，旁边那个屋子有灶，我也有的了，做饭就去那儿做就好了，也方便。住就住这2间屋子，只是这屋子我是准备做库房的，所以比较大，可能会比较冷。我把家里之前的薄棉被拿过来给你们做垫子，底下加了稻草，再垫个薄棉被也差不多的，然后拿了2床蚕丝被给你们盖，这样就暖和些。哎呦，使不得使不得，你都借房子给我们住了，可不能再拿这么好的蚕丝被给我们盖。婶子，有什么使不得的？蚕丝被本来就是用来盖的。蚕丝被太珍贵了，可不能给我们糟蹋了。婶子，怎么能叫糟蹋了？谁盖不是盖，别人能盖，你们也能盖。哎呀，不是这么说的，这蚕丝被我们知道是你用来卖的，而且卖的也不便宜，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能用得起的。郭晴也不知道啊，应该是怎么说了。这婶子一直在纠结这个东西太珍贵了，不敢用。最后郭晴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将蚕丝被就收了回来，然后再去找村长想想办法。你怎么跑来了？我看你出来这么久了，外面雪又厚，来看看你都解决了没有？怎么还抱这2张被子？蚕丝被原本是给郭叔他们准备的，可是婶子觉得这蚕丝被太珍贵了，死活不愿意要，这不我就拿回来了。一会儿还要去找村长商量一下，看看谁家还能稍稍挤匀2张棉被出来救救急，这会儿大过年的也买不到啊。家里奶奶那不是有吗？你之前给家里拿了蚕丝被，爹娘的之前给你粮食铺的工人了，你奶奶跟你大哥的应该都还在啊，你去问问，再不行的话就用蚕丝被跟他们换换。你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了？你先回去，我这就去找他们。然后一溜烟的就跑了。白浩被郭晴这么一亲，瞬间就呆滞了，半天也没反应过来，愣在那是一动不动的。郭晴这边来到娘家，一进门就说明了来意，结果他们家王老太竟然不用郭晴跟他换，就将之前的棉被给了郭晴了。郭晴将棉被送上粉圆之后，便心情愉悦的回家了。回到家，结果还没喝上口热水呢，就被某人直接拉进房间给强吻了。你说吻了就吻了吧，竟然是吻完就走，留下郭晴半天也没有回过神来，他这是被非礼了。2世为人，2世的初吻就这么给没了。不行，下次得找回场子补回来，不能就这么吃亏了去。主人，你脸怎么这么红？我脸红了吗？可能是在外面待太久了，冻的。哦，那主人你赶紧去烤火，你这脸冻得不轻，耳根子都红了。郭晴白了蒙小戴一眼，也不再理他了，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暖暖身子。都说瑞雪兆丰年，看来今年大家会是个丰收年。很快大地褪去了银色的外衣，这个年呢就过去了。现在的蒙小蛋已经到达13级了，从11级开始，储物柜里面基本就是种子。目前郭晴手里的种子有西红柿、长豆角、黄瓜、韭菜、莴苣、菠菜、芹菜、香菜，8样了，也不少了，开春了就可以慢慢种了。而这时的郭晴呢，正在忙的是不可开交。现在年都已经过完了，土豆种子呢也应该先给大家分分了。各位叔叔婶婶，你们都不要急，一个接着一个排好队，一个都不会少的，所以都不用着急。对，赶紧的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用着急，都有份都有份。不多时，大伙就排好了长长的队伍。郭晴呢便让迎松、二哥、大哥帮忙把厨房的土豆搬出来过秤，分给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种子。这边呢，大哥、二哥、迎松3人正忙着，而郭晴这边呢便把种植土豆的方法讲解给大家听，以及要特别注意这发了芽的土豆一定不要吃，因为有毒。忙碌了一天，郭家村的村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买了土豆回去了。秦丫头在家吗？李村长，这是有什么事吗？
这不是去年我听你的，把土豆都种地里了吗？后来收割的时候，不少村民看到了，都觉得这个什么土豆不可思议，产量高。然后经过我的解说，大家都相信这个是粮食，所以今年大家都想种点。可我那边你也知道的，去年才留了几十斤的种子，这种了一季，现在也不过才200来斤，只够自家种的。在座的各位都是想种植土豆的是吧？对。行，不过我这种子也不多了，今天刚给我自己村分走了不少，他们一家是100斤，5文钱一斤。你们如果也想要也一样的价，但是最多一家也是100斤，具体要多少你们自己决定，我叫我大哥二哥帮大家称好就行。我买，5文钱一斤我也要100斤。我大伯的女儿就是家在你们郭家村，过年回去我可是听她说了，说吃过这个土豆的人都说这个土豆好吃的不得了，而且产量也高，1亩地施肥施好了就可以收割3000斤左右，这可比小麦水稻的产量高多了，5文钱一斤，值了。其余的村民一听说这个土豆的产量这么高，就开始纷纷的议论起来了。讨论了一会儿，大家呢便开始争先恐后的说要买。最后啊，郭晴让他们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不好好排队的话就不卖给他们了。大家啊也就乖乖的排好队。郭二哥这边打秤，郭晴这边呢继续又把刚才叮嘱郭家村村民的话又叮嘱给李家村的村民听。他就是担心他们不懂，吃了发了芽的土豆，吃的少了还好，吃的多就麻烦了。这次还好，李家村来购买土豆的人呢不是很多，也就来了10来户吧。一些钱不够的就买的50斤，钱够的就买的100斤。小妹，你这土豆都卖给村民了，你自己够种吗？山上粉源库房还有不少，没事，有多少咱们种多少就行了。这边土豆的种子刚分出去几天，天气也就暖和了起来，建房子的人也就来了。而王婶子呢知道郭晴家要建房子，为了方便就把铁牛哥的房间跟另一间草房给收拾了出来，给郭晴暂时住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结果这房子一建就是3个多月，这房子建的久也不耽误郭晴赚钱忙碌。反正房子的事交给白浩跟迎松了，他呢就负责外出赚钱养家。2月底的时候，郭晴将准备好的水稻也提前育好了苗。到了3月，冬天一过，春天来临，万物复苏，是个赚钱的好季节。而郭晴的蚕园粉园也都开始忙碌了起来。村长叔在家不？青丫头你怎么来了？郭婶子将郭晴就迎了进去。郭婶子，我来找村长叔有点事儿。这郭婶子一看就知道这肯定又是有什么好事要发生了，忙进屋就将里面的老头子给唤了出来。秦丫头，有什么事吗？村长叔，今天下午有空不？现在土豆都种下去了，有空。有空，那就麻烦村长叔帮忙召集一下村民，我有好事找大家。什么好事啊？先保密，等大家来了我再说。能赚钱的好事儿，所以要麻烦你帮忙召集一下村民，没空来的到时候互相传达一下就好了。行，那你在家里等一下。郭村长说完就外出召集村民去了。不多时，村民们便络绎不绝的来了。好啦，大家都到齐了吧？没到的就互相传达吧，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大家对这3样东西应该不陌生吧？这不是树叶根刚长出来的竹子吗？郭晴被村民说的是一噎。好吧，香椿是树叶没错，春笋是竹子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树叶身上有大把，有一股臭臭的味道。好啦，我来说说吧。这个是叫香椿芽，长在树上的，是春天里的一道蔬菜，与鸡蛋同炒，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大家不妨可以试试。这个是蕨菜，从地里长出来的。这个是春笋，长大了才叫竹子。现在这个样子的叫春笋，因为只在春天生长。这3样都是春天里最美的味道，而现在正是这3样春天的味道大片生长的时候，也是我们采摘的好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我跟明月楼有合作，所以现在有个赚钱的好机会给到大家，帮忙山上寻找春天的味道。嚯，底下村民们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又是个赚钱的机会了。大家安静一点，听晴丫头把话说完，大家不要浪费时间，早说完早进山，早赚钱。这3样春天的味道，大家都可以上山采摘回来卖给我，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结伴上山，深山就不要进，别为了这点银子把自己小命丢了。采摘的时候时不时抬头看看，不要走着走着就走远了。大家能不能做到？能做到，我就再说下一步。晴丫头，你就放心吧，这一点大家都还是知道的。这么多年，大家都不敢往深山去，都知道那里面危险重重。
好，大家能做到就好。那我就继续说一下采摘要求。然后啊，郭晴就把3样春天的味道都摆在大家眼前，就说道：太小的不要，因为没有肉；太老的也不要，因为咬不动。另外大家要注意，有些树上长的并不是香春芽，所以大家在采摘的时候闻一下味道就可以辨别了，不要采摘错了。蕨菜有2种颜色，一种这样的青色的，一种带点紫红色的，采摘这2种就好了。春笋就有很多种，之前我去山上看了，基本上都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就放心采摘。价格的话，春笋2文钱一斤，蕨菜3文钱一斤，香春芽4文钱一斤。乡亲们听完都很高兴啊，心想一天采个10几20斤就有几十文了。该说的也说完了，该交代的都交代好了，郭晴就让村民们先回家去了。秦丫头，你真是个好人，是大家的福星。奶奶，我是大家的福星，大家也是我的福星，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有这些想法也没用，所以你也不用感谢呀，我们都是互相的。你是个好孩子，奶奶喜欢你。丫头成亲了没？奶奶，我成亲了，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了。这老奶奶一听郭晴孩子都有了，也不再说什么了，跟郭晴挥挥手啊就走了。相公，你来啦，家里这会儿不忙吗？家里这会儿没什么事，我出来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你会不会记账？帮我记个账，我歇会儿。坐了一上午了，腰酸背痛。你记吧，我帮你捏一捏。秦丫头，秦丫头，娘，你这是怎么了？结果啊，郭母一见到女儿就忍不住的哇的一声就大哭了起来。娘，发生什么事了？你不要光顾着哭啊。哎呀，是啊，秦丫头她娘啊，有什么事的话你先说，别光顾着哭啊，大家都跟着着急了。小胖不见了。小胖不见了，他去哪儿了？今天上午，小胖非要跟我和他娘一起去采野菜，可是采着采着，小胖就不见了。我跟他娘在山上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这都快中午了，我就赶紧下来找你们帮忙一起找找。这会儿他娘都还在山上找了。在哪里走丢的？赶紧带我们去。于是郭母呢就带着一众人等一起上山了，边喊边找。而最后呢，整个山的外围，平时大家采摘野菜的地方都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人。而这时候呢，天也慢慢的暗了下来。天色不早了，晴儿，你先带领乡亲们先下山，我跟迎松再往里面找找。村长说天黑了，你带乡亲们先下山休息，今天辛苦大家了，改日我再好好答谢各位。那你们注意一点，不要往深了去，这小胖一个小孩也走不了多远的，会没事的。我知道，麻烦村长说了。熊丫头，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也去。剩下的村民都接二连三的说道。谢谢大家的好意，只是这深山大家都知道有多危险，并不是人多力量大就行的，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大家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今天大家也忙了一天了，辛苦大家了，改日我定好好答谢大家。听郭晴这么一说，大家呀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便跟着郭村长一起下山了。娘，大嫂，你们也都回去。娘不走，娘跟你一起去。我也不走，小胖还没找到，我的小胖还没找到。娘，你不能跟着去，太危险了。不行，娘一定要去，你都能去，娘为什么不能去？娘，我跟你。原来啊，是白浩懒得跟他们废话浪费时间了，直接一人一掌拍晕了过去，然后啊就把郭母跟大嫂交给婶子们扶回家了。大家都走了之后啊，郭晴、白浩、迎松3人便往深山走去。这边走呢，郭晴就边喊，走着走着，迎松又不见了。浩，迎松不见了。放心吧，他没事，我们3个这么找也不是办法，我让他往其他地方找去了。他一个人没事吗？没事，他一个人更自在，你应该多担心你自己。担心我自己？我有什么好担心的？血黑风高，一男一女。你敢啊！在这深山老林，你要是敢乱来，我就把你就地解决了，为了真正的牢。怎么，你把我解决了，你好另谋家婿是吧？哎，还真有此意。哪知这话一出啊，就直接被白浩堵住了嘴。郭晴直接就傻眼了，眼睛睁得大大的。不多时，白浩就放开了郭晴。你郭晴生是我白浩的人，死也是我白浩的魂，找别人，你就别做梦了。你耍流氓不算。什么耍流氓不算？
你的意思是刚才那个吻太短了，没了下文，所以不算吗？哈，没关系，为夫不介意重新再来一次。流氓，臭流氓，赶紧找人！然后郭晴就继续边走边喊了起来。这一夜啊，真是一点都不顺。好，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对？我们后面有尾巴。尾巴？就是有人跟踪我们。郭晴见白浩没了下文，就知道这家伙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了。于是他眼珠子一转，就想了个办法。然后啊，在白浩耳边轻声地说着什么。临了，白浩轻轻地说了句留活口，两人就消失不见了。跟踪在后面的尾巴呀，发现目标不见了，赶紧往前小跑了几步，来到了郭晴他们刚才站的地方。这找了一圈，竟然没发现人。空气中啊，突然就传来了危险的气息。这尾巴的身手也不赖，直接就躲了过去。说，你是谁？跟踪我们有何目的？刚才那3件是你放的？废话，不是我难道是你啊？说跟踪我们有何目的？而这个时候呢，白浩也现身出来了。将军，人已经找到了。好，有没有受伤？没什么大碍，就是有一点小刮伤。不过这小孩脾气挺倔，不让我们帮他处理伤口。无碍，这位是你们夫人。而郭晴啊，还在尾巴叫白浩将军的话里面卡碟呢。属下苍龙见过将军夫人。言礼，起来吧。敢问夫人，您手上的是什么剑？你对这个感兴趣？是的，将军夫人。这个叫弓枪，有机会我教你。谢将军夫人厚爱，属下只是好奇而已。行吧，那你什么时候想学，可以来找我教你。走吧，郭小胖已经找到了，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家，免得大家担心。经白浩这么一提醒，郭晴才想起来，刚才苍龙说了人已经找到了。随后啊，3人便往山外走。这走着走着，苍龙又不见了。过了不一会儿，迎松抱着郭小胖又出现了。哥哥，你怎么才来接我呀？我都被吓死了，我找不到奶奶，找不到娘了。姑姑，你带我回家，我要回家。好了，没事了啊，姑姑在，姑姑带你回家，咱们回家。然后啊，牵着郭小胖的手就往家里走去。第二天，郭晴竟然奇怪的没起床，幼儿赶紧回房看看娘是不是起床了。结果娘还躺在被窝里呢，而且看起来还很难受的样子。幼儿赶紧跑出来找爹，爹，娘好像生病了。幼儿拉着白浩的手赶紧往房间里跑，一看啊，这丫头果然是生病了，应该是昨晚在山上着凉了。一摸额头，烧得还不轻。白浩立马找来毛巾，打了一盆温水，赶紧给郭晴贴额头上来降温。没多久，郭晴竟然开始说起了胡话。师父，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师父，我就你一个亲人，你不能丢下我。师父。郭晴的手呢，也开始胡乱地寻找着什么。白浩见状，立马将郭晴的手就给握住了。师父，你知道吗？我成亲了，嫁给了一个古代的大帅哥，他好像还是个什么将军。师父，你会祝福我的，对吗？那你喜欢他吗？喜欢。我喜欢他，他对我很好。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然后郭晴便安静了下来。傻瓜，我也喜欢你。最后白浩忍不住的俯身亲了亲郭晴冰冷的双唇。郭晴就感觉到啊，嘴唇瞬间的温度，吧唧了吧唧2下，然后转身就进入了梦乡。而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郭晴醒来的时候呢，就感觉头昏脑胀的，然后啊，用意念从空间取了些消炎止疼治感冒的药出来，然后呢就吃了下去，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了，跑去厨房想找点吃的，发现呢锅里还有粥，还热乎着，于是啊便咕咚咕咚的喝了2大碗。吃了些东西，力气也就恢复了些。看着天色还早，便往粉园走去。大嫂，你也在啊？听你大哥说你生病了，粉园这边忙得不可开交，我想着在家也无事，就过来帮把手。
你好些没？嗓子咋哑成这样？要不要看看大夫？喂，已经吃过药了，过2天就好了。没事就好，不舒服就去看看大夫。好些没？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这里有我们，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多了，我就过来看看。郭晴这一生病啊，在家里就休息了好几天。小妹，你这是刚从粉园回来吗？是啊，在家憋得慌，去转了一圈。大嫂有什么事儿吗？这几天不是该你生病了吗？家里的母鸡下了蛋，我给你拿了点过来，给你补补身子。大嫂你太客气了，家里什么都有，这点鸡蛋你就拿回家给小胖吃吧，小孩子要多吃点长身体。你就拿着吧，家里还有，少不了他一口吃的。大嫂还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大嫂觉得呀，以前犯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儿，希望啊你不要记怪大嫂才好。大嫂，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我都忘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是以后。大嫂，你那个好姐妹王梅花不是个好的，以后尽量离她远点，不然到时候你自己都被她卖了。大嫂知道，前段时间呢，她已经跟个男人跑了，最好啊以后都别回来了。大嫂知道就行，以后交友把眼睛擦亮点，别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做朋友。大嫂知道了。行了，你病刚好，就多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啊叫我跟娘就行了，家里人多，你就别自己累着自己。姑嫂两拜别之后啊，郭大嫂呢就高兴的回家了。而这边呢，郭晴送走了郭大嫂之后，就进厨房准备做午饭了。正做着饭呢，蒙小蛋就飞进来，在郭晴耳边说道：主人，我感知到周边多了10几个陌生的面孔。陌生的面孔？那你能感知到危险的气息吗？没有危险的气息，但是这些人步伐轻盈，不像是村民，应该是习武之人。听蒙小蛋这么一说，郭晴应该能猜到是怎么回事了。晚点啊，问问白浩就知道了。没有危险的气息，应该问题不大，你多关注着点。有什么问题立马跟我说。好的。蒙小蛋说完就飞走了。手下魅影参见将军。起来说话。谢将军。将军，这段时间皇后娘娘还没死心，一直还在派人暗中寻找太子遗孤。看来她还是太闲了。将军，皇后娘娘，太子遗孤。将军，另外您让属下查的东西查到皇城，线索就断了。看来本王猜的没错，罪魁祸首就在皇城。查个底朝天也要给本王查出来。可是将军，万一……您确定要查下去吗？哼，万一？哪有这么多万一？如果真的是他，那我们更应该查出真相，还太子一个公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现在还不是天子。就算是天子，我要报的仇也照样报，谁拦得住？是将军。说完，魅影就消失不见了。站在门外的郭晴还是一脸懵逼的状态。听完了没啊？刚刚吃的有点多，散散步，消化消化。有什么想问的就赶紧问，趁我现在还想回答。你是将军？是。那你是王爷？是。那你到底是将军还是王爷？都是，因为每次出战都是胜利归来，皇帝赐字战。在皇城，我的身份是战王；在边关，我的身份是战神。那玉儿、幽儿是。你怎么可以让他们叫我？他们现在没有别的身份，就是我们的孩子。那你可不可以说说你的身份？太子是怎么回事？进来吧。白浩背对着他，将他的身份、玉儿、幽儿的身份、太子的事儿都一一告知了郭晴。原来呀，白浩是长公主之子，而长公主呢与当今皇上是兄妹，所以啊，白浩是皇上的侄外甥。白浩是父姓白，但随母姓，名欧阳白浩。但是啊，他从小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而母亲呢，在他出生没多久就去世了。听闻是得到白浩父亲去世的消息，伤心过度了才去世的。这长公主去世了之后，白浩啊就被皇上领在身边教养。可皇上整天忙于朝堂，根本就没有时间管他。而他呢，无父无母，在宫里啊整天的受人欺负。
后来啊，被贵妃娘娘，也就是太子生母给瞧见了，便救下了他。所以，你身上之前的毒……是的，肯定与这些人脱不了干系。那玉儿跟幽儿，太子身边的亲信都被慢慢的陷害之后，太子手上没有实权，为了稳固身份，便迎娶了蒙将军之女。也是因为蒙将军，太子太平了几年。可是好景不长，蒙将军毕竟常年征战，身体大不如前，在太子妃诞下玉儿、幽儿同年便离世了。离世之前，蒙将军担心他走后那些人会对太子一脉下手，便说服了太子和太子妃，将玉儿、幽儿偷偷送走。所以玉儿、幽儿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见爹娘的次数屈指可数，再加上年纪小，估计是已经忘记了爹娘的模样。与你成婚当天正是太子被害之时，所以我才不告而别。可是还是晚了一步，营救太子失败了。太子临走前告知了我玉儿、幽儿的下落，还好这次没有错过，我比那些人早了一步，我救下了玉儿和幽儿，也正面遇到了那些人，我的人护着我冲出了重围。我带着玉儿和幽儿，身上又是一身伤，还身中剧毒，无处可去，所以我又回到了郭家村。剩下的事你便知道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数，你无需自责。既然你相信他，要为他平反，那就大胆的去做，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如果那些人高高在上，你也会支持我为太子平反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他如今还不是天子，像这种谋害他人满门的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那又如何为天下百姓谋福？所以这种人不适合上那个位置，不是吗？白浩感动地将郭晴紧紧地抱在怀里，可心情却是无比的复杂。他担心会给他带来危险，他不舍他受到任何的伤害。好，你信我吗？事到如今了，你觉得我信你吗？那你从你的亲信中挑选20个信得过的人给我，记住，一定要特别信得过的，因为这件事不得出任何意外。好。另外，上次我给你的宫腔枪图纸，你还保留了没？保留了。好，那你照图纸再想办法做20把出来给我。听到郭晴这句话，白浩瞬间就明白了，他这是要为他培养一支神枪手队。白浩直接感动的抱着郭晴就狠狠的亲了上去，久久舍不得放开，直到郭晴被吻得喘不过气来，才依依不舍的放开。你干嘛？谋害夫人啊？不是，是感动。感动你个头，这就把你感动了？要是帮你训练出来了，你不得以身相许啊？不用等以后，现在我就可以以身相许。大白天的，正经点儿。那你的意思是晚上可以不正经喽？错，什么时候都应该正经。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为太子洗刷冤屈，而不是儿女情长。那等到那天，你还愿意跟我儿女情长吗？我是你夫人，难道我可以跟别人儿女情长吗？不可以，你是我的。好啦，我休息好多天了，一堆事儿等我处理了，忙去了。说完啊，郭晴逃也似的就跑没了影儿，逃离了恶狼的魔爪。郭晴呢，便来到了残园，好久都没到残园来看看了。现在的残园呢，每天都在运作。蚕丝被啊，最一开始的2000多张订单已经送货过去了，现在呢，正在赶制剩下的3万多张。而如今残园的工钱呢，涨到2两银子1个月了，这大伙干起活来啊，就更起劲儿了。哎，秦丫头啊，你来了，哎，身体好些了没啊？谢谢婶子关心，也无大碍。今天上来看看大家，辛苦大家了。哪有什么辛苦不辛苦，有钱赚，怎么都不辛苦啊。再怎么样，大家记得劳逸结合，做5天必须休息1天。熊丫头，这是俺娘之前上山拔笋的时候找到的蘑菇，没毒的。哎，这个给你，拿回家吃。哎，这不是鸡枞菇吗？这可是好东西啊！哼，这可是好东西，你替我谢谢婶子啊。哎，你喜欢就好。很喜欢，谢谢啊。说着啊，郭晴便与郭胖子拜别。很快，新房也建好了。郭晴一家啊，天还没亮就开始搬东西、画火盆、点鞭炮。中午的时候，张掌柜与陆公子早早的就来到了郭家村。熊丫头，你这院子建得真气派呀！皇城的王府大院也不过如此。郭晴听完，然后啊，就把目光看向了白浩。当初他就觉得把这件事交给他准没错，而郭晴这眼神啊，张掌柜也瞬间就明白过来了。哦，原来是他们家大东家的杰作。而这次过来的，除了张掌柜跟陆公子，还多了2位陌生的面孔。一位啊是陆公子的妹妹陆成，而另一位啊就是明月楼的二东家。这二东家一来啊，就一直盯着郭晴傻笑，看得郭晴就有些反感。哎，这二东家不会是个登徒子吧？当着他相公的面就这么盯着他傻笑？
而更奇怪的是，他家相公竟然没有发飙，还任由这家伙一直盯着他看。看够了没？没看够。哼，要不是因为看在之前啊替他卖蚕丝被的份上，郭晴真想两拳过去，让他成为国宝动物。啊，等等，二东家也是皇城中人，难道他跟他家白浩是认识的？然后郭晴就疑惑地看向了白浩。晚点再跟你说，咱们今天乔迁之喜，先接待客人。哎呀，既然白浩都这么说了，郭晴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呀，便安排张掌柜与陆公子兄妹啊上座之后，便去接待其他宾客去了。这很快呢，所有宾客都到齐了，所以也就可以开席上菜了。菜一上桌，大家都忍不住的争先恐后的呀，直接开吃了。而因为每一道菜呢分量都大，最后还剩下了不少。这饭桌上剩下的饭菜，郭晴也让乡亲们啊能打包的就打包回家晚上吃吧。这让村民们更是高兴不已了。这时候啊，大家也不争抢了，都很有默契的你一半他一半的分掉。张掌柜啊也是吃的酒足饭饱，但是呢却埋怨郭晴不厚道。就今天桌上好几道菜啊，他都没有交给明月楼。这搞得郭晴原本没打算上的这几道菜啊，被张掌柜逼着非要求上了。没办法呀，那就只好上了。也还好，芹菜的种不少，而且呢还可以直接剥梗子。就是啤酒鸭跟莴苣叶比较麻烦，这鸭子倒还好解决。现在李家村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养了不少鸭子。但是啤酒，郭晴就得加油制作了。搞定了张掌柜之后啊，张掌柜呢也就满意的回县里去了。可某个人却死皮赖脸的非要留下来。而郭晴见白浩好像有事要跟那家伙说，于是啊也就让他留下来了。而陆程呢，经过这一天与郭晴的相处啊，两人也熟悉起来了。临走的时候呢，陆程还特地询问了一下郭晴，说以后可不可以来找他玩啊？郭晴爽快的就答应了，说啊等他下次过来带他去参观一下他的蚕园。陆程是高兴不已啊，说下次有空啊一定来参观蚕园。然后心满意足的跟随哥哥就回家去了。将客人都送走了之后啊，郭晴累的是两眼发昏。早上又起得早，这会儿实在是撑不住了，不管3七21，先睡一会儿再说吧。于是直接倒在床上，便进入了梦乡。啊，太久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结果啊，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一早。郭晴睁开眼的时候，还以为是天没黑呢，结果蒙小蛋却跟他问早。蒙小蛋，现在不会是早上吧？对呀，昨天你太累了，躺床上就直接睡了。你家相公心疼你，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你，你就一觉睡到现在呀，真是幸福。怎么？难道你不幸福吗？我完全感觉不到幸福，任务自己做，还要陪2位小主人。我不管，以后空间以外的任务你负责了。我还小，不能把自己累坏了。行，以后我负责外面的任务，现在总行了吧？郭晴进空间简单的洗漱了一下，便出来准备吃点早餐。吃过早餐，郭晴就看到某人啊正痞里痞气的看着他笑，那种笑容啊就是不安好心的笑。这家伙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你俩是不是认识的？认识的就好好管管他。他管不了我，我就是很好奇，你是怎么拿下我们家三哥的？你们家三哥？你谁呀？就你们家的，你们什么关系啊？欧阳锦云呢，之所以称白浩叫三哥，也是因为啊从小一起长大。而皇上呢有3个儿子，一个是大皇子啊，也就是皇后之子；二皇子呢，也就是前太子；三皇子便是欧阳锦云了。但是欧阳白浩啊比前太子小，又比三皇子大，所以呢三皇子称白浩为三哥。我，欧阳锦云啊，你不是知道了吗？欧阳锦云，欧阳白浩，我去，他们不会是兄弟吧？三嫂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见到弟弟我太激动了？激动你个大头鬼！三嫂就是这样把三哥拿下的吗？是你们家三哥把我骗下的，不是我把他拿下的。结果啊，欧阳锦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看着白浩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啊把白浩也给搞毛了。你是不是太闲了？太闲了就赶紧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去处理掉，没解决完就别回来见我了。是，马上去办。三嫂，我先忙去了，改天再来找你聊聊我三哥是怎么把你骗到手的。结果啊，欧阳锦云没有得到郭晴的回应，
得到的却是白浩的一脚，直接就给踢出去了，大门一关就拜拜了。把欧阳锦云送走之后啊，家里总算是清静了。郭晴跟白浩交代了几句，便上粉圆去了。现在粉圆的酸笋制作还没结束，蕨菜呢已经慢慢的少了，郭晴便停止了蕨菜加工，采摘回来的蕨菜啊，全部送往明月楼去了。香春芽呢需求量不是很大，很多人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所以啊，郭晴早就停止对香春芽的收购了。而笋呢，这个时候正好是旺季，这个旺季的话，差不多还能持续1个多月，到5月份的样子。所以啊，郭晴完全不担心笋子不够。而现在呢，有的村民运气好，一天就可以采摘1000斤左右回来，每天的收益可是不少呢。大家呀是干得越来越起劲儿，对晴丫头呢也是越来越感激了。而郭大嫂呢，自从上次郭晴生病的时候帮忙之后啊，就成了粉圆的固定工人了，跟郭大哥一起管理粉圆。小妹，你来了。大嫂，你记得煮笋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火候，不要煮过了，煮过了笋子就容易烂，只要稍微煮软乎刚刚好就行。你就放心吧，我会帮你监督好的。辛苦大家了。然后啊，郭晴便来到了菜园。这菜园啊，目前就是郭瘸子2夫妇在帮忙照看。菜园子被照看得很好，郭晴也很放心，摘了几颗莴苣叶便离开了。娘亲回来了。月儿，你要加油哦。好，那天让你找的人现在如何了？人已经都到位了，目前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做好，材料比较特殊，没这么快好。怎么了？没怎么，就是过去这么久了也没见你提起，还以为你忘了，所以问问你。你抓点紧，时间不等人，希望到时候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好。说完，白浩继续教玉儿习武，而郭晴呢，看天色还早，便开始制作她的啤酒了。这时候啊，家里那位老太太看郭晴一个人在厨房折腾，于是就跑过来帮郭晴烧火。郭晴看啊，确实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也就没有拒绝。郭父郭母那边呢，目前正好也在建房子，郭晴呢就干脆让他们搬过来，先在这边住着。反正现在啊，这边房子也多，家里这老太太也不折腾了，住过来也无妨。这一口气忙下来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1个上午了。这一上午的成就还算不错，做了好几缸子啤酒。做完啤酒啊，累得郭晴是腰酸背痛的。时间过得很快，白浩那边的工枪也都到位了。晴儿，吃完饭你跟我出去一趟。郭晴一听也大概明白了白浩找他合事了，于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郭晴跟着白浩、迎松就一起出门了。不多时，他们便来到了山上。不一会儿，眼前就站了不少人。哦，这些应该就是白浩给他找的人了。将军，都起来吧，今天将大家集结在这里，是有事要安排给你们。是，将军。这位是你们的夫人，从今天开始，你们便听命于你们的夫人，她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得违抗。她说的就代表我说的。而白浩说完，底下却是一片的安静。怎么，你们有意见？不敢，属下参见将军夫人。都起来吧。他怎么感觉这群人很不友善的？将军，我们不相信她就是我们的夫人，凭什么？怎么，你对本将军选的将军夫人有疑问？不敢。这血狼一被白浩靠近啊，气势瞬间就蔫了。白浩听到这回答，也不再追究了。既然是对他夫人的质疑，那他就让夫人来解决吧。今后谁敢违令，杀！一众人听到最后一个字啊，瞬间就打起精神来。看来呀，将军这是生气了，他们可不敢跟将军对抗。夫人可有什么想说的？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最重要的东西都带来了吗？带来了，夫人。既然拿来了，一会儿我先检查检查。夫人，那他们这会儿也没什么事，看样子体格也都是不错的。这样吧，每个人每只脚上都绑上5公斤的沙袋，先跑个10公里看看吧。苍龙，这件事交给你盯着，没跑完不许停。是。哎，苍龙，你见过将军夫人吗？见过一面啊，咋了？嗨，没事，就是好奇。那你说说，这位将军夫人怎么样？哎，说说。不好说，以后你们就知道了。总之大家最好是注意着点儿。切，你就是怂。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将军能看上他，另有他过人的优势，所以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啊！抓紧时间跑吧，不然一会儿天黑了都完成不了任务。这边郭晴就来到了山洞，里面摆放着2个大箱子。郭晴伸手啊，将箱子打开，一个箱子装的是弓枪，一个箱子里装的是弓箭。
然后啊，随手就拿起了一把弓枪，飞快的装上弓箭啊，就是2连发射，直中外面2只正受惊吓狂跑的兔子。迎松见状啊，赶紧小跑过去，将打中的兔子就给提了回来。嘿，今晚又可以加菜了。郭晴将弓枪都一一检查了一遍，见没什么问题，他就带着白浩提着2只兔子先回家了，留下迎松在这等他们回来，交代他们看好这2箱东西。另外呢，如果还有不服气的，就盯着他们，让他们提着沙袋继续扎马步1个时辰，直到服气为止。结果就是啊，被郭晴给猜得个正着。除了苍龙，其他人都不服气，最后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提着沙袋，扎着马步。我说，你们跟将军夫人斗有意思吗？你这个叛徒，那将军夫人给你了什么好处，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帮着她？我呀，劝你还是早点投降，不要做无谓的挣扎，越挣扎死得越难看。呸！就他那样，捏死他还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迎苏是气得爬起身来，还想再说点什么，结果只听空气中传来一声咻的声音，然后就见一支微小的难以让人察觉的箭直中血狼提着的沙袋。一众扎马步的侍卫以为有敌人入侵，立马做出了战斗状态。刚才是谁说要捏死我啊？是我啊，一人说话一人当。还不错，敢说敢承认。既然你这么想捏死我，我便给你这个机会。就你我这个距离，以你的能力，10个数就能到我跟前。这样吧，我让你10个数，20个数，如果你能到我跟前，就算你赢，怎么样？哼，自不量力。便开始向郭晴攻击去，结果还没出发2步，空中啊便传来了箭飞过来的声音。可这第1只刚躲过去，第2只又来了，接着是第3只，在第4只的时候啊，还是没有逃过去。不过呢，郭晴也知道这是自己人，在第1箭的时候啊就已经放水了，所以啊才让血狼逃过了前3箭，第4箭的时候啊才从他脸上划过。跟苍龙那时候一样，如果郭晴想要拿他们的命，直接第1箭就直中眉心了。被打中的血狼也很是惊讶，他自己也感觉到了对手啊实际上已经放水很多了。怎么样，还继续吗？我输了，任凭你处置。行，愿赌服输，有男人的担当。既然如此，那就先吃饭吧。又一次的惊到了大家，还以为血狼输了会被罚得很惨。这迎松一听说吃饭啊，立马就从石头上蹦了下来，接过郭晴手中的篮子，就地一蹲，就先拿了一块肥肥的兔肉就吃了起来，馋得大家是直吞口水，赶紧一溜烟的都凑过去吃了起来。只有血狼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很快大家都吃的呀揉着肚子躺在地上开始打饱嗝了。太好吃了，太美味了，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吃食。哎，你这咋还吃得哭上了？我太感动了，实在是太好吃了。是啊，太感动了，太好吃了。迎松，这不会是夫人做的吧？对呀，咱们将军夫人做的这个红烧兔肉炖土豆还不算什么呢，将军夫人做的麻辣兔肉、烤鸭、香辣蟹、红烧排骨、红烧肉、红烧猪蹄儿，那才叫无敌好吃。原来将军夫人这么厉害的吗？刚才那什么武器使用的这么厉害，还会做好吃的，怪不得将军对夫人这么好，原来是将军夫人太优秀了。你们呀，以后好好听夫人的准没错，好吃的一定少不了你们的。都吃好了吧？回将军夫人，吃好了。血狼一听有人叫自己，立马站起身归队应道：你吃了没？血狼没有回答，他没有吃啊，不好意思吃，也没脸吃。郭姐也知道他没有吃，估计啊是不好意思，然后呢就走到篮子旁边，拿起了2个大馒头就递过去说道：记住，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人都不要轻敌，今天你输给了我，边吃边反省一下为什么会输。是夫人。然后呢就地蹲下就吃起了馒头，确实真的很好吃。吃着吃着呀，血狼竟然还哭了起来，结果啊血狼的哭引起了队友的一阵哄笑。笑个锤子嘛，你们这群吃货，肉都不给我留一块，留一堆粉粉的，这个是什么？谁叫你动作不快点，还给你留了不少土豆，算是不错的了。哦，原来这个粉粉的叫土豆啊，真好吃。最后啊，血狼狼吞虎咽的将馒头跟土豆一点不剩的都吃了下去。吃完之后啊，胡乱的擦了一下嘴巴，就归队了。今天侥幸赢了血狼，不知各位可有知道原因的？武器。没错，就是武器。武器在战斗中是制胜的一样法宝，
平时你们上战场的时候都是用的什么武器？刀、剑、长矛用的比较多，另外还有弓箭。没错，刀、剑、长矛，这3样都是属于近身作战的武器。弓箭属于远程攻击武器，但是弓箭射程太近，杀伤力太小，不是特别适合用于作战，倒是比较适合捕猎。这个就是刚才我跟血狼作战时用的武器，叫弓枪。它的射程，刚才大家应该也有亲眼见识过，但这还不是最远的。目前这弓枪最远的射程能够达到500米左右的样子，它的杀伤力越近越厉害，甚至可以直接一箭毙命。而且弓枪本身较小，方便随身携带。郭晴说完，还进行了一次演练，让银松准备好盾牌，然后呢，在500米左右的范围进行射击，箭直中靶心。侍卫们惊的是倒吸一口凉气，哎呀，这枪法简直是太厉害了。然后又让银松往前走了有200米左右，再进行一次射击。这一次呢，直接将盾牌射穿了。有没有人想试试的？我。于是郭晴便邀请苍龙上来试试弓枪，先教苍龙上箭，然后就是瞄准了，一只手拿弓枪，另一只手弯曲微抬至胸前，将弓枪架在手臂上作为支撑点，然后3点一线，眼睛、弓枪瞄准点、射击目标为3点，这3个点呢形成一条直线，最后扣动扳机射击。夫人，为什么刚才看你使用弓枪的时候，可以不用手臂作为支撑，直接一只手射击，另一只手拿剑，这样速度好快呀？观察得很仔细嘛，这就是我为什么会是你们的师傅的原因。你们这刚开始学，没有支撑点，很难瞄准目标的。等以后你们使用到一定程度，一样也可以像我一样，不需要支撑点就可以射击得很准。所以大家不要心急，加油，慢慢来。那我也要努力成为像夫人这样的神枪手。不错，有志气，会有那么一天的。苍龙按照郭晴所教的试了试，结果擦边而过。第一次没打中很正常，瞄准目标也是有技术含量的，而且弓枪瞄准后出箭的时候，手脚是一定不能抖动的。所以为什么要让你们练习今天的负重跑跟负重扎马步？到时候需要长时间维持这个动作，你们基础不牢固的话会很吃力的，而且也打不准，浪费箭。这个不单单是一身武力就可以解决的，而且以往你们习武都是活动惯了的，虽然拥有一身武力，但是突然要定下来会比较难，所以接下来几天你们可能会比较辛苦了。怎么样，怕不怕？不怕。行了，天色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大家都辛苦了，都早点休息，明天我们再继续。苍龙，这2项东西交给你看好了，这些可都是你们的武器。是，夫人。之后郭晴跟着白浩就离开了山里，迎松呢紧随其后，最后被飞鹰又拉了回去。好小子，你现在是潇洒了，跟着夫人吃了多少好东西？快说！我怕我说出来你们就又饿了，就不好了。你这个见利忘义的家伙，大家给我上！飞鹰说着就招呼伙伴们一起上。大家像一群孩子一样使劲地挠着迎松的痒痒，痒得迎松是直求饶。最后大家挠累了才放过了迎松。以后有好吃的你可别忘了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给吃了。不敢，以后有好吃的一定想着兄弟们。今天你们就好好休息，明天还有的累呢，我就不陪各位了，先走了。就这样，弓枪队正式成立了。成立了弓枪队之后郭晴就开始忙了起来，每天都往山上跑。哟，青丫头，这不是水稻吗？之前没出苗的时候大家还不敢肯定，现在都出苗了，这就是水稻啊，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时候大家的水稻才开始插，你种的水稻都出稻苗了。王婶子，还记不记得当初大家在种植土豆的时候，我却在田里忙着插秧吗？年后天还有点冷的时候，我就在家里先提前将秧苗育出来了，后来种到田里的时候注意保暖就好了，等长出秧苗，天气也差不多暖和了，就直接移栽就好了。原来如此，那你先忙。如果能将这个方法传给天下老百姓，也许能解决掉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是啊，这样大部分地方就可以实行种植双季水稻，每年粮食也能多不少。什么是大部分地方？因为每个地方的温度差异不同，种植粮食时间就不同，时间不同，当然次数就不同了。就比如说我们这边跟皇城那边的气温相差就比较大，我们这儿差不多属于南方了，就算不是正南方，也是靠近南方了。而皇城属于北方，冬季时间长，气温低，就算使用我这个提前育苗的方法，也种植不了2季水稻。因为3、4月份的时候，皇城都还很冷，有时候都还会下雪，移栽下去的秧苗很难存活的。你再看看我们这儿3、4月的天多好，水稻完完全全可以移栽下去。现在5月的天，水稻都出稻苗了，所以这就是区别。
南方种植很多东西都有优势，所以我们要抓住的是南方的粮食产量，然后北方尽量种植高产量的粮食，就比如说土豆也适合北方种植的，还有小麦，因为北方地理位置种植小麦也是有很大的优势的。一会儿回去我把这个方法详细的写给你，其他的就交给你了。还有这土豆只能慢慢传递，慢慢来。好。在田里转了一圈，郭晴呢便带着白浩上山去了。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大家基本上呀都能打中200米范围内的固定靶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今天啊，郭晴呢准备把靶子的距离调整到400米左右，一步一步来。现在大家都能够射中200米内的固定靶了，今天就要升级一下难度了，把靶子距离调整到400米左右。正当郭晴高兴的时候，迎松却着急地跑了过来，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月儿不见了。今天月儿跟优儿想去菜园摘黄瓜吃，我就带着他们去了，谁知道摘着摘着月儿就不见了。我在菜园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再问郭叔，郭叔说没看见月儿出去，而且月儿平时也不乱跑的。结果最后我围着菜园找了一圈，在围墙角找到了月儿的一只鞋子，墙上有爬过的痕迹。白浩气的是直接一脚就将迎松踢出了数米远。好，现在不是追究过错的时候，现在找到月儿要紧。魅影、苍龙、飞鹰、血狼听令。属下在。你们带队兵分4路在周边搜查一遍，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记住留活口。是。苍龙、魅影等应道。说完，他们就兵分4路查找线索去了。迎松，回去把蒙小蛋带到菜园来。白浩，我们先去菜园看看。迎松麻溜的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往家里飞奔而去。来到粉园，郭晴先询问了一下粉园的工人，最近是否有陌生的面孔出现过。郭大哥告知，最近这几天啊，确实有个陌生的面孔出现过，说是李家村的人，每次呢都是上午一个人过来卖笋子，也怪他大爷了。最近忙着训练弓枪手的事儿，大家呢也都低于防范了，被他们给钻了个空子。很快，迎松将蒙小蛋就带了过来。郭晴接过了蒙小蛋，就问道：小蛋，月儿不见了，现在是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了。是，主人，你给一样小主人穿过的东西给我，需要有它气味的东西。然后啊，郭晴将玉儿弄丢下的鞋子就给了蒙小蛋。蒙小蛋闻了闻鞋子，哎呦我的天啊，这小主人的鞋子差点没把他给熏晕了过去。原地转了好几圈才算是清醒，然后啊，赶紧麻溜的去找小主人去了。迎松，带我们去玉儿被掳出墙的位置。然后迎松便带着郭晴、白浩来到了玉儿不见的墙角。墙外明显有多个人的脚印，按着脚印的深度不可能是老百姓，所以排除李家村的村民，那么这些人也许跟那些人有关系。听完了白浩的话，郭晴的脸色啊瞬间就是一片惨白。如果是那帮人的话，那玉儿还有命吗？放心，他们应该还不知道玉儿的身份，如果知道，那就不是单纯的掳走玉儿了，也就是说现在玉儿算是安全的。其实啊，他说的也没错，如果那些人知道了玉儿的身份，应该就不是掳走那么简单了，直接灭口不是更简单吗？随后他们跟着脚印啊一直往前走，接着那些人换成了马车，一路往紫阳县的方向去的，也就是说玉儿现在应该还在紫阳县。郭晴3人立马往紫阳县的方向赶去。原本他们打算啊是先去明月楼的，结果刚进城就遇到了蒙小蛋。主人，小主人在繁香楼。玉儿现在怎么样？小主人现在是安全的，那些人的目标实际是你，里面有不少人，主人你要注意安全。好，我知道了。玉儿在繁香楼。白浩听后也没有说什么，3人立马往繁香楼的方向跑去。很快3人便到了繁香楼，而迎松却又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他们像是知道了郭晴会到来一样，郭晴刚一到就有人将他们带了进去。这位可是稀客呀，之前怎么请都请不来，今天总算是舍得光临本店了。郭晴一听到这声音啊，实在是忍不住的就呕了出来。没事吧？没事，就是这里面空气太恶心了，找到玉儿速战速决吧。哟，夫人，这不会是又有喜了吧？走了一个又有了一个，你还真是幸福啊。你管我有没有喜，放了玉儿，有什么事冲我来，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那还不是你们逼的，要不是你们，我的繁星楼怎么会是今天这模样？要不是你们，我的东西怎么会抛弃我？都是你害的，让我放了你的儿子可以，拿你的命来换。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由不得你不同意。别忘了，现在你们的儿子还在我的手上，同不同意我说了算。哼，笑话，这世上还没有谁能做得了我的主。哼，人在我手上，而你们也是我的囊中之物。要拿你们的命，也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你想要救你儿子的命，就拿那个女人跟1万两黄金来换。你怕是昨晚做梦还没睡醒吧？1万两黄金没有，想要我夫人的命也没门。倒是你，动了我的人，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啊？笑话，老子想动谁就动谁，你算老几？用得着跟你交代？既然你们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老子就成全你们，让你们一起上路。来人，给我动手！郭晴在白浩跟樊掌柜交谈的时候就已经偷偷的将弓枪给拿了出来。当樊掌柜说动手的时候，郭晴就直接开始射击，一箭一个，直中心脏或者是眉心，总之全部都是一招致命。这是怎么回事？白浩压根就没插手，靠着柱子正在欣赏着他家夫人的表演。不多时，30个人一个不剩的全部解决掉。你不是人？是的，我不是人，是魔鬼，要你命的魔鬼。夫人，玉儿找到了。玉儿，娘亲，玉儿没事了，娘亲在，有娘亲在，谁都伤害不了咱们的玉儿。玉儿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娘亲，我没事。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走，娘带你回家，这里就交给爹爹处理。好，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带玉儿回家。好。之后，郭晴就带着玉儿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怎么害怕了？想活命吗？想，您大人有大量，就放了小的吧。小的以后定当做牛做马，报答您的不杀之恩。是吗？你怎么报答呀？要我夫人的命，还是要我儿子的命啊？不，是小的的错。刚才我也是开玩笑的。对，开玩笑的。玩笑？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玩笑。曾经我给过你好几次活命的机会，明月楼也好，我夫人也罢，都是你自己不懂得珍惜，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挑战我的底线，你这怪不得我。这样吧，给你2个选择，一个是你自己从这楼上跳下去，二是这里有2瓶好东西，你随便选1瓶喝下去，选吧。然后就头也不回的走了，留下迎松在后面善后，看着樊掌柜做出选择后断气之后才离开。青丫头，玉儿回来了，玉儿回来了。玉儿哥哥回来了，哥哥回来了。好了，悠儿，哥哥没事了，哥哥回来了。玉儿哥哥，以后不可以丢下悠儿，不可以再悄悄不见了，让娘亲着急，让弟弟着急，外公外婆太婆婆他们都很着急。好，哥哥答应你。白浩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浩在后面处理一些事情，处理完了就回来了。娘，你们吃了没？没了，一直在等着你们回来。那我去做饭。你辛苦一上午了，带着玉儿、悠儿去休息会儿吧，娘跟你王婶子做就好了。娘，我没事儿，玉儿受了惊吓，我给她做点好吃的安慰一下。郭晴说完就转身进了厨房去做饭去了。郭晴刚把饭做好，白浩跟迎松也都回来了，一家人总算是放心的坐在一起吃饭了。饭后，郭晴担心那些人找上门，便拉着白浩赶紧询问了一番，才知道原来之前樊掌柜找郭晴麻烦，后来被白浩派迎松教训了之后，樊掌柜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得是变本加厉，一直在找机会找郭晴的麻烦。后来得知皇城的蚕丝被也是郭晴跟三皇子的生意，便多次想要进蚕园搞破坏，都被白浩的人发现且解决了。而白浩此时呢，又正好接到消息，称皇后娘娘一直在寻找太子遗物的下落。白浩为了给皇后娘娘找点事儿做，正好这时三皇子锦云也出现了，白浩就让锦云把樊香楼见不得人勾当的证据交给了皇上。这国舅爷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皇上气得差点一口气就上不来，原本呢是要将国舅爷一家发配了的，后来因为皇后娘娘求情，且家丑不可外扬，最后只要求樊香楼全部关门，再不得开门营业了。最后皇后娘娘家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来源，便把所有责任都怪到了樊掌柜的身上，到处派人追杀。
最后啊，樊掌柜还是出现在了樊香楼。原因也很简单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来呢，就是为了报仇，也想趁机捞一笔后啊，归隐山林。那照这么说来，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喽？可以这么说，是那些人，但是却不是因为我。这一切都是你故意的，你担心他们查过来，反而会查到你跟月儿身上，不如直接明目张胆的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跟三皇子合作的所有生意，有三皇子保护，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到你的身上了。这一招实在是高明啊！玉儿被掳走不是我安排的，我也没有想到樊掌柜会来这么一招，是我欠考虑了，对不起，让你担心受怕了。跟你没关系，如果不是因为我，也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好了，现在玉儿已经安全回来了，事情都过去了，没事了。自玉儿被掳走之后啊，已经过去好几天了。现在整个紫阳县都在传樊香楼的樊掌柜得罪了明月楼的二东家三皇子。三皇子一怒之下举报了樊香楼，樊香楼被逼关门大吉。而这皇后娘娘家呢，将怨气都怪罪到了樊掌柜的头上，到处派人追杀。前几天樊掌柜被发现已经惨死在樊香楼了，而且身边30位保护者也都一并被杀了，30多条人命啊！这事儿也毫不意外的被传到了皇城里面去了。而皇城中呢，有些看不惯皇后娘娘家做派的官员便联名上奏折，将樊掌柜啊被害一事就传到了皇上的耳里。这皇上也无奈啊，一边是官员的施压，说皇后娘娘家仗着皇后娘娘得宠欺压百姓，做错了事还不知悔改。而另一边呢，皇后娘娘是整天的以泪洗面，求皇上开恩，说什么被冤枉了，樊掌柜不是娘家人杀的。这不，这天啊，皇上刚下早朝就被皇后娘娘给堵住了。皇上英明啊，国舅爷是被冤枉了，樊掌柜不是国舅爷派人杀的。被冤枉的？那你倒是说说，樊掌柜为何惨死在他樊香楼，30几条人命，你敢说国舅爷他没有派人追杀他樊掌柜吗？皇后啊就被问得哑口无言了，她拿不出证据证明不是国舅爷派人杀的。罢了，朕罚了，这段时间你也安生些吧。来人，送皇后娘娘回寝宫，没有朕的允许，谁也不许见。皇上生气的说完，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留下了泄了气的皇后娘娘啊，坐在地上是一动不动的。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妥协的。而皇后被软禁了之后，皇上为了安抚重臣，便将国舅爷贬去官职，告老还乡了。紫阳县这边呢，也因为皇后娘娘被软禁，这一段时间来都是安然无恙的。那边啊，皇城忙的是不可开交，这边郭晴也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双季水稻成功了，所以啊，郭晴准备大面积的耕种水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方便让空间的粮食出现的名正言顺。于是乎就找村长直接买了100亩水田，不管是好田还是差田他都要。他有法宝在手，不怕差田种不出稻。这水田购买之后，因为面积较大，需要不少人手，郭晴啊又将李家村、林家村那些干活的好手啊全部招了过来挖田。忙忙碌碌的大半个月，田可算是都挖好了。郭晴早早的呀就已经将育好的稻种都种下去了。现如今田都挖好了，正好可以移栽，所以呢原班人马又继续移栽水稻了。而这时候啊，土豆也到了丰收的时候。此时郭家村家家户户啊都是欢声笑语的，因为他们种的土豆也开始大丰收了。这天啊，粉园也特别的忙碌，郭晴还特意从李家村招来了不少干活的好手，帮忙一起收割土豆。这一忙起来，郭家村、李家村、林家村3个村干活的好手啊，基本都被郭晴请来了。很快啊，山上的土豆都被收割了回来。郭晴又继续让工人将他已经育好的土豆苗给种了下去。这一忙又是大半个月就过去了。忙碌的日子啊，总是过得特别快的。水稻已经全部插秧了，土豆也种上第2季了。现在啊，就是开始结算工钱了。这天，郭晴直接在粉园结算工钱，一边结算一边卖他的土豆。需要买种的领了工钱就可以直接买了。这一忙碌就又是好几天，结算完工钱就又要开始着手粉园土豆粉的制作了。等了大半年了，总算是可以开工了。大嫂，以后这里面就交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小妹你放心吧，保证帮你把好这一关。行，那各位婶子好好做，以后自然不会亏待大家。你们忙吧，一会儿那边就需要你们制作出来的粉团了，我先过去看看他们制作的如何。说完便又来到煮粉的厨房。郭琴看到各位师傅都忙的是井然有序，而制作出来的土豆粉也都非常的成功，Q 弹 Q 弹的，郭琴非常的满意，于是便决定今天中午就吃酸辣土豆粉。制作土豆粉是非常的简单的，土豆粉本身就已经煮熟了，所以郭琴就只需要制作汤底跟调料就行了。很快热热的辣辣的酸辣土豆粉就出炉了。哇，娘亲，这又是什么好吃的？好香啊！这个叫酸辣土豆粉，悠儿尝尝看味道怎么样。然后就见悠儿用筷子夹起一根土豆粉，吹了吹就放进了嘴里。不多时就见悠儿高兴的直点头，这是好吃的说不出来话来了。家里的其他人见两个孩子都吃得这么津津有味也就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确实非常的美味。这个土豆粉 QQ 弹弹的，汤汁又是酸酸辣辣的，还伴有香菜的香味儿。太好吃了，夫人，我还要添一碗。汤汁在锅里，土豆粉在盆里，自己去添，管够。哎，这个土豆粉就是用那个土豆加工出来的吗？对啊，怎么样，好吃吗？味道很不错，这个粉也很好吃，应该会让大家喜欢的。喜欢吃你就多吃点，我帮你再添一碗。然后郭琴赶紧拿起白浩的碗就往厨房跑。中午吃完之后郭琴让白浩将剩下的汤汁用2个大盆打包好往山里送去。这白浩上山去了，那郭琴要跑一趟紫阳县了，于是便拿上了一些土豆粉跟调料就出发往紫阳县去了。呀，我今天来的真的是太是时候了，二东家也在呀。是啊，有一段时间没过来了，也该过来拿一下蚕丝被了。蚕丝被你直接说一声就好了，哪还用得着你亲自来一趟？少东家这次过来可是有事？是的，正好二东家也在，也就省得让张掌柜转达了。这是又有什么好生意要合作了吗？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等我一会儿，我去就来。行。随后便先行一步上了2楼包间，不多时便端出来一碗香喷喷的酸辣土豆粉。这是给二东家做的，你先尝尝味道怎么样，之后我们再谈事情。锦云也不笨，这应该就是今天要谈的生意，所以也就毫不客气的就吃了起来。这也太好吃了吧！站在一旁的张掌柜看的是直吞口水。不多时，锦云便将1碗酸辣土豆粉吃了个干净，连汤汁都不放过。这是个什么吃食？这也太好吃了。这个叫酸辣土豆粉，土豆粉是我山上种的土豆加工而成的。既然二东家都觉得味道很好，那这生意应该差不了。那少东家准备想要怎么样做这个生意？这个土豆粉我是想准备另外开设店铺，专门制作土豆粉小吃食。那你打算开在哪里？哪里有明月楼，哪里就有土豆粉。在每个明月楼的旁边开设一个小的店铺，专门卖这个土豆粉怎么样？而且店铺跟明月楼可以互通，在明月楼消费的客人如果想吃一样也可以点土豆粉。而单独开设这个店铺的主要原因是方便一些没时间过来现场吃的客人打包。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客人只是想吃一份酸辣粉，可以直接粉店购买，不需要进明月楼。因为如今明月楼每天的生意都是客满，单独购买一个酸辣粉还得进明月楼，会使得明月楼更加拥挤。而且直接开在明月楼的旁边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原因，借着明月楼的名气，不需要再特地打广告，只要客人知道这是明月楼的生意，基本都能知道这吃食差不了，也就都会选择尝一尝，只要一尝就没有不爱吃的。而且都是自家生意，没有什么存在抢生意的事情，反而可以互相帮衬。吃粉的听说明月楼其他吃食也不错，也想尝尝。明月楼吃饭的听说旁边的土豆粉也很美味，也不定会点上一份。二东家的觉得怎么样？跟红烧肉一样的卖法吗？类似于之前卖红烧肉做的隔间，但是还有不同，就是粉店自己单独设定厨房。这个土豆粉因为都是现场直接现做，做法也非常简单，所以厨房需要单独设定，也不需要太大。行，那店铺的事交给我来处理。店名想好了吗？就喜欢二东家的爽快。店名我已经想好了，店铺构架我也简单的设计了一下，到时候你找人装修的时候按照这个要求去装修就好了。锦云接过图纸看了看，粉姑娘，不错，好名字。二东家搞定店铺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我这边好安排。
这个很简单，10天半个月就好了。如果不打算同一天开业，最快的10天肯定能搞定。好，不用等同一天开业，哪边先装修好哪边先卖。我这边的粉目前也不多，分开开业比较好。10天之后应该也就差不多可以供应得上了。另外，这个粉姑娘的分红咱们也得先谈清楚，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正有此意。粉姑娘里面的吃食我都想好了，价格都是固定的，20文一份，利润咱们3-7分。毕竟店铺、人工都是你这边搞定的，我出的食谱跟方法，还有管理，所以占30%不为过吧。土豆粉另算，8文钱一斤。二东家的觉得意下如何？没意见，价格也很合理。郭晴见他答应了，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合同出来，2个人签字，按上手印，合作就算是完成了。行，那就这么定了。另外还有一笔大生意需要跟二东家谈谈。大生意？多大的生意？说来听听。丝绸生意。丝绸？就是蚕丝加工出来的一种布匹，叫做丝绸绸缎。这种绸缎做出来的衣服冬暖夏凉，而且比上好的棉布都还要舒服好看。冬暖夏凉？景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是眼前一亮。另外这个生意前期投入也会比较大，准备工作也会比较多。先要找做工精巧的木匠做一批抽丝器，还有纺织器，还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场地。而且绸缎的贵重更适合在皇城那边打开市场，所以我建议在皇城那边直接办个加工坊，省得你来回跑，到时候只需要从这边将蚕茧运输过去就好了。在皇城办加工坊场地好解决，皇城那边我有不少庄子，到时候要几个随便你挑，然后不满意的地方我安排人整改一下就好了。对哈，看我这记性，都忘了你还有另一个身份了。以你那身份，一个场地根本就不是事儿哈。景云笑了笑，他一个皇子在皇城的话，庄子肯定是不少啊。他这三嫂是不知道啊，他家相公在皇城也有不少庄子。要是知道了呀，想做什么生意都不愁了，压根就不需要来找他合作。接着呀，就看到郭晴又拿出了一堆的图纸，然后摆在桌面上。既然场地咱们有现成的，只需要修整修整就好了。我这边已经规划好抽丝坊跟纺织坊了，另外还需要一个染坊。染坊的事就不需要我多说了，我这边蚕茧的颜色有限，所以到时候别的颜色只能靠人工染制了，上好的染料师也得靠你了。这是图纸，到时候就需要麻烦二当家的盯着他们，务必要按这个要求进行修整。另外还有这2样东西是最关键的，你找手艺最好的木匠将它们制作出来，到时候我试试没有问题再大批量的制作。行，没问题，都交给我去办就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好，那我就静候二东家好消息了。哦，对了，这是蚕丝被的货款啊，另外这里还有一笔2万张蚕丝被的订单。又来了一笔这么大的订单，这今年1年要忙个不停，估计都赶不完这些订单了。这都有7-8万的订单量了吧？看来啊，得想办法扩大生产才行呢。之前拿走的1万张蚕丝被被我运往别的地方去了，结果如预料之中的好，这还是9牛1毛呢。等到时候天气一冷，更有你忙的了。太厉害了，真不愧是咱们的二东家，这3万两银子就不用给我了。到时候皇城那边的加工坊也需要不少资金，我人没法过去帮你，资金上还是要帮上一点才行，不然以后还怎么好意思找你合作？行，入公账。三嫂，一会儿可还有事，我跟你一起回郭家村，到时候顺便将蚕丝被带走。我一会儿还要去一趟粮食店看看我二哥，还不定什么时候回去，你可以先过去，不用等我。行，那我先过去，在家等你。一会儿你买点好菜，好好招待我，不然我这么辛苦，可就不平衡了。行，给你做好吃的。现在也没什么事儿了，我就先走了。张掌柜，刚才给你留了土豆粉，一会儿你自己把土豆粉煮一煮，浇上汤料就可以吃了。不多时，一个人赶着马车就来到了郭二哥这儿。哎，小妹，你来了？过来送货来了。然后啊，郭二哥就很自觉地去搬粮食进仓库去了。你就是良心铺子的老板吧？是我。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你们家的米面质量好的没话说，价格还公道，从不缺斤少两，也不坐地起价，真的是对得起你这个店名啊。是啊，自从你这店开业以来，就一直是这个价，东西实在，我都没有再去别的店买粮食了。是啊，东西实在，你这二哥二嫂对人都热情，可不像有些店看我们老百姓穿着破烂就狗眼看人低。我认得他还是明月楼的少东家。原来如此，姑娘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成就，太厉害了。
他这是在明月楼赚有钱人的钱，知道咱们老百姓不容易，却不赚我们的钱，真是个大好人呐！哎，是啊是啊，谢谢大家的夸赞，大家能吃饱穿暖比什么都强。今天只要在本店消费满50文的，都额外赠送1枚鸡蛋。谢谢老板。结果这一活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郭晴自己啊都跟着忙的是脚不着地，这会儿快中午了才歇下来。二哥，你们平时也这么忙吗？比今天稍微好点，毕竟今天这个活动搞的。那还得再请多2个人才好，不然有时候你去收山货了，丫丫姐一个人不得忙飞啊？其实也还好，忙点也没事儿，又不累人。这可不行，时间长了不累才怪。到时候要是把身体累坏了可怎么办？你还没有成亲呢。那个小妹，二哥有件事想跟你说说。什么事儿？二哥你说就是。那个，我想跟你丫丫姐把亲事先办了先。小妹，时间不早了，我先过去拿饭菜哈。今天中午你就在这吃点吧。行，你让张掌柜炒几个好菜，我们先好好庆祝一下。结果呢，王丫丫唰的一下也跟着脸红了起来，赶紧一溜烟的就跑了。二哥，你总算是开窍了，我等这一天可是等了好久了。这样吧，明天你带上我那未来二嫂一起回一趟郭家村，到时候你自己跟爹娘商量商量。那这铺子明天暂时休息1天也无妨，1天2天的不碍事的。听小妹这么说，郭二哥啊只能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笑了笑。不多时，王丫丫便将饭菜都端了过来，3个人是有说有笑的，开开心心的就吃了一顿午饭。然后郭晴就回家了。如今啊，郭父郭母那边的房子已经建好了，原本也打算选个良辰吉日搬进去住的。这会儿郭二哥想成亲了，正好好事成双，一起办了。回到家，2个小家伙呢已经午睡了。白浩跟锦云2兄弟啊正在喝茶聊天。哟，你们俩聊什么呢？三嫂，你可算是回来了，说好的给我做好吃的，你倒好，等你等的花儿都谢了，这会儿你才回来，晚上可得好好做顿好吃的补偿补偿我。行，这不是中午有事儿给耽搁了吗？那你们中午吃了没？吃了，王婶子做的怎样都没有你做的好吃。哎，我不管啊，晚上你必须下厨给我做顿好吃的。锦云，你上辈子是什么动物啊？啊？什么动物？没什么。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家里突然养多了一只猪，还蛮好玩的。锦云还是一脸疑问。你应该多笑笑，好看。你喜欢，那我以后就多笑笑。锦云看着这一幕啊，气得端起茶杯就一饮而尽。这也太过分了，说他是猪，还在猪的面前撒狗粮。不对，他才不是猪呢，眼前这2位才是狗，他一来就拼命的撒狗粮，欺负他是单身汉。这晚上啊，郭晴为了安慰受伤的单身汉锦云，还真的就做了满满一大桌好吃的。锦云第一个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每个菜啊吃一口夸一次，这个好吃，哎呀这个也好好吃，这个呀超好吃的。等郭晴把自己酿的甜米酒端上来的时候啊，锦云已经吃了个半饱了。三嫂，这又是什么好东西？这个是我自己酿的甜米酒，今晚你来了有口福了，可以尝尝。然后啊，拿起碗，每个人都倒了一碗。锦云接过了甜米酒，迫不及待的就喝了一口，结果就停不下来了，一口气直接1碗就进肚了。哇哦，舒服，好喝，冰冰凉凉的，带有一丝丝甜甜的味道。再来一碗。慢着点儿，没人跟你抢。大晚上的也不要喝太多了，不然影响睡眠。影响睡眠？为什么？郭晴并没有回答，而是让锦云啊自己去体会。结果就是到了晚上大家都睡得香喷喷的时候，锦云总算是体会到了郭晴那句影响睡眠是什么意思了。这也太影响睡眠了，还没半个时辰呢就憋不住的往茅厕跑，怎么能睡好觉吗？锦云叔叔，你昨晚干嘛了？眼睛怎么黑了一圈？别提了，这就是贪吃的后果。郭晴在一旁拼命的忍着笑意。三嫂，你要笑就笑吧，你不笑别人也会笑。我提醒过你的，是你自己不听劝，怪不了别人。早上吃什么？馒头跟鸡蛋瘦肉白米粥。这锦云听后呢就点了点头，他不挑食的，反正啊他三嫂做的吃食就是好吃，吃什么都无所谓。吃过饭之后啊，郭晴就带着锦云上蚕园去了。三嫂，这怎么有好几只蚕一动不动的？是不是升天了？不是升天了，这是他们在睡眠状态，准备要蜕皮了。蜕皮？是的，
蜕皮就是他又长大了1岁的意思，把身上的老皮褪去，然后就会长大很多。每只蚕一生要蜕7次皮，每次蜕皮之前都会不吃不拉不动，所以不用担心。哦，原来是这样啊，太神奇了。然后两人在蚕园逛了一上午，锦云看的呀都不想下山了，就跟着蚕园的婶子们各种学习，各种了解。郭晴也不管他，然后就自顾自的下山了。丫丫姐，你们回来啦？怎么都不上来叫我一下，还让你来洗菜做饭？这里交给我吧，你去休息一会儿，也难得今天你能休息一下。没事儿，洗个菜而已，不碍事的。你能做，我就不能做啊。那我们俩一起。于是呢，姑嫂2个人就在厨房里大展身手了，弄了满满1大桌的好吃的，见全家人都到齐了。郭二哥这才吞吞吐吐的把这次回来的事儿说了出来。郭母听到后激动的是老泪纵横。娘，你看你都激动成啥样了，又不是第一次娶新媳妇儿。你这孩子。嗨，老二要成亲了，这是好事。虽然王丫头没有娘家，但是我们该有的礼节一样也不能少。王丫头是个好姑娘，我们不能委屈了她。放心，以后我就是二嫂的半个娘家，二哥要是敢对二嫂不好，我第一个去灭了他。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没大没小。再说有我跟娘在，怎样也不能让丫丫吃亏了去。听到没，二嫂，你就放心的嫁给我二哥，咱家里人都给你撑腰。王丫丫被郭晴这一声二嫂叫的是满脸通红，应了一声就不好意思的低头吃饭了。他娘，吃完饭你去找村里的族老看看，选个好日子就把这事儿定下来吧。现在条件也不比以前了，到时候该有的礼节咱都不能少，咱风风光光的将王丫头娶回来。好的娘。这事儿就这么被敲定了。这一家人就开始忙忙碌碌的准备二哥的婚事事宜了。娘亲，我今天摘了好多桑葚果子，都拿回来给你做果酒。瑶儿真棒，累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可好玩了。小胖今天还摔了一跤呢。那悠儿有没有摔跤？没有，小胖是太胖了，而且吃太多了，撑得走不动道才摔跤的。这家伙也吃不腻，都吃了好几天了，还这么贪吃。谁叫你们2个食欲没我大？好啦，你们3个赶紧去洗把脸，洗个手，一会儿好吃饭啦。娘，什么时候再吃火锅啊？都好久没吃了。瑶儿想吃火锅啦。火锅是什么？火锅就是把肉片跟其他好吃的放锅里煮，可好吃了。瑶儿，现在天气太热了，吃火锅很容易上火的。我们再等等，等天气凉快了，娘亲就做给你吃，好不好？不嘛，不嘛，我就要吃火锅嘛。娘亲，我也要吃火锅。姑姑，我也想吃。三嫂，要不就做一顿火锅吃吃，我都没吃过，听3个小家伙说的，我都流口水了。行吧，今晚吃火锅。哦耶，今晚吃火锅了。三嫂，这就是那3个小家伙心心念念的火锅吗？是的。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吃，为什么可以有2个不一样的汤料？景云叔叔，这个叫鸳鸯锅，用板子把中间隔开，可以根据个人口号做辣的或者不辣的。这么神奇？何止神奇，你快尝尝这个牛肉片。太好吃了。这边吃边赞叹，哎呀，这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就没有三嫂不会做的吃食。最后酒足饭饱。三嫂，这么好吃的吃食，为什么不放到明月楼去？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如果要把火锅推向明月楼，那明月楼就会显得很杂乱，太乱了就会让客人享受不到美食的乐趣。怎么说？你看如果你正在吃饭，旁边又有客人吃火锅，先不说热气腾腾的夏天会受不了，就是自己桌上的美食是不是瞬间不香了？再说了，明月楼一直都是以炒菜为主，突然推出个火锅，那到底明月楼主打什么吃食了？又不是路边摊。那我们可以单独开一个火锅店，就像土豆粉一样。土豆粉不一样，一小块空间就可以解决了，火锅就不行，最起码也得有明月楼的格局大小才行。这么高，还不如直接再弄个大酒楼专门吃火锅。对呀，直接再开个酒楼就好了，而且场地似乎还有现成的呢。哪里有现成的？以前的繁香楼啊。繁香楼是个不错的选择，问题是
你不是那谁的弟吗？这个简单，有钱就好办事，这件事放心的交给我吧。行，你去搞定场地，场地搞定了，我再给你出个设计图，然后去定做火锅，一步一步来。好，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锦云在郭家村待了没几天，就赶紧回皇城忙他们的生意去了。这忙着忙着呀，郭二哥的婚事就到了。二嫂，欢迎加入我们家，我没什么好送你的，给你准备了一样小礼物。小妹，这个我可不能收啊。二嫂，这个你必须收下，不然我就会认为你不愿意嫁给我哥。你不许乱说。二嫂，打开看看，喜不喜欢？郭二嫂看着郭晴微笑，然后就将小木盒打开来。怎么样，二嫂可还喜欢？郭二嫂感动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高兴的直点头。二嫂喜欢就好，我来帮二嫂戴上，一会儿美美的出嫁。然后就将金钗子戴在了郭二嫂的头上。我的眼光简直不要太好，这钗子戴在二嫂子头上简直不要太美，美的让人心动不已，真想扑上去咬上一口。你这丫头一点也不正经，亏得还是当娘的人了。就因为正经我才没有扑上去啊，就你皮，赶紧的，一会儿你二哥就过来接亲了。丫丫，大嫂没有小妹有钱，这一点点心意希望你不要嫌弃。大嫂，这礼物我不能收的，你看你们为我的婚事是忙上忙下的，我哪里还好意思收你的礼物呢？怎么，小妹的礼物你收的，我的礼物你就不收？那就是嫌弃我的礼物没有小妹的礼物好了。不是，好啦，我的好大嫂二嫂，你俩够了。刚才还说我要赶紧的，一会儿接亲的就来了，这回反倒是你们俩不急了。大嫂送的礼物感动都来不及，怎么会嫌弃了？羡慕，我都想再成一次亲了。你这丫头说什么胡话了？郭晴无奈的吐舌，这句话估计也只有他自己懂了。很快郭二哥就过来接亲了。这时候接亲没有上仪式那么复杂，都是给点喜糖，然后就可以接走新娘了。好，收拾收拾，我们也赶紧过去吧。好。正好这时候郭二哥他们正在拜天地，拜完天地之后新娘就被送回房间了。郭二哥就留下来陪大家喝酒吃饭，白浩跟郭大哥还有郭父也被拉上一起陪酒了。郭晴无聊，就跟郭大嫂一起端了不少好吃食，跑郭二嫂房间里去陪郭二嫂去了。二嫂，是我跟大嫂来陪你来了，我们进来喽。还是小妹大嫂惦记我都快饿死了。饿了就吃吧，多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早日让咱娘亲抱上小森森。是的，多吃点。郭二嫂被这姑嫂两个说的脸刷刷刷的就红了起来，只好不好意思的端起面碗就吃了起来。看来郭二嫂是真饿了，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净。你们三个都在那正好。娘，你不去前厅帮忙招呼客人，跑这里来做什么？前厅有你爹跟你大哥二哥，还有你家相公，哪里用得着我？也是。然后就见郭母从怀里拿出了3个小木盒子，然后将小木盒子交给他们3人，一人一个。娘没什么好准备的，就给你们仨一人准备了一个镯子。大儿媳妇以前成亲的时候条件不允许，现在条件好些了，所以也得补上。秦丫头的。娘，你看看你这么大喜的日子说那么多干什么？看看你送我们3个啥好东西了。你看看，这老母亲不出手就不出手，一出手就是超大手笔啊！这也太好看了，我太喜欢了，太感动了，以后我天天揣在心窝窝里。娘，太贵重了，让您这么破费怎么好意思？傻孩子，只要你们都开开心心的，和和美美的，娘做什么都值得。然后2个儿媳1个女儿就将郭母一把抱住了，4人都流下了幸福的泪水。抱了一会儿，郭母便将3个手镯一一的为他们都戴上。谢谢娘。对了娘，你不是送信给外公外婆他们了吗？他们来了没？来了，这次得亏有你帮忙找的马车，外公外婆才能过来，不然2个老人家这大老远的要是走过来肯定是不行的。来了就好，让外公外婆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如果可以让他们住在这边也行，方便我们照顾。这一说郭母也有些心动了。到时候可以让外公外婆住我那儿，时不时也能替我搭把手照顾2个小家伙。郭母听郭晴这么一说，觉得也不是不可以。郭晴看着郭母这心动的样子8成是没问题了。到时候看看舅舅跟舅母怎么样。身体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到时候就让他们一起留下来吧。
外公外婆这2天在这边可还住得习惯？习惯，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住得不习惯呢？既然外公外婆觉得这地方这么好，那就干脆留下来得了，这样一家人都在一起也有个照应，不是吗？这样行吗？行什么行？家里的粮食不用管了。怎么就不行了？正好你们2个老人家过来了，就住我这边，还能帮我看看家里2个小朋友。这2天你们也都看到了，忙的忙山上，忙的忙地里，家里孩子都没人看，舅舅舅妈跟表姐，我这儿好几个山头哪里都缺人手，他们在这儿还能帮忙，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交给舅舅舅妈我也不用担心，不是吗？再说了，在这边还能替表姐寻个好人家，这样一家人离得近，方便照顾，多好。我觉得秦丫头说的有道理，我们这些老的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年轻的可以。为了孩子们安心赚钱，我们就不应该拖后腿。老头子说的对，我们应该支持他们才是。小玉他爹娘，你们怎么看呢？爹娘在哪，我们就在哪，而且这郭家村确实很好。行，那到时候我们回去将粮食收上来再过来。外公还等什么收粮食啊？就让舅舅舅妈回去直接将地里粮食卖了，还没收上来便宜一点卖了也无妨，田地交给村长租出去就好了，你们2个老人家还跟着折腾来折腾去干嘛？就按秦丫头说的这么办，亲家公亲家母就安心在这边住下，这么多孩子在身边，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这件事儿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村长叔在忙啊？秦丫头来了，快进来坐啊。村长叔，我这次找你是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啊？你说说看。咱们村不是靠河岸吗？以前下大雨涨洪水，咱们村总是被淹的那一个。这一次家里建房子生了不少材料，我在想要不要跟村民们商量一下，把河2边都修建高一些，也能防止以后涨洪。房子跟粮食都是咱们的命根子。你说的是，现在家家户户都过得好了，很多村民都建了新房子，这房子跟粮食啊都是咱们的命根子。这河岸修建是大事，我叫来村民们商量一下。这郭村长说完就立马出去召集村民去了。乡亲们，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为了咱们郭家村的大事。咱们郭家村靠河岸，每回洪水咱们都会遭殃，现在咱们郭家村条件都不错了，更应该把河岸2边都修建一下了，不能再等洪水来的时候，咱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房子粮食被淹没了。邱丫头，你继续说你的打算，咱们肯定都听你的，这河岸修建好了也都是为了大家呀。我是这么想的，每家每户先出10两银子，剩下的就我出了。因为现在啊，乡亲们对郭晴的信任，加上大家手里也有银子了，这10两银子大家还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很快这事儿就被敲定了下来。景丫头回来了，饭一会儿就好，你先休息会儿。没事儿，刚去河边他们给了我2条鱼，我来做个红烧鱼。行，那你帮我烧火。景丫头啊，今天中午我跟你王叔就不在这边吃午饭了，你铁牛哥回来了，我们就回去吃了。没关系啊，叫铁牛哥一起过来吃就好了。不用了，1次2次还行，哪有每次回来都过来吃的道理？这有啥，又不会吃穷我。不过铁牛哥不是才休过假吗？今天怎么又放假了吗？唉，一言难尽呐。你铁牛哥在木匠师傅家也做了好几年了，这不天天在人家屋檐下，就喜欢上了木匠师傅的女儿。这不是好事吗？你情我愿，那就找媒婆上门提亲呗。要是你情我愿，那就好喽。怎么说？木匠师傅的女儿一开始也没说不喜欢你铁牛哥，说如果你铁牛哥能在县里买个院子，她就愿意嫁给他。你铁牛哥也答应一定努力赚钱，在县里买个小院子就娶她。但是最近来了个新木工，斯斯文文的，听说家里条件还可以，就是去那磨练一下的。木匠师傅的女儿就开始疏远你铁牛哥。前2天你铁牛哥发现木匠师傅的女儿跟那个新木工去买了新院子，你铁牛哥一问才知道，他们俩呀都要准备成亲了。哎呀，现在闹成那样，哪好意思再待在那里做事啊？但如此，那回来不是更好？正好我这儿缺人缺得紧，一会儿叫上铁牛哥一起过来这边吃饭，顺便问问铁牛哥有什么打算，可愿意来帮我做事？行，一会儿我去叫他。这孩子啊，不是婶子吹的，干活绝对是一把好手。所以我更加想要铁牛哥留下来帮我做事啊。行，铁牛哥，我这边人手不够，你愿意过来帮我不？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呢？除非你不愿意。那你愿意吗？愿意，我当然愿意。愿意就行。
第1个月工钱是3两银子，1个月之后如果做得不错，就给我大哥当副手，工钱5两银子1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明天就开始上工。没问题。这件事儿就这么被敲定了。咦，迎松，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夫人，我刚回来没多久。那你见到你们家将军了没？啊，见过了。行，那你吃了没？还没呢，就是为了等着吃夫人做的美食，所以一直饿着肚子，等夫人回家做好吃的。结果就是迎来了白浩的一记杀人眼。我帮忙打下手，绝不让夫人累着。而且今天不是有父老来了吗？所以必须做点好吃的，招待招待他老人家啊，以后才好好的教导玉儿跟优儿，不是吗？家里来客人了。然后啊，就见到一位老者从房间里黑着一张脸就走了出来。我可没你这么贪吃，你自己想吃可不要拉上我。父老，你确定你不吃？父老听到迎松的疑问呀，自己也犹豫了一下。这位是父老，皇城赫赫有名的老师，为皇上培养出了不少的栋梁之才。我曾经也是父老的学生。父老，这位是学生的内人郭晴。然后郭晴笑着半屈膝向父老问好。父老笑着点头，摸了摸自己那一撮撮发白的胡须。啊，那父老您休息一下，我这就去准备午饭。只是不知道您会来，没什么好菜能招待您了，希望您不要嫌弃就好。不嫌弃，能吃饱就行，无需讲究太多。随后郭晴便转身进了厨房。等饭菜都上桌之后郭晴一去开饭了，大家呀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特别是迎松，感觉是有多久没吃饭了似的。夫人，咱们晚上吃烤鸭吧。之前去找父老的时候就跟他说了，您做的烤鸭堪称完美，父老才心动被请过来的，所以咱不能让他失望，不是吗？行，没问题。还想吃什么？抓紧时间点，我好准备材料。还酸辣土豆粉，好久没吃了，我怀念，想吃。还有吗？一次说完。今晚就暂时吃这些，反正以后都住这儿了，可以慢慢吃。行，都满足你。一会儿你自己去李家村李婶子家买一只鸭子回来，要是不够吃就买多一只，你自己看着办就行。然后晚上就满足了迎松，做了满满一大锅的酸辣土豆粉，还有3只烤鸭。这吃过晚饭郭晴正准备躺下梦回周公。主人，这2天山上出现了几个陌生面孔，一直在周围转悠，应该是在打探情况。他们查探到什么了没？目前没有，不过看样子他们个个身手不凡，虽然打扮成农民的模样，但是那一身杀气还是跟农民伯伯有很大的区别。没什么发现就先不打草惊蛇，看看他们来此的目的是什么再说。这段时间就辛苦我们家小蛋啦，如果发现什么不对劲，记得立刻通知我。知道了，明天我要只肉丸子。郭晴无语地白了蒙小蛋一眼，然后扯过被子蒙头大睡起来。你要是不给我做肉丸子吃，以后我就不做任务。主人，你不能偏心。我有说不给你做吗？赶紧睡觉，别打扰我做美梦。嘿嘿，主人，我爱你，你做什么美梦带上我呗。滚！喏，昨晚答应你的，这下该满足了吧？就知道主人最好了，我最爱主人了。给了你1晚了，这些要留给月儿跟优儿，一会儿下课了吃的，不许偷吃，知道不？知道了，主人就放心吧，这一大碗够我吃上1天的了。别光顾着吃，别忘了昨晚咱们谈好的，可不许出岔子。我去一趟山上，一会儿就回来。知道了，我办事你还能不放心吗？最近咱们这山上有陌生人在这边转悠，打扮成农民的装扮，身手却非比寻常，大家伙一定要多注意留意，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巡视巡视，切不可掉以轻心，发现不对劲的地方立马制止上报，记住尽量抓活口，至少要让我们弄清楚到底是谁在打这里的主意。明白，夫人。好了，没什么事了，大家继续训练。苍龙，你安排几个身手好点的去保护月儿跟优儿，务必要保护好他们2个。是，夫人，一定不忘所托。行了，你也去忙吧。夫人，你来了。今天飞鹰巡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在到处做暗号，然后被飞鹰直接抓了回来，现在正在山洞等着你来审问。你们抓他进来的时候，有没有被其他人发现？没有，而且我们也做好了措施，蒙住那人的双眼，故意带着他绕了很远才回山洞的。做得不错。说吧，谁派你来的？有什么目的？看来还是个有骨气的人儿，只是可惜了。有什么好可惜的？要杀便杀，哪有这么多废话？看来还是有点傻。我要是想杀你，何须等到现在？既然不杀你，那肯定是有我的目的的。如果目的没达到，你说我会把你怎么样？没多久，被绑来的人便开始表情扭曲，冷汗直冒，全身哆嗦狰狞。怎么样？现在可愿意说了？只见对方已经疼的是没法说话了，
只能是艰难的点点头。郭晴一看对方有说的打算了，便伸手将一粒药丸就喂给了对方。说吧，今天你只有一次机会，希望你好好把握。是三皇子派我们来的。三皇子欧阳锦云。对。今天的机会你已经错过了，那就再好好想想吧。如果你能让我见到明天活着的你，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想要知道我要的答案，并非只有你这一条路。苍龙，拿东西塞住他的嘴，防止他咬舌自尽。说完啊，郭晴头也不回的就走了，留下三人一头雾水。不过没多久，他们便知道啊郭晴那话语的意思了。被抓来的人啊，又继续疼的是生不如死，而且呢，还是好一阵儿又疼一阵儿的。喂，你说咱们的夫人使用的是什么妖术，竟让这家伙疼成这样？我们也想知道啊，当时我跟飞鹰都在跟前儿，没看到夫人把他怎么样啊，太可怕了！一个魔鬼将军，现在又来了一个魔鬼夫人，感觉这天要变了。这话可不能乱说，咱们心里有数就行，可不能给夫人招惹麻烦。哼，拿开你的臭手，要你提醒。我手臭，还嫌弃我手臭？来，再多闻，不要钱的，免费的。而血狼和飞鹰呢，看着这一幕啊，无奈的摇了摇头，走出了山洞。第二天，郭晴照常又来到山上。怎么样？想了一晚上，可有想通了？夫人，我们的人跟那群人打起来了。说说怎么回事？我们的人刚才在巡防，然后看到有一群人鬼鬼祟祟的往残坊坟坊摸了过去。我们一看苗头不对，就赶紧制止。但是对方的人数不少，我们的人又被调去几个保护玉儿跟幽儿去了，而且山上的遮挡物多，我们的弓枪也没有办法下手，所以他们有多少人？怕是得有30几号人，而且个个身手都不简单。不过虽然我们人手少，但是刚刚开始使用弓枪的时候消灭了好几个。来这么多？郭晴并没有被吓着，反而是扬起嘴角一笑。两人正快步走着，蒙小蛋突然飞过来了。主人，今天突然出现一大帮黑衣人，等我发现的时候，咱们的人也发现了。看来他们并没有偷懒，只是能力太菜了。现在两方打起来了，那一些人发现咱们的武器后都藏起来了，咱们的人有几个已经被偷袭受伤了，所以我赶紧来帮他们搬救兵，不然你辛辛苦苦养的这群菜鸟就要被干光了。知道了，一会儿你帮我定位他们的位置，养你这么久，用你的时候到了。保证完成任务。很快，他们便靠近了目的地。主人，前方100米处的大树后面有2个，脚拉出来了，看你的了。郭晴接收到信息，毫不犹豫的已经开枪，目标呢直中对方露出来的腿。被打中的人啊，直接闷哼一声倒地，晕了过去。郭晴的剑啊，他自己是加过料的，因为这些人能留活口的尽量留下活口，他需要套取消息；不能留活口的就直接干掉。看自己的同伴躲起来也被打中了，心一下就慌了。以为这里不安全，准备快速换个地方，结果郭晴要的呀就是他移动，在对方移动的瞬间，立马第2枪就发射过去，直接一枪致命。战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左边草丛正中间2个，左边榕树后面1个，上这棵榕树往右边草丛看，有3个人头，正前方来了一个偷袭的。而一起来的血狼啊，半天还没反应过来呢，这目标啊就已经被干掉10来个了。郭晴看躲起来的已经都被解决了，留下的几个活口啊，也让血狼绑起来了。自己干脆就找了块平坦一点的大石头，坐在上面欣赏起他们的表演来。加油哈！赢了今晚加餐，输了自己领罚。正在厮杀的同伴啊，听到夫人的声音都惊喜不已，没有了后顾之忧。很快他们就占了上风，将一众人全部解决掉。还有活口的就绑起来带回了山洞。回到山洞后，郭晴命令回国家村拿医药箱的人也回来了。跟来的呀，还有一脸紧张的白浩。血狼，这个是止血药，这个是消炎药，这个是纱布，你先帮他们把伤口止血消炎，然后用这个纱布绑好。安排完之后啊，才看着白浩说道：你怎么来了？你叫人回去拿医药箱，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不放心，所以上来看看。你没事吧？你还不清楚吗？能有什么事啊？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下次有什么事先通知我。知道啦，这不是事发突然，而且万一真有什么事儿，玉儿跟幽儿更离不开你。可你同样也不能有任何闪失。行啦，别愣拿了，这会儿不是咱们聊天的好时候，先解决眼前的事情再说。然后呢，拉着他来到那群黑衣人的面前。而被绑来的黑衣人被郭晴叫人一盆水泼过去，瞬间都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的带到了一个地方，前面呢还有正在不知受着什么折磨的同伴。
怎么样？你们要不要也体验一下他的感受啊？一群人看着正在受折磨的同伴，表情扭曲，眼角、耳朵都已经开始流血了，好不吓人。不想体验也可以，同样也是一人一次说实话的机会，错过了就没得选择了。我说吧。我们其实也不敢确定对方的身份，只知道那人是皇城那里面的一位贵人。宫里面的贵人？三皇子？不是，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真人，但是他坐在马车里与我们说话，那声音明显是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这时候啊，躺在地上的人也不安定了，赶紧的想引起郭晴等人的关注。而郭晴呢，也确实是关注到他了，知道啊，他这是有话要说，然后让苍龙拿掉他嘴里的东西。方好，是皇后。那人听完郭晴的询问，直接使劲点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三皇子。因为三皇子？他想毁了三皇子跟你的合作。毁我的残房坟坊，那也没必要兴师动众的用上你们这些高手啊。难道是之前三皇子因为我的原因，把他娘家的酒楼举报了毁了，所以现在想报复我们，让你们把我的残房跟坟坊毁掉？又因为知道三皇子派了不少人在暗中保护这里，所以就找到了你们，是这样吗？具体的原因我们不知道，他只让我们毁了你的残房跟坟坊，如果可以再毁了你跟三皇子的信任就更好。所以昨天你才会说是三皇子。这皇后我都怀疑她怎么坐上的这个位置了，怎么蠢成这样啊？3岁小孩都能知道不可能会是三皇子，她怎么就想起用这么蠢的招数了？再说毁了我的残房坟坊有什么用？我还可以继续建呢。我们把知道的都说了，这下你可以放人了吧？放了你们？你们把这儿当什么了？把我当什么了？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一个村姑，要不是仗着三皇子撑腰，你有什么可牛的？你把我们抓来，想知道的我们也都告诉你了，留着我们对你也没有什么用。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回去复命，皇后迟早会知道，到时候对你更没有任何好处。三皇子不一样，他有皇上为他撑腰，你不过就是一个外人，就算三皇子对你有意，他也不会为了你而开罪皇上皇后。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留着你们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好处。不过有一点，我替你们纠正一下，我不需要靠三皇子撑腰，三皇子跟我也只是合作关系，什么有意不有意的，那都是不存在的。我仗着我自己的事，记住了吗？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只是仗了一下我自己的事而已。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郭晴也懒得跟他们废话了，交代苍龙几人将这群黑衣人解决掉，就拉上白浩回了家。你可以仗着我的事啊，没有景云，你可以仗着我的事。当时没发现你竟然这么小肚鸡肠，那人说的话你没必要放在心上。我跟三皇子就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等会儿那些人没挑拨离间我跟三皇子，反倒把咱俩离间了。我是认真的，你可以不需要靠自己。要不是郭晴换过一个心思，这会儿啊，估计他就会真的答应他了。但是他如今不一样了，习惯靠自己，因为他知道男人的话大多是靠不住的。晴儿，好，我知道我可以靠你，但是我喜欢先靠我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再来靠你，你懂吗？好，以后我们互相依靠。说完就一蹦一跳的下山去了，留下白浩一个人在后面慢慢的消化这句话的含义。晴儿，现在那边有些事情必须要我去处理一下，所以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那月儿跟优儿？他们俩不用跟我走，就在这里陪着你，我把他们俩交给你了。好，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俩的。还有你自己也要照顾好。宫墙队我就不带走了，留下来保护你们。我担心到时候那个人还会派更多的人过来。我了解他，他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不用，今天有几个受伤了，他们留下来给我，顺便养伤就行。你把没受伤的都带走，这里有我，你就放心的去办事儿。好，那我带上他们一起，你就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另外，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拿着这个去找陆知县，或者直接去找张掌柜。还有，陆家公子，我不在家，不能让他来。好，没什么事，我尽量不跟他见面，就算见面，我也不单独见。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啊？等天完全黑之后动身。去多久？还不知道呢，
我会尽快把事情处理好就回来，你在家等我。好。就这样抱着又过了几分钟，白浩最后轻轻地将郭晴放开，然后抬起他的下巴。下一秒，白浩的双唇便印在了郭晴的唇上。郭晴突然睁大双眼，像是想到什么似的，唰的一下就推开了白浩。白浩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大跳，结果只见郭晴提过来他自己准备的医药箱，然后打开医药箱，拿了一堆药出来，就说道：这些药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是消炎药，这个是吃的止疼药跟特效药，另外这个是摸伤口的特效药跟止疼药，你都拿着，用不上更好。白浩直接将这些药全部放下，然后拉起郭晴准备继续刚才的事儿。太晚了，晚点你还要赶路，赶紧去休息会儿。你也早点休息。那个一会儿我就不起来送你了，给你的药你记得带上。好，那你等我回来。然后转身离去。郭晴偷偷地看着白浩的背影，流下了不舍的眼泪。时间就这么日复一日的过着，郭晴也使劲让自己忙碌起来，因为一闲下来她就会去想某个人。亲丫头，白浩这几天怎么都不见身影？不是出什么事了吧？娘，你别担心，白浩出去有事去了，事情处理好了就会回来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吧？郭晴听到这个问题，心里也很是担心。亲丫头，亲丫头，娘，你就别瞎担心了，他就是出去办点事而已，能有什么危险？你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哎呀，我这不是担心吗？这么多天不见人，你也不跟娘说一下。好了，女儿错了，下次记得早早就告诉你，不让您担心。你呀，也老大不小了，如果两人都有意，那就抓紧时间给我生个外孙宝宝。娘，你这奶奶还没做过瘾呢，就想着要做外婆了，不要着急，慢慢来，这种事情得靠缘分，缘分来了自然就有了。你这孩子，做奶奶跟做外婆能一样吗？我咋能不着急？娘，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闲了没事干？没事干就赶紧上财园去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顺便多陪陪外公外婆，现在住得近，更应该多陪陪。嗨，你赶我做甚？跟你说完我就走，娘可是为你好，说的可是掏心窝子的话。也看得出来白浩这孩子不错，如果你们俩再生2个孩子就更好了。娘，我们有月儿跟优儿2个就够了。现在谁家孩子嫌多的？月儿优儿再多几个弟弟妹妹会更高兴的。娘亲，你就给我们生个弟弟妹妹吧，你放心，我跟玉儿哥哥肯定会好好照顾弟弟妹妹的。咋的？你们还没完没了了是吧？没完没了了是吧？去，没空搭理你们。外婆，娘亲是不是生优儿的气了？傻优儿，你娘亲怎么会生优儿的气了？娘亲呐，那是害羞了，不好意思了。那优儿还会不会有弟弟妹妹？放心吧，肯定会有的。所以优儿跟玉儿以后要更努力的好好学习，以后可以教弟弟妹妹，知道吗？优儿知道了。好了，优儿去好好学习吧，外婆也去忙去了。外婆再见。而郭晴被郭母调戏的不好意思，躲回房间之后，心里就在想刚才郭母的问题。这么想着想着，忽然叮咚一声，系统又升级了。郭晴被这声音打断了美梦，干脆闪身就进了空间。小蛋，恭喜你啊，又升1级了，这次又有什么好奖励啊？主人，小蛋现在是19级了，这次的奖励是小蛋可以检测身体健康状况。我去，这么厉害，还有此等功能。主人，要不要小蛋帮您检查一下您的身体状况啊？可以吗？现在还不行，我要休眠7天才可以拥有此项技能。7天？这么久吗？那不是又得7天见不到我们家可爱的小蛋蛋小朋友了？主人，你快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你这哪里是舍不得我，明显就是没人帮你做任务了，你才舍不得我的。哼，咋的？现在能力强了，翅膀硬了，还敢顶嘴了是吧？小心等你出来，我做的好吃的，你有本事别吃。好了，主人别生气了，一生气就不美了。我升级技能也就等于你拥有技能，所以我知道主人最好了，肯定会做好一大桌好吃的，等我升级成功归来的。行吗？
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等你出来的时候，给你做一碗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吧，外加一碗肉丸子。做人要知足，切不可得寸进尺。主人，我不是人，我是一只可爱的小精灵。哼，话太多了，赶紧去休眠，我也好乐得清静。哼哼，遵命，主人记得红烧肉、肉丸子哦。说完就不见精灵影了。吃，就知道吃，小心胖得飞不动。这日子啊，一忙又是好几天。很快，紫阳县的酸辣土豆粉店就装修好了。今天这人还真不是一般的多呀。是啊，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等着吃这个新吃食。哎呀，太好吃了！感觉一份好像不够吃啊。小二，再来一份酸辣粉。小二，这一桌加2份，然后再打包2份。哦，这里加3份。这里1份。哎，这里2份。第一天的酸辣土豆粉直接卖脱销了。各位客人，不好意思啊，今天的土豆粉汤底没有了，卖完了，大家想吃就只能等明天了。啊，这么快就卖完了吗？不能再加量吗？真是不好意思各位，因为汤底都是要提前熬制的，所以今天没办法加量，大家可以明天来购买，是一样的。反正本店就在这儿，又不是就卖今天一天。嗨，这也太难了，这今晚可不得想一晚上呀。现在这酸辣土豆粉的香味还飘在空气中呢，闻着肚子里的馋虫直勾勾啊。这样吧，明天买酸辣土豆粉还继续送1枚茶叶蛋，这样就行了吧？得到这个结果，客人也表示同意。最后客人都一一散去，或者去明月楼吃别的好吃食补偿一下肚子里的馋虫。客人都散去之后，郭晴便将今天卖粉的银子都清点了一下，竟然有100多两。这短短几个时辰啊，就有这成绩，真心不错。行了，今天没想到这么早就卖完了，那咱们就可以早点收摊了，把店里都收拾干净，大家就早点回家休息吧，明天咱们再继续。那东家，明天汤底需要加量吗？不加量，还是跟今天一样的。东家，生意这么好，为什么不加量啊？因为这是新吃食，在量上没法把控多与少，因为每天的需求不同，而且太容易满足，那就没有那么强烈想吃的感觉了。换句话叫做饥饿营销，能懂不？不太懂。容易满足的东西不容易被珍惜，这会儿能懂不？哦，我知道了，意思就是呢，如果客人每天都能随时吃到，那就觉得什么时候来都没所谓了。但是如果控制了量，每天都需要提前排队才能买到的话，那每天店门口都会有很多人早早的就来排队了，而我们呢也能早早的卖完收摊。而且这样一来，如果有外地人来，不用人介绍都知道这家店的吃食很抢手。另外还有一点，每天的量啊都能及时卖完，也就不会浪费了。就是这么个意思，解释得很到位。你叫什么名字？回东家，我叫王大鸭，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呢大家都叫我大鸭。大鸭也很棒，也很聪明，好好努力做事，我看好你。在粉姑娘这里，大家只要好好努力干活，我都不会亏待大家的。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让我失望。是东家。好啦，没什么事，大家都去忙完就回家休息吧。郭晴说完便离开了粉姑娘店，来到了明月楼这边找张掌柜。晴丫头，这么好的生意真有你的呀，只要是你发现的新吃食，就没有不大卖的。张掌柜过奖了，我也是闲来无事瞎琢磨呢。最近二东家那儿可有什么消息？就前几天传来消息，称有几家粉姑娘也装修好了，培训的店员也在路上，应该过几天就到了。另外这绸装也在有序的进行着，应该再有1个月左右就可以加工纺织了。到时候直接让1号店的王大鸭给他们培训就好了。我看那姑娘是个不错的，你也留意一下看看能不能培养成店长。绸缎还有1个月左右的话，那现在也不用着急，咱们等二东家消息就好了。好，行了，我也出来大半天了，也该回去了，这里就交给你了。小妹你来了呀，吃过了没？在明月楼吃过了。今天不是粉姑娘开业吗？生意怎么样啊？生意好的不得了，这不早早的就卖完了，结束了那边的工作，我就来看你们来了。这么好啊，生意好就好。小妹就是厉害。表姐也很聪明啊，这段时间对账进步的非常快，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这2天舅舅舅妈也差不多快到了，到时候这里可就要交给你们了。我们家的小妹都很优秀。是的，都很优秀。秦姑娘，你怎么在这儿？看你说的，这是我的店，我在这儿很正常啊。对，这是你开的店，你在这也很正常。这位公子，就算不是我家小妹的店，他来看看他的二哥二嫂也很正常啊。听到了陌生的声音，穆公子也很意外，然后看着郭晴，想要知道答案。
这位是我的表姐郭小玉，你可以叫她小玉的。表姐，这位是陆公子。小玉姑娘好。郭小玉笑着俯了俯身回礼，而此时的她得到陆公子的行礼，心跳加速。陆公子来这小店可是有事儿啊？我来买粮食。买粮食？你家用得着你来买粮食？会不会有点大材小用啊？是这样的，今天家里的管家身体不适，家里晚上等着米下锅，所以我干脆就来跑一趟。啊，那您看看需要什么，让小玉帮你称一下。白米跟白面各100斤就好。要这么多啊？那陆公子能不能帮忙？我跟他二哥要搬粮食进仓库，小玉一个人怕是搞不定。郭晴就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也不反对，因为他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陆公子，好了，一共是2两零700文。好了，不用找了，剩下的帮我打一些米酒。好的啊，然后便去找酒壶打酒去了。秦姑娘最近可好？挺好的，每天这里忙一忙，那里忙一忙，很充实。现在秦姑娘生意做得挺多的，挺好。哪里，就是打发时间，小打小闹，比不得你们读书考取功名的。秦姑娘如果是男儿，考取功名又有何难？陆公子就别打趣我了，我呀就对赚钱感兴趣。对了，秦姑娘相公今日怎么没一起来？他这段时间有事外出了。原来如此。陆公子，好了，这个酒你要拿好，可别洒了，洒了可就浪费了。好，谢谢小玉姑娘。不客气的，应该的。那个秦姑娘、小玉姑娘，那我就先走了。好。陆公子慢走，以后有需要记得再来光顾啊。小玉姐现在做生意是越来越上道了。有吗？怎么没有？陆公子慢走，以后有需要记得再来光顾啊。小玉一听，脸瞬间就红到脖子根了。哼，小妹，你呀就别打趣你小玉姐了。有吗？不过话说回来，小妹，那个陆公子你也认识有段时间了，感觉怎么样啊？笑什么？那你话呢？没什么，只是没想到我家二嫂现在也不单纯了。二嫂被郭晴这么一说，脸一下也就红了起来，更加假装生气的追着郭晴打。二嫂别打了，我错了。郭二嫂见小妹求饶，也就停了下来。二哥，你竟然看着自己媳妇儿欺负自己小妹。郭二哥无奈的笑着摊了摊手。有了媳妇儿忘了妹，有了媳妇儿忘了妹。好了，一会儿被客人看到了就不好了。二嫂，过2天舅舅舅妈回来之后，我让他们过来接手你跟二哥的活。他们如果不怎么熟练，你们就带他们2天。等舅舅舅妈上手之后，你跟二哥就回郭家村帮我忙。我们在这做的挺好的，家里不是有大哥大嫂吗？大哥大嫂现在帮我管理粉园的活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蚕园就郭婶子一个，管理不过来。到时候二哥二嫂回去就上蚕园帮我管理去，而且二嫂以后最主要的是要帮我管理总财务的，不然我一个人忙上忙下的，还要给那么多工人发工钱，快累死了，你们忍心吗？行，回去帮你。不过到时候二嫂你那房子先暂时借给舅舅舅妈住一段时间，到时候看看舅舅舅妈是愿意在县里买院子住，还是在村里建，让他们自己选择。没问题的。行了，你们忙吧，我该回家去了，不然一会儿玉儿、悠儿就该着急了。娘亲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悠儿都想娘去了。今天粉姑娘开业，娘亲得看着点啊，可不能出岔子。那娘亲今天粉姑娘的生意好吗？非常的好，早早的就卖完了，所以娘亲回来了。今天小胖怎么没来？小胖生病了，好像还挺严重的。生病了？今天上午他没来上课，下课后我让迎松带着我去找他，才知道他生病了。听大舅说，小胖说话都很吃力，全身长满了好多包，还很痒，整个人都不好了。娘亲，小胖会不会死啊？傻瓜，哪有那么夸张？不过是生个病而已，等病好了就没事了。真的吗？小胖真的会没事的吗？真的不能再真。不过玉儿去见小胖的时候，有没有碰触过小胖啊？没有，我过去的时候，大舅不让我进屋，就远远的看了下。玉儿真乖。
玉儿，那你跟优儿在家玩滑滑梯，娘亲去看看小胖哥哥，一会儿就回来。娘亲快去吧，记得帮我跟小胖哥哥说，让他快点好起来，我等他一起玩滑滑梯。好，我们家的玉儿真懂事。小妹，你怎么来了？我听玉儿说小胖生病了，我来看看怎么回事。大夫说是长水痘了。郭晴听了郭大哥的回答，然后点点头，直接往小胖的房间走去。小妹，你别进去，别到时候带了病毒进去，家里还有玉儿和优儿，可不能大意啊。没事儿，没你说的那么夸张，我有分寸。然后毫不犹豫地推门直入。小胖怎么样，好些没？姑姑，郭晴靠近小胖，然后抬起小胖的头，左右瞧了瞧，最后让小胖张嘴啊，又看看小胖的手脚身上，最后又摸了摸额头，还是有点低烧。大夫说的没错，是出水痘，但是因为发烧的原因，上火也很严重，喉咙都发炎了，所以很难受，说不出话来。大夫开了些什么药？哎呦，我的大孙儿啊，你怎么这么命苦啊？怎么就长了些这样的怪东西啊？这一哭可把郭晴吓得不轻，这王老太至于吗？不就是长个水痘吗？这哭天喊地的，这是要干嘛呀？就一些调理的草药，娘正在熬着呢。而郭晴听了郭大哥的话，突然才想起这时候的医疗水平是非常非常低的。小蛋，你再检查一下小胖的身体还有没有别的不适，他现在说话困难，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主人，刚才进屋小蛋就已经帮忙检查过了，小胖这个水痘前2天就已经有征兆了，只不过小胖好动，精神状态不错，低烧不容易被发现，直到昨晚高烧，水痘一下爆发才被发现。目前除了发烧、喉咙发炎严重、水痘严重，身体无其他不良症状。非常不错，晚上给你做肉丸子。之后，郭晴从医药箱里噼里啪啦的就拿了一堆的药出来。大哥，一会儿你打一盆干净的温水，用干净的毛巾给小胖身体擦干净，记住一定要干净的，有些毛巾更好，用开水烫一烫，专门给小胖用。以后每次用的时候都要用开水烫一烫，避免重复感染。清洗好身体之后，就把这个药膏抹到有水痘的地方，早晚抹一遍就行。郭大哥一听完小妹噼里啪啦的说了一大堆，然后疑惑的伸手接过了郭晴递过来的药，一动不动。去呀，戳在那儿一动不动干嘛？小胖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秦丫头懂得比你多，你现在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个药你就放心用吧，这些都是我师傅给我的，我这皮毛的医术也是师傅教的。小胖这样，你难道还能有更好的办法不成？觉得不好意思的大哥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只能是呵呵2声，然后就赶紧准备温水、毛巾去了。而郭晴则找来了一个大杯子，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从空间取了一大杯的灵泉水，然后又拿了些退烧跟抗病毒的药递给了小胖，让小胖吃下去。太婆，姑姑这个药真灵，我喉咙竟然没那么痛了，可以说话了。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们家小胖以后要好好的，好好学习，将来好帮你姑姑。好啦，有好转就行。这个药每天记得吃3次，饭前吃，就按照我刚才的方法就行。还有，不要吃辛辣的东西，实在不行喝猪就好了。抹身上的药每天早晚1次，不要忘了。小胖杯子里的水，你记得时不时喝几口。多喝水有助于退热排毒，赶紧好起来。好了，姑姑给你做好吃的。另外，姑姑做的新玩具，玉儿可等着与你一起玩哦。好，谢谢姑姑。既然这里都交代清楚了，没什么事儿，郭晴便回家了。忙忙碌碌的，不知不觉中，天已经又开始慢慢的冷了起来。而郭家村、王家村、李家村都开始进入了大丰收的时节。秦丫头，今年年夜饭你带上大家去娘那边吃，你这一年忙到最后1天了，也该休息休息一下。好，听娘的安排。那个白浩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有没有给你来信？娘，放心吧，前2天他让人送信给我了，他现在一切安好。不过今年过年他估计没空回来了，也让我们不用担心。啊，那就好，平安就行。
由于郭晴被郭母邀请回家吃年夜饭，那郭晴这边一家老小也都跟着一起去了，当然也包括舅舅舅妈一大家子。去的人多，一桌还坐不下，便安排坐了2大桌，直接女人跟孩子一桌，男人们一桌。吃完团圆饭，一家子坐在一起嗑瓜子儿聊家常，很难得的画面。第二天大年初一，阳光明媚。夫人，有人找。郭晴听到有人找，便站起身准备迎接看看是谁来找自己。陆大人，民女见过陆大人。什么风把年老给吹来了？哦，夫人见笑了，本官这次来是有一事相求。陆大人先请进，咱们坐下来说吧。陆大人今日有何事需要民女帮忙的？看得出来，夫人也是豪爽之人，那本官也就不再拐弯抹角了。本官这次来是奔着你的土豆来的。民女的土豆？是的，早就听闻夫人很早之前就获得了一样高产量的粮食，不过也知道那个时候夫人自己也没多少种子，所以就一直拖到现在才来冒昧拜访。今日过来就是想跟夫人购买一些土豆种子，让紫阳县的百姓都能够种上这高产量的粮食，能够解决温饱的问题。原来如此，没想到咱们的陆大人可是人民的好官啊，能第一时间就想到咱们老百姓，不枉老百姓这么拥戴你。民女还当是什么大事了。买种子好说，就是不知道陆大人大概需要多少土豆种。你这边大概能卖多少啊？这样吧，陆大人，这个数量估计您也很难把握，等开了窗，您通知紫阳县的乡亲们，需要土豆种子的直接来民女这儿购买就行，价格都是统一的。当初卖给郭家村的是5文钱1斤，卖给其他村也是同样的价格。村民自行来买比较麻烦，到时候让每个村自行报量给村长，让村长做好总数的账目统计，到时候就以村为单位来这边购买，然后您那边到时候就想办法帮忙运输一下呗。陆知县听完郭晴的建议，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甚好。行，就按照你说的办法。这土豆什么时候开始耕种啊？我们也好提前做好准备。第一季开春之后就可以耕种了，到时候还需要提前发好芽，所以开春之前就可以登记来购买。行，那本官就替紫阳县的老百姓先谢过夫人了。陆大人客气了，不过就是卖些种子而已，无需如此大礼，民女受受不起。好，就是，可惜了。郭晴突然听到这么一句没由来的话，一脸的疑问。好，没什么。行了，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那本官也就不再打扰夫人了。说完便起身离开了郭家村。迎松，刚才陆大人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结果迎松一脸的意味深长，并不打算告知自家夫人。说不说？不说一会儿看着我们吃饭。我说还不行吗？说吧。就是可惜夫人已经嫁人了，不然完全符合陆大人心目当中的秀才夫人。哦，不对，现在应该说是状元夫人。状元夫人？郭晴这时候竟然是脑子短路，听不明白迎松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陆文轩陆公子，陆大人的儿子，现在已经是状元郎了。陆公子中状元了？是啊，前不久的事儿。那我怎么不知道？夫人，别忘了爷走之前交代我了，可要看好那个陆公子。那夫人觉得我会背叛爷，把这件事告诉您不？小肚鸡肠。郭晴汗颜的吐完4个字就走了，这下就是留下迎松一脸委屈了，他太难了。娘，下雪了！哼，娘亲，我们又可以堆雪人了。现在雪还没停下，一会儿停了咱们再去堆雪人。现在都赶紧进屋，注意保暖，别着凉了。今年怎么这个时候下了大雪呀？是啊，还冷得不要不要的。外婆，你也别站外面太久，等会儿着凉就不好了。这时候下雪，说明今年肯定是个丰收年。就是这雪要下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影响春种啊？行了，你也别瞎担心了。外婆你就放心吧，土豆种晚几天不碍事的。被郭晴跟老伴儿这么一安慰，外婆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老头子，我们现在这2个老人家，没想到到了晚年还能享福，而且呀，还是外孙女的福。是啊，想想以前的日子，再看看如今这小日子，都是托了外孙女的福啊。等这场雪化了之后，咱们也得帮忙一起春种，早点种下去，多长一天，收成也能多一点儿。是啦，现在咱俩还能动，不能给孩子们拖后腿。
就是不知道这场雪要下到什么时候。等等看吧，应该也快停了。希望是吧？再这么下去，可别出什么事才好。还真是担心什么就来什么。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郭村长就敲响了村里的大钟。外公，这是怎么了？这是发生重大事情才会敲响的大钟，一般每个村都有一个。青丫头，你看好孩子们，我去看看怎么回事儿。外公，我跟你一起去，这天还没有大亮，雪又厚，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青丫头，你可算是来了。郭村长，发生什么事儿了？郭老，你也来了。这昨晚后半夜的时候，只听到轰轰轰的阵阵响动，没成想是咱们山头那头有个叫万家村的遇到了雪崩，整个村都被大雪给掩埋了，现在正在调集周边村的村民们帮忙救人呢。这我们村离得最近，翻过身后这座山头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是男人都会尽量去帮忙的。来，所有人安静，听我说。第一，只要是男人，力气大的，体力好的，都站在我右手边站一排，其余的人靠左。郭晴说完，所有人立马都开始按照郭晴的要求站队，很快就区分开来。郭晴大致瞄了一下，竟然还有好几个毛孩子。郭晴直接让他们出来。这是一场硬战，大家不要浪费时间。身体不够强壮的，不是不让你们去，而是担心到时候人没救到，自己先倒下。所以你们几个赶紧的站那边去，会有别的安排给你们。被郭晴这么一说，几个小毛孩还是老老实实的就站在了一边。然后郭晴让郭村长清点人数，心中有数，去了多少人就要回来多少人。好，现在你们这些人快速回家，有铲子的拿铲子，有铁锹的拿铁锹，家里有多的都拿上以备不时之需。拿好之后马上去村头跟郭村长集合，让郭村长带领大家一起过去。记住，过去多少人都要给我安全回来多少人，因为已经有过雪崩，周边的雪也松动了，肯定有随时雪崩的可能，发现异常立马撤离。郭村长的点数刚好30人，而郭晴利用空档时间抓紧时间继续安排。郭村长点数完毕，村民们都快速回家拿工具去了。剩下的人都还有安排，所以都要仔细听好了。家里有小孩的留下人照看孩子，其余的人男女分开。女人先把家里用不上的棉衣棉被都打包交给男人送去万家村，还有家里烧热水的壶，有的也可以拿上。男人送物资过去之后，剩下有空的婶子都上我家帮忙多做些垫补肚子的吃食。他们这体力活必须要补充体力才行，肚子不饿也就更不怕冷了。男人送完物资，留下几人帮忙烧热水照顾营救出来的人，其余的人快速回来继续送吃食。郭晴井井有条的安排完之后，所有人都回家开始准备需要的东西。而郭晴趁这会儿大家都回家准备东西之后，一个人快速的上了一趟山。来到山上，三言两语交代好之后，苍龙领队快速加入了营救当中，而郭晴又回到了郭家村的家中，然后让迎松去仓库搬了好几袋的白面跟白米。这时候婶子们也陆续的都赶过来了，没想到过来的还有郭母、大嫂、二嫂跟爷奶。不过这危机时刻过来帮忙，至少说明他们还是有心了。郭晴就让大家把白面全部做成馒头，白米煮成粥。这时候时间紧急，只能做些简单的。做完这些，郭晴最后交代郭母、大嫂、二嫂这边尽量多做一些吃食送过去，材料不够就让迎松去仓库取。事情交代清楚之后，郭晴便带上蒙小蛋还有遮掩的医药箱，以最快的速度赶去了万家村。苏大人，你这来的是不是有点晚？放肆！你这村姑怎么跟我们大人说话呢？这么一吆喝，郭晴就更是不满了，然后一记眼神就杀了过去，吓得陆知县的随从一哆嗦，就不敢再吱声了。陆大人，如今万家村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身为紫阳县的父母官，没有第一时间安排人过来搜救，您自己跟老百姓说说怎么回事吧，总该要有个交代。夫人，这似乎不太好吧？有何不好？难道我说错了吗？难道摆在这儿一条条的人命就不应该被尊重吗？今天如果不是附近的村民一得知消息立马赶来搜救，那站在那边的村民就不是站着了，而是跟着他们一起躺在这冰冷的雪地上了。你作为父母官，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迟迟才出现，你难道就不应该跟他们交代一下吗？而陆知县瞬间又觉得无地自容。是啊，他的身份是父母官，万家村出事原本就该他立刻派人前往搜救的。
但是他却因为老母亲身体不适，为了尽孝，命人任何事儿都不得打扰他照顾病重的老母亲。如果不是如此，他能第一时间安排人前来搜救，那也许就能全部都安全救出来，或者说躺在这雪地上的村民就能更少。想到这儿，陆知县也深知自己的过失，一巴掌就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然后跪在地上，对着躺在雪地上的村民深深地磕了3个响头。看着这一幕，郭晴的心里总算是好过一些了，至少说明这陆知县还是个有担当的。行了，逝者已逝，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安排被救出来的村民。整个万家村都被埋没了，解决他们的落脚之地才是最重要的。夫人放心，剩下的事就交给我吧。好了，今天大家辛苦了，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事儿了，大家都赶紧回去吧，待在这儿也还是随时都有危险的。听了郭晴话的村民们就陆续的准备收拾东西撤离。那个夫人啊，什么事儿？今天的事确实是本官的不是，本官也会将功补过，好好安排后面的事宜。那个可不可以恳请夫人帮忙在三皇子面前说说情啊？本官也是因为家中老母病危需要照顾，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得知万家村遇难的消息。对不起陆大人，这事儿民女也无能为力，虽然我与三皇子是合作伙伴，那也仅是合作伙伴而已，这皇庭之事我无权插嘴，更无权过问。本官知道，但是还是恳请夫人帮忙美言几句。本官自己倒是无所谓，就是担心会牵连到文轩。文轩好不容易才考上状元，我不希望因为我而牵连到他。我尽量吧，而且还得我有机会见到三皇子才行。不管如何，今天还是多谢夫人，替万家村的百姓谢谢夫人的救命之恩。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二娃子不见了！怎么回事？大人呐，我家二娃子不见了！不见了？刚才二娃子醒来之后，说他的毛蛋还没有被救出来，他非要去找他的毛蛋，我不让。但是刚才收拾东西的时候，他趁我不注意，一个人跑了。毛蛋没救出来？毛蛋是谁？毛蛋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从小跟二娃子一起长大的，感情深厚，所以一醒来没见到毛蛋，就闹着要去找。二娃子多大？男孩女孩？往哪里去了？我家二娃子今年刚7岁了，男孩，我们家住那边，他应该是往那边去了。听完了妇人的话，郭晴直接带着蒙小蛋就往妇人指的方向跑去。夫人，我家二娃子不见了，恩人这是帮忙找去了，恩人一定要帮忙找到我家二娃子呀！现在就我们母子相依为命了，二娃子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我也不活了。苍龙一听说夫人是去找人去了，立马扔下手上的东西也追了上去。郭晴却让蒙小蛋感知二娃子的位置，却一直都没有搜到这个孩子。奇怪，不可能搜不到，小蛋的感知是可以5公里的，可是这方圆5公里都没有搜到。你再搜仔细点，如果往这边来了，不可能感应不到，除非这孩子并没有回村。主人，那现在怎么办？是继续搜索，还是回安全区？蒙小蛋，我们……主人，不好，又雪崩了！听到蒙小蛋的提醒，郭晴一下也心慌了，只顾着带着蒙小蛋就拼命跑，生怕今天自己就交代到这儿了。主人，进空间！可就在准备闪身进入空间的时候，夫人，快跑，又雪崩了！我去，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啊？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他怎么进空间？只能是硬着头皮跑了。一会儿只能借助雪崩追过来的空隙快点闪了。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就在雪崩追过来的瞬间，一棵大大的树干跟随雪崩就一同滚下了山，而且还那么准确无误的直接把郭晴给撞飞了。在被撞飞的时候，郭晴强制使用意念进入了空间，一进空间直接一口血水就吐了出来，然后就晕了过去。夫人，快救夫人，救夫人！龙一，快点去找村民来帮忙，快！龙一听到血狼的吩咐，赶紧起身往安全区跑。蒙小蛋，我身体这是怎么了？主人，刚才雪崩的时候，你没有及时进入空间，被树干打到了，然后断了一根肋骨，外加移位靠近肺部，所以你现在不能乱动。真帅！主人，你也不用担心，灵泉水能帮你恢复体力，小蛋也努力帮你恢复断掉的肋骨，到时候你就可以再一次行动自如了。就你那恢复进度，等我好了，
我娘估计早就已经被急死了。蒙小蛋，你能不能帮我控制住断掉的肋骨，不要弄到肺部？让我试试，直接泡在灵泉水里面，会不会恢复快一些？我试试。好，不过你先帮我去拿一颗止疼药过来。不多时，蒙小蛋便将止疼药喂给了郭晴。不过一会儿的功夫，药效就出现了。好了，蒙小蛋，咱们开始吧。然后蒙小蛋便使用自己的恢复技能控制断掉的肋骨。主人，你动一下试试。于是郭晴便轻轻地抬了抬双手。主人，可以，不过你动作一定要慢，要轻。听了蒙小蛋的话，郭晴轻轻地起身，然后躺进了灵泉里。没想到灵泉水的作用还真是深，躺下去没多久，郭晴就感觉身体舒服多了。蒙小蛋，你试试看能不能使用你的恢复技能助力一下，我们必须要快，时间久了我还没被他们找出来，到时候肯定不好解释，而且我娘会接受不了的。郭晴还不满足灵泉水的恢复速度，而蒙小蛋也只能听主人的，然后使用自己最低级的恢复技能帮助主人恢复。不过没多久，蒙小蛋体力不支，短时间内无法再使用该技能了。没有了蒙小蛋的助力，恢复速度又慢了些。不行，蒙小蛋，帮我检查一下我是否可以行动。不能再等下去了，现在必须要出去，伤后面可以慢慢养。主人，可以轻轻行动，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刚才恢复的就白搭了。白搭就白搭吧，管不了那么多了。蒙小蛋，检测一下外面现在搜救到哪里了，然后带着我出空间，能够让他们尽快找到我们。我现在意念使用不起来。好的，主人。然后便带着主人闪身出了空间。找到了，我找到夫人了，我找到夫人了。众人一听，立马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赶紧起身往苍龙的方向看去。郭大哥、郭二哥更是立马就直接飞奔过去。慢着，夫人好像受伤了。被苍龙这么一说，郭大哥、郭二哥瞬间是心下一紧。夫人伤得很严重，不然不可能昏迷这么久。要知道，这么点血根本是压不住夫人的。但是具体伤在哪里，我们暂时不知道。为了安全起见，一会儿移动夫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动作慢点。随后，郭大哥便轻轻地将小妹扶起，背在了郭二哥的背上。这时候没有担架床，就是这么的惨。郭二哥直接一路将小妹背到了安全区。亲丫头，这是怎么了？有没有事啊？娘，小妹没事，只是受伤了。这时候，郭大嫂、郭二嫂等人也都跑了过来。亲丫头，哪里受伤了？哪里受伤了？娘，你别乱动，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小妹具体伤哪里了，我们先回家，请大夫回来看看再说。对，赶紧回家。老大媳妇儿，你赶紧去县城请最好的大夫回来。知道了，娘。郭晴这边刚回到家不久，郭大嫂便请了紫阳县最好的大夫回来了。经过了大夫的检查，确定是受的内伤，骨折加移位。大夫交代不能随意的移动病人，然后开了一些药，交代一些该注意的事情，便走了。送走大夫，郭母就给女儿弄吃的去了。所以这时候房间就剩下玉儿、优儿守着郭晴了。玉儿、优儿，娘没事，就是受了点伤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看把你们俩哭成什么样了，小心娘心疼。娘去痛不痛？优儿帮娘去捶捶。没事，有大夫开了药，娘就不疼了。真的吗？真的，优儿就放心吧。玉儿，你带着妹妹去给娘弄点吃的，娘想先睡一会儿。支开了两个小家伙，郭晴立马让蒙小蛋带他进入空间疗伤。蒙小蛋，我好想他，怎么办？想谁？反正不会是你。我知道不会是我。蒙小蛋，你有点飘了。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我受伤，你这会儿可能已经被红烧了。我知道主人受伤了呀，还知道主人发烧了，这时候可是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而这时候又只有我在主人身边，所以主人红烧不了我，也不会红烧我。蒙小蛋，我看你不只有点飘，还有点欠揍，我劝你还是要善良。主人还是先养好伤再来揍我吧，而且你现在发烧了，当前应该想想怎么退热，不然你的伤只会越来越严重。不是有你吗？你不是有技能吗？退热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啊。看来主人没忘哈，
要我帮你可以呀，你求我啊。小蛋，主人，其实要我帮你也不是不可以，红烧肉、肉丸子、烤鸭、蒜香排骨、腊肠管够，我就帮你。他晚上的做梦了。主人，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我帮你退热之外，再附加一个条件，比如说帮你送个信什么的。真的？真的不能再真了。那行，这可是你说的，不可以反悔。主人见我什么时候说到没有做到过吗？这倒没有。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成交吧。成交。之后，萌小蛋便使用自己的技能帮助主人退热。铁牛哥在家吗？姑娘，是你啊，婶子，是我来找铁牛哥。你找铁牛有什么事吗？婶子，我知道错了，这次来找铁牛哥，我是想找铁牛哥求得原谅。求我原谅多甚？咱俩清清白白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过就是在你家做了几年木匠而已，谈何原谅不原谅的？啊，铁牛哥，对不起，这段时间是我冷落了你，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姑娘请自重，没什么事的话，还是请姑娘回吧。铁牛哥，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前段时间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对你太过冷淡了。你不是一直想成亲吗？我答应你了，咱不买院子也行，到时候先住我爹爹那儿，等你攒够了银钱再买也行。你别不理我了好不好？我知道错了。而这边，以郭晴的耳力，外面的一言一语他都听得是一清二楚。小蛋，你出去看看呗，我挺好奇这姑娘的长相的。行吧。木姑娘，我说过请你自重，你都是准备成亲的人了，现在跑来我这里说这些话，就不怕你未来相公生气吗？按理来说，这会儿你应该已经成亲了，你都成亲了，更不应该到处乱跑，应该好好待在家里做你的夫人，相夫教子。铁牛哥，你说的什么胡话呀？要与我成亲的对象是你，你是不是气糊涂了？啊，这木姑娘怕是没有睡醒呢，慢走，不送。王铁牛直接送客，然后将门关上，眼不见心不烦。铁牛哥，难道你就真的这么狠心吗？我不过就是因为一个院子与你赌气，冷落了你而已。现在我都知道错了，都主动来找你承认错误了。你没钱买，不买就是了嘛。刚才我也说了，咱们成亲后可以先住爹爹家，等你攒够了钱再买也行。难道这样还不行吗？姑娘，你还是早些回去吧。铁牛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你跟他不合适，再在这儿闹腾下去成什么样子？到时候吃亏的还不是你。是啊，回去吧。可是我肚子里已经有了铁牛哥的孩子了。这话一出，在场的村民瞬间就哗然了。姑娘，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呀。说，这可是目前我自己的清运，母亲可不敢乱说的。小蛋，说说看怎么回事？那姑娘真有身孕了？是有身孕了，不过应该不是王铁牛的。你怎么知道是不是？那姑娘才3个月的身孕，王铁牛从木匠坊回来都快半年了，这半年他基本就没离开过郭家村，怎么跟那姑娘有的孩子？那姑娘自己应该知道这孩子不是铁牛哥的啊。肯定知道啊，自己有了身孕，找大夫一把脉就知道时间，再一推算就知道有孕多久了。再说了，王铁牛估摸着手都没牵过人家的。我去，那孩子应该是那什么有钱人的喽，现在被人家给甩了，肚子又有身孕了，然后就想到了铁牛哥。这么说来，这是来找接盘侠来了。主人，你可算是想到点儿了。那他有内人的孩子，完全可以让人家娶她了。家里肯定已经有人了。王小蛋，帮我去找王婶子过来。不多时，王小蛋便将王婶子拉了过来。秦丫头，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婶子，我没事儿，就是有事跟你说。刚才你们在外面说的话我都听到了，那孩子不是铁牛哥的，咱不能胡乱吃下这个亏。你怎么知道的？现在不是谈论我怎么知道的这个事儿，咱们要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继续发酵下去。邢姐姐，我来看你了。陆成，他怎么来了？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当然是来看你来了。陆成，我在房间。
陆程听到郭晴的回应，便直接开门进入了郭晴的房间。陆小姐好。王婶子也在啊？是啊，正在跟秦丫头说点事。那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没有，也不是什么大事。是不是因为那姑娘的事啊？bingo，猜得真准。那姑娘说自己有孕在身，孩子是铁牛哥的。怎么可能？铁牛哥那么老实巴交的艺人，手都没碰过人家的，怎么就能让那姑娘有身孕？不是铁牛哥的，那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以前铁牛哥在他家做木匠，俩人认识，那姑娘跟别人好上了，有了身孕，结果那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了，那姑娘不甘心做小，这不就想到老实巴交的铁牛哥来找铁牛哥接盘来了。接盘？意思就是找铁牛哥来当孩子的爹。原来如此啊，那铁牛哥不会答应吧？你是不是傻？怎么可能会答应？那不答应，那姑娘一直不走，能怎么办啊？这不是正跟王婶子想办法了吗？那需不需要我帮忙啊？你要是能帮忙肯定更好啊。谢谢陆姑娘的好意，我们自己想办法就好了。王婶子有什么好办法？这一问可就问住王婶子了，她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行了，王婶子你就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王婶子，一会儿你就带陆程回去，陆程，剩下的就交给你了，靠你自己的了。然后还让蒙小蛋继续帮忙去盯着看看现场的血战。乡亲们，这是在做什么呀？陆姑娘来了。来看看婶子跟铁牛哥。这位姑娘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怎么在这儿？我在这儿很正常啊。晴姐姐是我的好姐妹，她受伤了，我来看看她，顺便看看我婶儿跟铁牛哥，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你，一个姑娘家的堵在人家家门口，哭天喊地的，像什么话啊？不知道的还以为铁牛哥把你怎么着了，谁不知道铁牛哥平时老实巴交的，遇到姑娘都不敢看一眼，怎么可能把你怎么样了吗？再说铁牛哥回郭家村都大半年了，平时要么在家，要么就是在粉园做工，跟你面都见不上，那就更不可能把你怎么着了吗？怎么，你这是被哪个男人抛弃了，来找我铁牛哥当冤大头啊？我什么我？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铁牛哥早就不是以前的铁牛哥了，是你高攀不起的铁牛哥。还有，那是我的铁牛哥。当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木姑娘直接脸煞白的，差点一个踉跄站不稳就倒在地上。姑娘还是请回吧，你要是还这么继续闹下去的话，到时候就很难收场了，既失了清白又丢了名节，那就得不偿失了。还有，管好你自己的嘴。铁牛哥在家吗？我来看你了。陆程进屋之后，木姑娘也觉得再闹下去自己是占不到一丝丝的便宜，便让丫鬟扶着自己，伤心难过的就走了。不过没走多远，便又换了一张脸。小姐，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人家那是谁呀？陆大人的女儿，咱们能斗得过吗？不过也没关系，我得不到的他也别想得到。他爹不是在给他物色人选吗？这铁牛哥肯定入不了陆大人的眼，所以咱们等就是了。对呀，听说好像已经物色好了，是平阳县一老财主的儿子，家里条件那是好的没话说。家里条件好有什么用啊？整天的喝花酒，与青楼女子牵扯不清，这种人就不干净，要来何用？铁牛哥，好了，那姑娘走了，没事了。谢谢你啊，陆姑娘。不客气的，举手之劳而已。然后两人便进入了尴尬中的沉默。铁牛哥，那个，下次那个姑娘要是还来找你麻烦，你记得告诉我，我来解决就好了。女人跟女人之间好说话。谢谢你，陆姑娘。蒙小蛋看着这些畏畏缩缩的人类是真着急啊，最后直接看不下去了，飞回去找主人告状去了。蒙小蛋飞回主人身边之后，就开始吹嘘陆姑娘是如何的英勇杀敌，而王铁牛是如何的笨，眼瞎。行了，蒙小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让他们俩慢慢发展，顺其自然。晴姐姐，我又回来了。晴啊，我们家的陆程遇到情敌毫不手软，杀了个片甲不留，真是凯旋归来了呀。晴姐姐，你就不要笑话我了。郭晴见此也就不再打趣了，与陆程聊了一些私房话。原本打算留陆程在这吃午饭的，
但是陆程称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的，出来太久了，担心爹娘着急，于是聊完私房话，陆程便打道回府了。主人，你这也太看得起我了吧！这么厚的一封信，你有没有想过我拿不拿得动，还得飞那么远？蒙小大，不好意思啊，一下没控制住，写的有点多。可是这信都写了，也不能送一半出去，留一半在家吧？主人，可是你这信不是有点厚，是很厚，你自己比比看，是不是比我还大？那怎么办啊？蒙小大，你是不是傻呀？信可以放空间啊，等你到了，先偷偷拿出来，然后再给白浩啊。Oh my god， 主人，你才傻！你以为你那相公是个傻子啊？我这小小个的，怎么把信带过去的？人家不会怀疑呀。蒙小蛋这么一说，郭晴瞬间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心里在想着，要不重新写一封吧。好，离开多日，甚是想念，家中一切都好，鱼儿优儿很乖，不念，等你回来。写完之后交给了蒙小蛋。给我准备路上吃的，我要红烧肉、肉丸子、烤鸭、猪肘子、腊肠。终于搞定了，累死了。小妹，你的伤没事吧？无碍，就是坐的有些腰酸背疼，没事儿，一会儿走一走就好了。三嫂受伤了？没事儿，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真受伤了？伤哪里了？怎么伤的？开春的时候突然遇大暴雪，万家村靠山遇到了雪崩，然后村民们都去帮忙搜救，我只是不小心就受了点小伤，现在已经无碍了，不用担心。确定是小伤？小妹是为了救一个走丢的小孩，结果又一次雪崩，小妹就被跟着雪崩下来的树干打上了一根肋骨，在床上躺了10来天才能行动。我三哥知道吗？郭晴给的答案就是摇了摇头。好啦，我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吗？不要担心那么多。你不是说给我带来好消息吗？现在我忙完了，走吧，去坐下来，你可以好好说说这个好消息了。一说到好消息，锦云立马便来了精神，随后跟着郭晴一起坐下。差点就把大事给忘了。说着便从袖口里拿出了一大叠的东西交给了郭晴。这些都是蚕丝被的订单，去年咱们的蚕丝被被卖往其他地方之后，订单是越来越多，我又一直在忙绸庄的事，这些订单却一直压在我手上，现在全都交给三嫂你了，今年你又有的忙了。另外还有绸庄，目前已经完全稳定了，织出来的丝绸也是供不应求，根本不需要我们自己宣传，大把布庄老板都来找我们订货，目前的货已经被订到明年了，这是我完全没预料到的，咱们织出来的丝绸真不是一般的完美啊，做出来的衣服那真的是太赞了，皇城那些达官贵人自从见识过咱们的绸缎之后，简直是爱不释手。说着又让张掌柜将今天带过来的绸缎拿了过来，不多时张掌柜便抱了好几匹上好的绸缎过来。这也太好看了吧。是啊，我也觉得有些超出我的预料了，没想到能调出这么好看的颜色，而且竟然还有丝纱，轻薄如云，锦云这是下了不少功夫吧。哼，那是，怎么样，我厉害吧？我把整个大中原国最厉害的调色师重金请了过来，纺织工也都是1等1的老师傅，没让大家失望吧？不过这么好看的绸缎得找好的裁缝帮忙裁制才行，不然弄不好可太浪费了。放心吧，这点我三哥早就想到了，人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应该这2天就到了。你来紫阳县，你三哥知道？必须知道啊，他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来了。随后张掌柜又搬来一个小木箱，郭晴小心翼翼地准备将小木箱打开。三嫂，别着急打开，等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再开，有惊喜哟。到底是什么东西？还得一个人的时候才能看，不会是什么肚兜之类的吧？三嫂啊，怎么了？不是我们怎么了，是你怎么了？啊，我没事。战王爷到！臣欧阳战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欧阳战，你是眼瞎吗？看不到本宫也在这儿，见到本宫也不行礼跪拜。皇上还没有说话，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证明你这皇后的身份了吗？这朝堂之上到底是皇上做主，还是你皇后做主？你可有把皇上放在眼里？白浩着不说还好，一说皇上瞬间也觉得失了脸面，转头直接瞪了皇后一眼。战王起身吧。谢皇上。战王前来，可有何事啊？白浩直接将准备好的状纸证据就拿了出来，皇上身边的公公眼明手快的就直接过去接过白浩拿出来的东西，然后交于皇上。站在一旁的皇后这时候也开始紧张了起来，不会是这家伙真查到了些什么吧？
而皇上接过了公公递过来的状纸，便看了起来，越看脸色就越难看。岂有此理！皇后啊皇后，你还真是朕的好皇后啊！解释一下吧，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皇上，这些都不是真的，是战王胡编乱造冤枉臣妾的，都是假的！假的？你敢说你真的什么都没做吗？站在一旁的大皇子眼见事情的发展越来越不对，于是捡起皇后掉下来的状纸也看了起来。大皇子是越看越惊吓，越看越冷汗直冒。父皇，这肯定是他欧阳战捏造的，幕后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忍心做这样的事？请父皇明察。这四人你一言我一语，站在下面的大臣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然后白浩很善解人意的又拿出了好几张状纸，递给了一脸懵逼的大臣们。众大臣看完状纸之后也是一脸的惊讶，没想到当初贵妃的死大有文章，如果真是如此，那前太子的死是不是也有问题？皇上，臣妾是被冤枉的，您不能只听欧阳战的一面之词啊！就一纸诉状，难道皇上就要定臣妾的罪吗？皇后说的是，一张纸而已，说明不了什么。不过这另外一样东西，皇后应该会很熟悉。白浩说完，所有人这才把注意力放在了之前与状纸一起递交给皇上的另一样东西，是用一个小木盒装的，里面正是当初下在贵妃娘娘食物中的一种慢性毒药的药粉，让人查无可查的慢性毒药。这是什么？本宫怎么会熟悉？皇后娘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记得了也正常，那就让微臣来解释一下吧。此木盒里装的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叫做犀牛花。此犀牛花并非是动物犀牛，而是一种花的名字。这东西是用一种名叫犀牛花的花提炼出来的。传闻提炼此毒需要大量的犀牛花，但是犀牛花是一种很难得的花，只有在西方的深山里才能够找得到，而且一年只有一次花期，10只犀牛花才能提炼出1钱，一年下来能够获得2、3钱就非常不错了。但如果想要拿下人的性命，那就需要不少的犀牛花。皇后娘娘想来攒了挺久的吧？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一派胡言！你说的这些跟本宫又有何干？皇后娘娘别着急啊，容微臣把话说完。大家应该很有印象，贵妃娘娘每年一到5至7月的时候身体就特别差，那时候太医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还以为是天气太热的原因。但是过了那3个月，身体又能好一些，其实那就是因为这犀牛花毒的原因。等花毒使用完之后，毒性就没有这么大了，贵妃娘娘的身体自然就能够好一些了。犀牛花的花期在3月，通过提炼运输达到皇城也就是5月左右。原本皇后娘娘是打算攒下来，足够要一条命的时候再使用，但是奈何皇上过早定下了太子之位，皇后娘娘被逼无奈，等不了这么多年，于是就提前下手。因为药粉不足，所以前2年只能让贵妃娘娘受几个月的折磨，虽然不能直接要了命，但皇后娘娘也挺解气的。所以那几年皇后娘娘一个劲的做着大好人，一有空就会去看看贵妃娘娘。其实现在想想，你不过就是去看看贵妃是如何被折磨的。到了第3年，因为已经吃了2年毒粉的原因，贵妃娘娘直接一病不起，最后病重身亡。呵呵，笑话！你这么说能代表什么？你说是本宫就是本宫吗？证据呢？如果没有证据，那就是污蔑。你可知污蔑本宫的后果？证据？证据皇后娘娘不是更清楚吗？哼，本宫清楚什么？这一切不都是你在调查吗？哦，皇后娘娘怎么知道是微臣在调查呢？难道皇后娘娘一直在暗中观察这一切？被这么一说，皇后便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但是想想当初知道真相的人都已经被灭口了，她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笑话！这里在座的各位，包括皇上都知道是你在调查，你如果不调查，又从何得知这些东西？哼，行吧，看在皇后娘娘一直要求拿证据，那微臣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来人，把人都带上来吧。然后紧接着便上来了3个人。当皇后看到另外2个人的时候，瞬间就瘫软，一下子就坐在了地上。就连大皇子也跟着紧张了起来。这2人他也是很熟悉的，能不熟悉吗？一个是卖犀牛花给他母后的西方术士，一个曾经是他的通房丫头。下官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民女草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媚影，平身吧。另外这2人是何人呢？回禀皇上，这2人您应该问皇后娘娘更为清楚。你们2个是人还是鬼？
你们俩不是已经……母后，您不舒服，就让儿臣来帮你处理这件事吧。来人，送皇后娘娘回寝宫。慢着，欧阳战，你想做什么？有本事冲着我来！母后身体抱恙，需要休养。哼，是吗？刚才不是还神清气爽、精神好的让我拿证据吗？怎么这会儿一见到这2个人就身体抱恙呢？是不是被吓的？需不需要请太医啊？欧阳战，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过分？哈哈哈，我过分？你们残害贵妃娘娘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过分？你们下毒害我的时候不觉得过分？你们残害那些还未出世的皇子的时候不觉得过分？现在跟我来谈过分，谁给你们的脸啊？母后，皇后娘娘，怎么样？是你自己来说说这2位的身份，还是微臣来帮您说呢？回答白浩的是一阵沉默。你们自己说吧，一五一十的交代清楚。谁先说？我，民女先说。说吧。回皇上，民女原本是大皇子府上的通房丫头，名叫小蝶。原本天可怜见，让我有了大皇子的骨肉，总算可以出人头地。可是后来，因为二皇子被立为太子，然后皇后娘娘便安排奴婢与大皇子假装闹不和流产，并承诺如果解决掉贵妃娘娘，就让大皇子立奴婢为侧妃。这一闹，自然是要被宅心仁厚的贵妃娘娘看到的。之后贵妃娘娘也确实将我收留入府，然后皇后娘娘便让我每2天就在贵妃娘娘的食物中下一种毒。一开始我也很害怕的，但是想着大皇子侧妃的位置，我也就狠下心来了。奴婢也是不得已才这样的，求皇上开恩。这一切都是皇后娘娘跟大皇子指使的，如果奴婢不听他们的，他们就会杀了奴婢的。求皇上开恩，求皇上开恩。而站在一旁的皇上已经被气得脸色铁青了。可是跟这药粉一样的。是的，就是这种药粉。你也看看这东西，你可熟悉？然后他说完了，就该你上场了。这是稀柳花。看来你的记忆不错，这确实是稀柳花。你是不是很好奇我这稀柳花是哪里来的呀？哼，一会儿再告诉你。你先说说你跟皇后娘娘的故事吧。好几年前，一个戴着白纱帽的夫人找到我，要我帮她弄一些稀柳花。稀柳花我们术士都知道，对于普通人那是一种毒药，但是对于我们术士来说，却是可以助我们练功的神药。我原本是拒绝的，但是后来白帽女子出价非常的高，所以我就心动了，答应3年内的稀柳花都会卖给她。那你可知道那白帽女子是谁？因为那女子戴了白帽，所以看不清楚她的长相，不过身材跟皇后娘娘差不多。另外，因为订了3年的药粉，那女子称自己不方便每次都出来取货，所以给了我一个这个，让我去国公府找一位姓陈的男人，把东西交给他，他会给我银子的。皇上身边的公公立马上前接过令牌，然后脸色就是一变。是不是皇后为了出入皇宫回娘家方便，求皇上赐的令牌吗？交于皇上之后，皇上也看出来这令牌的主人。现在你可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皇上明鉴，皇上明鉴，臣妾是被冤枉的，请皇上明鉴。哼，刚才你说近几年的稀柳花几乎灭绝，可知道为什么？回禀皇上，是的，自从跟白衣女子交易完之后的第2年，我们在山上采摘稀柳花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稀柳花都被人为的连根拔走。其实我们西方的术士都是有规定的，只能摘花不能挖花，这样才能保证每年都能够采摘得到。白浩抬手示意，魅影退下。不过不多时又走了进来，手上就多了一盆花，然后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好好看看，可是这花？这就是稀柳花，就是它。你为什么会有？这花不是我的，是他的。皇后又再一次的直接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双眼绝望的看着白浩。皇后，说说吧。哼，欧阳震，本宫挺好奇你是怎么认识这东西的。是皇后自己说的。本宫？没错，皇后可还记得前段时间举行的赏花会？在花会上开的最艳丽的花，多少夫人小姐为之惊叹。那时皇后娘娘一嘚瑟就说出了此花的来路。说到这，微臣还得谢谢皇后娘娘这赏花会了。之前调查的时候人证都齐了，但是却一直苦于找不到这最有力的证据。你看，这不是就送上门来了吗？所有的疑惑全都迎刃而解。原来如此，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是败在了自己手上。哦，对了，还有这稀柳花粉，也多亏了皇后娘娘。花会上知道这花是稀柳花之后，我便命人专门盯着这花，直到皇后命人将它制作成稀柳花粉，然后我就借用了一包。一会儿还给你，只不过你可能用不上了。第一，这皇上身边目前没有什么人能威胁到你争宠了；第二，你可能也没机会了。皇上也被这话瞬间惊醒，
之前2位受宠的嫔妃似乎也是病逝的，而这病也是得得离奇，找不到原因。皇上突然甚至想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如果他再不立大皇子为太子的话，他是不是也会把这东西用在他的身上？那这2个人你是怎么找到的？皇后应该是想说，这2人你明明派人灭口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吧？皇后沉默，表示默认。那就让他俩跟你好好解释一下吧。奴婢今天能好好的活着，多亏了贵妃娘娘。伺候贵妃娘娘的时候，娘娘宅心仁厚，知道小蝶吃了不少苦，所以有什么好东西的时候都会想着奴婢们。也正因为如此，奴婢手上才有了不少银子。在皇后娘娘派人灭口的时候，这些银子救了我一命。奴婢怎么也没有想到，皇后娘娘竟然是个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的人。枉我那么多年死心塌地的为你们做事，真是瞎了眼了。说说你吧。我是我的双胞胎哥哥救了我。皇后听完，直接差点一口老血就吐出来。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双胞胎，所以派人灭口的时候杀的是双胞胎哥哥。怎么样，皇后娘娘可还有什么好说的吗？你要的人证物证都有了。哼，没错，所有的事儿都是本宫做的，但是与皇儿无关，还请皇上不要牵连皇儿，皇儿是无辜的。皇上听皇后承认了这一切，瞬间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众人被吓得不轻，反倒是皇后跟大皇子巴不得皇上就此一命呜呼，那大皇子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了。只是可惜的是，经过太医的诊断，皇上并无大碍，只是急火攻心，休养几日便无碍了。来人，将皇后打入冷宫，永不得出宫。没有朕的允许，更不得任何人探望。恳请皇上废后。恳请皇上废后。启禀皇上，此女心狠手辣，残害多位嫔妃，还想要灭口证人2条人命，不配再适合做我大中原的皇后，应当废后，打入天牢，择日问斩。皇上被重臣逼迫，气的是双手发抖。废后他不是没有想过，但是问斩，不管怎么样，那也是一国之母，怎么能说斩就斩？而白浩听到了程丞相的话，心里默默的就记住了这位丞相是个可造之人，分得清是非对错。一旁的大皇子听到了程丞相的话，直接冲了过去，就想要出口气。来人了，来人了，有人要谋害本太子啊！哼，太子你也配？当今圣上只立过1位太子，那便是前太子欧阳景德。就算前太子离世了，还有他的儿子可以继承，你又是哪冒出来的太子？此时皇上接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前太子以及他的儿子，难道他的皇长孙还在世？父皇说过今天会当着一众大臣颁发诏书立本皇子为太子的。父皇，诏书呢？诏书快拿出来啊！够了，闹够了没有？来人，拟旨。公公听到皇上要拟旨，很快便找来了笔墨纸砚。即日起废除皇后头衔，打入冷宫，永不得出宫。没有朕的允许，不得任何人前去探望。父皇，你是不是搞错了？母后可是您的皇后啊！不管她做了多少错事，好歹她也陪伴了您这么多年，不说没有感情也有亲情啊！父皇，您怎么能这么狠心啊？来人，将大皇子拉出去，关回寝宫，抄写静心经100遍。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门。漂亮！白浩直接在心底欢呼道。这一欢呼，自己也吓了一跳。这是跟那丫头待在一起待久了，竟然还学会了这一招。而一旁的皇后见皇上并没有牵扯上自己的皇儿，只不过罚抄静心经，这时候让他沉淀一下也是好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因为这么想着，皇后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了，任由士兵将自己架往冷宫。只是他压根忘了白浩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仇必报，怎么可能会让他在冷宫安度晚年？等他进了冷宫，自然会慢慢的要了他的命。随后大皇子被带回了寝宫。战儿，这2人都是杀害苏贵妃的帮凶。苏贵妃在世的时候对你不薄，这2人就交由你来处置吧。谢皇上。行了，都退下吧，朕乏了。公公将皇上扶起，准备回寝宫。战儿，到朕寝宫来一趟。是。人都走了，
面具摘下来吧，让朕好好看看这么多年不见有多少变化。于是白浩便抬手将面具取了下来。皇上看着这熟悉又感觉很陌生的脸，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许的激动的。战儿回皇城多久了？回来也不来看看朕。回皇上，微臣回皇城已有数月，因为有太多的事，所以便没有第一时间回来看皇上，这是微臣的错，还请皇上不要怪罪。行了，跟朕说说你这几年都干嘛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回皇上，贵妃娘娘去世后不久，微臣也受奸人的陷害，身受剧毒。因为担心太子会因为这件事情鲁莽行事，微臣便找了个隐蔽的山林，想着就这样度过剩下的日子。中毒？那你现在身体可还好？皇上放心吧，微臣命大，在深山中遇到了一位隐士高人，身上的剧毒已经减了。那就好。刚才听你说太子的儿子，难道玉儿？回皇上，一切微臣自有安排，还请皇上无需多担心。安排？你有什么安排？皇上，微臣斗胆问一句，难道皇上对当年太子的事情就没有一点点的怀疑过吗？太子也是皇上看着长大的，他的为人难道皇上会不清楚？您就真的怀疑太子勾结外党吗？他都已经是太子了，迟早有一天会坐上皇位的，那他还用得着勾结外党吗？被白浩这么一点醒，皇上沉默了。另外，微臣还有一个疑问，皇上可曾派人寻找过玉儿和幽儿？废话，那是朕的皇长孙。太子离世后，朕又怎么可能让皇长孙流落在外呢？那皇上的旨意是安全接回皇长孙？大胆！难道你还怀疑朕要灭口不成？微臣不是那个意思。既然皇上是准备安全的接回皇长孙，那微臣明白了，知道该怎么做了。当太子的冤情水落石出的时候，微臣自然会将玉儿、幽儿带回来。那你能告诉我，玉儿、幽儿现在身在何处吗？请皇上恕罪，为了玉儿、幽儿着想，越少人知道越好。皇上耐心等候便是。你……皇上原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些生气的，但是想想也是啊，越少人知道越好。如果自己知道了，保不准会派人前去探望，那就保不准会被有心人发现。欧阳战听命。微臣在。朕命你务必保护好玉儿、幽儿，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另外，前太子欧阳景德之事，朕便交由你秘密调查此事，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如果太子是被冤枉的，那务必要还太子一个清白。皇上说着，便从一个锦盒里取出了一块纯黄色的令牌。是，臣遵旨。另外，也照顾好自己。谢皇上关心，微臣定会照顾好玉儿、幽儿，当然也包括自己，定然不会让皇上失望。行了，回吧，朕累了。而此时的紫阳县却是愁云密布。亲丫头，这天已经数月未下雨了，下半年的水稻可怎么办呢？是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看这样子是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了，实在不行，到时候全部种上土豆也行，不管下雨还是不下雨，也不用怎么担心，多多少少也能有点收成。唉，还是希望能下点雨吧，这长时间下去可如何是好？有多少百姓颗粒无收了。娘，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走一步看一步吧。行了，愁也没用，就跟你说的，走一步看一步吧。你自己也留意着点，雨下不来就不要发水稻种了，不然到时候种不下去就浪费了。我先回去了。娘亲，好热啊，什么时候能下一场雨啊？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雨，热就回屋待会儿，别玩了。一会儿中午，娘给你们做红烧鱼吃。这雨怕是一时半会儿下不下来呢。父老，这话怎么说呀？你们想想今年的那场雪，有没有觉得很怪异呀？今年的这场大雪是有些怪异，都准备开春了才下，而且还下得非常的大。没错。那这场雪跟下雨有什么关系呀？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也可能有关系。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这么反常必有妖。这么反常必有妖。外公，以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雪？这样的大雪是遇到过，但是下雪的时间好像10年前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说着，外公就想到了10年前的那场大雪，激动地站了起来。外公，你没事吧？没事儿，就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儿。是不是想起了什么？是啊，
10年前的那一场灾难，现如今这场景似乎有些似曾相识啊。父老，这可如何是好啊？外公、父老，你们在说什么？可否告知一二？青丫头，这怕是要不好了。父老不说，我还没想起来。这一说，我想起10年前那场灾难，这怕要是不好了呀。10年前那场灾难，与如今这场景真的是太像了，就怕是要再来一次啊。如果要是再来一次，遗憾就是3年呐。3年，好不容易挨过来，接着又是大雨连连，水灾不断，水灾过后又是瘟疫，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外公，您别着急，慢慢说。我外公，你大可不必太过担心。10年前的那场灾难，人们毫无准备，而如今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应该不会再像那时候那样死伤无数了。青丫头，你赶紧通知村民，今年的粮食收上来之后，可千万不要卖了，叫村民们把粮食都囤好了。好，我知道了，外公。因为事情比较紧急，郭家村郭晴就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找到了郭村长，把事情的起因说清楚。交代完郭家村，郭晴又让郭村长去跟周边几个关系好的村民通信，提个醒儿。至于囤不囤的，那就是村民们自己的事儿了。第二天，郭晴一早便赶着马车往紫阳县的方向走去。张掌柜可知道石灰粉？石灰粉？那是什么东西啊？石灰粉就是用一种名叫石灰石的石头烧制而成的一种白色石块，经过处理可以变成白色粉末。这东西具有消毒杀害病虫的作用。这东西倒是没见过，不过少东家如果需要的话，我帮您打探打探。张掌柜，实话跟您说吧，就今年开春的那场大雪，还有就目前这天气，你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似曾相识的感觉？看来张掌柜应该也是想到了10年前的那场大灾，包括后来的瘟疫，张掌柜应该也都想起来了。而我想要的石灰粉就是为了防止瘟疫而准备的，其他人我不相信，但是张掌柜是3皇子的人，而且我们合作这么久，你的为人我也是了解的，自然是能信得过的。因为如果这事儿交给别人，不小心把这件事流传出去，我怕会造成老百姓们的恐慌，而我自己又能力有限，所以这件事我想拜托你帮忙。少东家需要老夫做些什么，只管开口便是，能解决的老夫自当竭尽全力，就算做不到，这不还有3皇子在吗？这次如果真如10年前一般，那朝廷也应该重视起来。如果张掌柜这边没有什么问题，那过几天我便带一些东西过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越早准备上越好，因为我们无法预料他什么时候会来。好的，没问题。行，这边没什么事了，我就先走了。然后又直奔县府衙。民女见过陆大人。夫人无需多礼，臣是不好意思让夫人久等了。夫人找本官可是有什么事啊？陆大人明鉴，这次民女找陆大人确实是有急事。何事但说无妨。不知陆大人对10年前的大灾可还有印象？10年前的大灾，那怎么能忘呢？又怎么忘得了呢？夫人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是这样的，郭家村很多长辈也都是经历过10年前大灾的，而今年的大雪以及目前这天气与10年前似曾相识，村民们都已经开始提前着手囤起了粮食。这次过来找陆大人，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提醒一下其他村民，今年收上来的粮食无论多与少，全部都囤起来。毕竟到时候如果真如10年前一样，饿肚子谁都知道不好受的。听到郭晴说的这席话，陆大人非常的感动，没想到这位夫人还能有如此广阔的胸襟。陆大人，刚才民女所说的话，您可有在听？实不相瞒啊，刚才夫人来找本官的时候，本官也正在为这件事发愁呢。其实何止郭家村的村民有这种想法，其他村的村民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不少的村民来找本官说情。之前购买夫人的土豆种子的时候说过，到时候有多的土豆一定要优先卖给夫人。这不，刚种下去1季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村民们都想着把土豆囤起来，可是就担心不卖给夫人，怕夫人有想法。陆大人无需为此烦恼，村民们有如此见解，你应该感到非常高兴。一开始民女还担心村民为了卖几个钱把粮食都卖光，到时候如果雨真下不来，后面粮食种不出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我这边不差村民那点粮食。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要跟陆大人说一下，如今这天气也不知道雨什么时候能下，以防万一，下半年让村民们不要种水稻了，全部种上土豆。土豆比较耐旱，到时候只要在花期以及快要长果实的时候稍微浇下水就好了，好歹今年还能有点收成。
要是种水稻，长期没有水源，肯定会影响收成。好，多谢夫人好意，今日还特意前来提醒本官，本官感激不尽。夫人说的这些，到时候我一定转达给村民。那就辛苦陆大人了。不辛苦不辛苦，不知夫人今日可还有别的什么事？怎么，陆大人有何事？也没什么事。夫人不是跟小女是好友吗？这最近小女跟本官闹了点别扭，已经好几天都不曾出门了，也不跟我这爹爹说话。本官想着能不能请夫人帮忙开导小女，今日中午便在本官府上吃个便饭。原来如此，就一会儿送点粮食到铺子里，也无其他的事。陆小姐与明女是好友，她的事我自是可以帮忙劝说一二的。那就有劳夫人了。那现在本官去安排，夫人可以先行忙去，一会儿等着夫人一块用饭。好，那明女就先行告退了。小妹，你可不可以帮帮表姐？你劝劝我爹娘，让他们不要那么着急给我物色对象。我不想那么早嫁人。为什么？哎呀，就是不想那么早嫁人。你现在18了，不早了。我比你小，我都成亲2年了。你是你，我是我。哎呀，你看我才刚来紫阳县不久，对这里又不熟悉，对这里的人就更不熟悉了。万一嫁个不好的人家呢，可怎么办啊？小玉姐，看你说的，哪个嫁人的姑娘不是先成亲再互相了解的？小妹，你就帮帮我嘛，算表姐求你了。小玉姐，让我帮你可以，你好歹得跟我说句实话呀，不然我怎么帮你？那你的意思是愿意帮我了？小玉姐，你别那么激动，都把我掐疼了。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太激动了。小玉姐，我刚说了呀，让我帮你可以，前提是你得跟我说实话。机会我已经给你了，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了。郭小玉便陷入了沉默当中。没事，小玉姐，你慢慢想，想好怎么说再说。今天没想好，那就等我下次来了再说。就是我不能保证我下次什么时候来多久，有没有机会听你说。我说吧，我听着了。就是我心里有人了。啥？你刚才说啥？小玉姐被她爹这么一问，瞬间就像打碎花瓶的小花猫，吓得是一动也不敢动了。舅舅，你先别那么激动嘛，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坐下来听小玉姐好好说说是怎么回事先。舅舅被这么一提醒，也意识到刚才自己确实是有些过于激动了。正好舅妈搬了2张椅子过来，4人便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有喜欢的人了，所以爹娘可不可以不要再给小玉物色对象了？哎呀，傻孩子，那你怎么不早说了？娘，我怕我说了你们不同意。那你倒是说说，心仪的对象是哪家的男儿？是陆知县家的公子。谁？就是陆知县家的陆公子。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说的那个人是谁？哎呀，嘘，小点声，你嫌知道的人太少了吗？可是能怎么办？小玉就是喜欢上他了，能怎么办？我也不想这样啊！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沈家的是什么身份，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他，可就是喜欢了，我能怎么办？傻孩子，就算喜欢，那也不是咱们能够得着的呀。不行，这件事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娘，小玉，你爹说的对，人家那是什么身份，你又是什么身份，门不当户不对的，即便是嫁过去，你也不好过日子呀。舅舅舅妈，你们也别太急于下结论了，你们不让小玉姐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强丫头，你怎么也跟着小玉一起胡闹啊？舅舅，这不是胡闹，你们就小玉姐一个孩子，现在小玉姐也到了议亲的年纪，你们肯定也是希望小玉姐能找个好人家，但是如果不知根知底，你们又怎么能知道那是个好人家呢？当然了，可能门当户对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人品行不行，门当户对也不过是个摆设。其实说白了，人品才是最重要的，人品好的男人对自己夫人自然不会太差，而如今就有这么一位还不错的摆在小玉姐面前。那陆公子，我虽说不是特别了解他，但是他的人品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如果小玉姐真能跟陆公子成了，那也是一桩好姻缘，即便不成，那小玉姐也能死心，到时候你们再给他物色对象也不迟啊。听完了郭晴这些话，舅舅舅妈便陷入了沉默当中。其实咱们小玉姐也不差啊，现在都会独立管账了，可见咱们小玉姐是聪明的。舅舅舅妈也知道我生意多，一个管账的有多重要，所以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了。
慢慢的，小玉姐也会变得越来越优秀，保不齐哪天还能比陆公子更优秀啊。大爹啊，我觉得秦丫头说的有道理，咱们女儿也没有那么不堪呢。如果人家真看不上，那就再另说。不行，我还是不同意。这万一人家没看上小玉，小玉后面还怎么找好人家？舅舅，就算议亲也没有一次成功的啊！你见过哪个议亲失败的姑娘最后嫁不出去的吗？你就当小玉姐是跟人家议亲不就行了？就是啊，现在不也有很多议亲没能一次成功的，最后不也嫁的好人家？议亲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行啦，舅舅你就别纠结了，小玉姐也不是小孩子了，也该让她自己做一次选择了。我那边还有事，就先走了。那你路上注意安全。知道啦，陆大人、陆夫人，今日民女就打扰二位了。刚才路上经过点读铺子，便买了几样小点心，小小心意，希望陆夫人你不要嫌弃。哪里，夫人太客气了，先上座吧。秦姐姐，然后拉着郭晴坐在自己旁边。一行人入座之后，便开始上菜。官宦人家吃饭也很有讲究，食不言，寝不语。然后一顿饭就这么安安静静的吃完了。吃完饭之后的郭晴便被陆程直接拉到书房，两人说悄悄话去了。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这饭吃的太压抑了，完全体会不到美食的乐趣。习惯就好了。你是习惯了，我就感觉很难受。你看我们郭家村吃饭那叫一个热闹，什么菜好吃什么菜不好吃都会直接在饭桌上讨论，有时候也可以聊聊家常，一顿饭吃的那才叫幸福。被郭晴这么一说，其实陆程也很羡慕这样的日子。行了，不说这些有的没的了，来说说你吧。我？对呀，你。我怎么了？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跟陆大人闹情绪了？一说到这儿，陆程便整个人失去了光彩。我今天来了，你就好好跟我说道说道，看看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结果陆程直接摇头。怎么了？你倒是说说呀，不说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不说你又怎么知道我能不能帮忙？我爹娘帮我相看了一户人家，可是我不想这么早就嫁人。有喜欢的人了？晴姐姐，你怎么知道的？我是谁？我是你晴姐姐呀，这点问题肯定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心里有喜欢的人了，但是不敢跟爹娘说，我担心他们不同意。现在他们又给我相看了一户人家，而且对方也同意了，就差上门提亲了。然后你不同意，但是又不说什么原因，就跟陆大人闹起了别扭，互不搭理。陆程又是一脸的不可思议。你就是太胆怯了，看得出来陆大人陆夫人是很疼爱你的，不然就算你不同意，这么多天了也不会等到现在对方还不上门提亲。之前都说好的了，就等对方上门提亲了，但是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天了，那边还一点音讯都没有。难道爹爹拒亲了？拒亲应该是不可能，应该是找了个什么理由推迟了。那怎么办呀？迟早还是要来提亲的呀。怎么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意思很简单，就是让你直接跟陆大人坦白，告诉他你有心仪之人了，非对方不嫁。如果你心仪之人不算太差的话，相信陆大人陆夫人应该也不会反对。可是那意见我已经给你了，听不听说不说就是你自己的事了。好，我去说。晴姐姐可不可以陪我一起？没问题。陆大人陆夫人，爹娘，那亲事成儿不能同意，因为成儿已经有心仪的人了。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就是我有心仪的人了，不能嫁给别人，这辈子非他不嫁。你们帮我说的亲事我不同意。你之前一直不同意是因为这个？是的。那你为何不早说呀？成儿担心爹娘反对。他是谁？郭家村的王铁牛。然后两人一同将目光就转向了郭晴，以为是郭晴牵的线。爹娘，你们看晴姐姐做什么？跟她没关系，是我自己看上人家的。那个王什么？王铁牛。对，那个王铁牛是什么态度？他不知道我喜欢他。他不知道你喜欢他，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个什么态度，你这不是胡闹吗？爹，怎么是胡闹了？咱们找人问问铁牛哥是什么态度不就好了吗？你这丫头羞不羞？成儿如今都这么说了，咱们可以先看看这王铁牛怎么样，要是人品没问题，咱们是可以考虑考虑的，毕竟成儿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陆大人见自家夫人都这么说了，也只好如此了。夫人，今日真是让你见笑了。我们家这成儿啊，就是被我们给宠坏了。没有，民女倒是觉得陆小姐勇气可嘉，非常值得敬佩。冒昧问下夫人，这王铁牛为人如何？依民女对铁牛哥的了解，人还是很老实的，也很能吃苦。目前在粉园帮我做工，当这个管事的，每个月也有5两银子的收入。那他家里有哪些人口？就铁牛哥跟王叔王婶一家3口。王叔一般有时间也会上粉园或者残园帮工，而王婶看民女整天忙里忙外的，回家还要做饭，很辛苦，然后就在家帮忙做饭。他们人也很好相处，在村里人缘也很好。行了，你晴姐姐也一个劲儿的帮你说好话，今天这事儿就先这么着了吧。你晴姐姐今天可算是为了你耽误了不少时间，找个机会好好谢谢人家，知道不？成儿知道了。陆大人，陆夫人，没什么其他什么事，那民女就先告辞了。今日真是让夫人见笑了，也麻烦夫人了，改日有机会定上门答谢。哪里，民女与陆小姐朋友相称，这点小事不足挂齿。成儿，去送送你晴姐姐吧。然后陆成便开心地拉着郭晴往府外走去。晴姐姐，今天真是谢谢您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答谢你才行。那你就要好好想想怎么答谢我啦。从今天开始，不，我从现在开始想。郭晴笑着无奈地摇摇头，与陆成拜别之后便上了马车，然后直接赶着马车往家的方向走去。主人，最近怎么都不下雨？外面天气太热了，我都不想出去。我也不知道啊，再不下雨，外面的粮食都快要干枯了。不过就这几天我也准备收割了，不然到时候真干枯了就得不偿失了。看看这样的天，要是来一根冰淇淋那就完美了。好怀念上一世的雪糕桶冰淇淋。这空间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冰箱，没有取之不尽的冰淇淋。主人，什么是冰淇淋？什么是雪糕桶？是可以吃的好吃是吗？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吃进嘴里冰冰凉凉甜甜的，吃上一大口甚至可以透心凉，特别适合这大热天，简直不要太舒服。主人，我要吃，你做给我吃。做给你吃？你做梦还行，这东西我不会做，要会做早做了。咦，还有主人不会做的东西？废话，我不会做的东西多了去了，我上一世的那个世界好东西多了去了，我不可能什么都会做呀。主人，你有百科全书可以学。对哈，差点都忘了这宝贝了，不会可以学呀，百科全书里面应该有制作方法吧。郭晴立马起身就走进了房间，拿起百科全书就找了起来。郭晴翻看百科全书之后，里面还真有制作雪糕的方法，说干就干。太好吃了，舒服，终于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了。才一丝丝凉意吗？你这吃货。就这么一小碗，抠抠搜搜的，都不够我塞牙缝。就这天儿，就这点冰淇淋，能感觉到一丝丝凉意也就不错了。那照你这度量，我今天做的这一大碗都不够你一个蛋吃的啦。也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吃这么多，肉长哪里去了？好歹也长胖点，万一哪天我揭不开锅的时候，还能红烧一顿吃个饱的，不然也不够我塞牙缝。主人，你又欺负蛋，蛋生气了，不理你了。走吧，一会儿月儿起来了，也就没人跟他抢冰淇淋了。娘亲，你在叫什么呢？没什么，在跟萌小蛋闹着玩了。月儿、悠儿都睡好了没？娘亲，睡好了，就是太热了，出了一身汗。那月儿、悠儿赶快去换件衣服，一会儿别生病了。换好衣服再来找娘亲，娘亲有惊喜给你们。一听说娘亲给他们准备了惊喜，月儿、悠儿飞一般的速度回房间换好衣服，立马就跑来找娘亲了。来，跟悠儿2个一人一小碗，慢点吃，不要一下吃太快了。娘亲，这是什么？冰冰凉凉，甜甜的，好好吃，而且吃进嘴里就直接化开了，感觉整个人都凉快了。这个叫冰淇淋，好吃咱们也不能多吃，因为冰比较寒，吃多了就容易生病，知道吗？娘亲，那你吃了没？娘亲刚才试味道的时候已经吃了。吃什么好试试呢？都不叫我们。父老，明月起来了，你们稍等一会儿。月儿，你去叫一下太外公、太外婆一起过来。没多久，郭晴的外公外婆被月儿带了进来。外公，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怎么脸色这么苍白？
主人，外公只是轻微中暑了，并无大碍，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外公应该是中暑了，等会儿我去房间拿个药。今天这冰淇淋外公就不能吃了，等好了我再做给外公吃吧。说完，郭晴就直接回房间，然后从空间拿了2瓶藿香正气水出来。外公，来，你把这个喝下去，一会儿就好了。然后把药递给了外公，让外公喝下。而后蒙小蛋再使用技能把外公的身体治疗好。到了第2天，照样还是艳阳高照。大哥，铁牛哥，今天通知工人们去收割水稻跟土豆吧，现在已经8月初了，也差不多了。好，行。另外，土豆跟水稻收回来之后，所有的山头还有田地全部种上第2季土豆，水稻就不种了，这天气种不了了。哦，行，知道了。小美，你就放心吧，大哥保证安排的妥妥的。行，你们办事我完全放心。就这样，收获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的。很快，水稻、土豆都被收获进了粮食仓库。主人，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什么不好的消息啊？这段时间你一直忙着外面的粮食耕种，空间的粮食你没怎么关注，然后就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啊？你倒是说呀，急死个人了你。就是田里的小黑龙好像有点多了点儿。应该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吧，好歹3亩田，那会儿我才放了几10斤左右的小黑龙进去而已。主人，我没必要骗你呀，你要不信就自己进去看看就好了。最后，郭晴还真的就闪身进了空间。我去，这空间也太强大了吧！几10来斤的小黑龙，进来不过就是10来天，这3亩水田里的小黑龙，怕是得有好几百斤了吧？外面那水田半年100亩，也才300来斤，这也太吓人了。要是再过半个月个把月的，那不得泛滥了呀！突然想着，这可都是钱家呀。想到这儿，郭晴突然想起来一笔大生意——养殖水产品。不过空间这小黑龙，他不可能直接自己偷偷的拿去明月楼卖，所以过明路是重中之重。突然，郭晴想起家门口还有1亩的水田，之前也放了一些小黑龙进去养着，所以就算拿这个当幌子，也得让人知道这水田里有很多的小黑龙才行。说干就干，绝不耽搁。于是乎，下午的时候就有了郭晴以下的表演。娘亲，你看，咱们水田里有好多小黑龙。哪里？在哪里？你眼前就有好多，还有这都有。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哇，真的耶，这么多！我们月儿真厉害，竟然发现了这么多小黑龙。那我们今天晚上有口福了。因为3人的惊喜，声音也不小，把家里正在下棋的外公以及父老迎松都吸引了过来，当然也包括王婶一家，另外还有几个准备去粉园帮灵公的村民。我去，这么多的小黑龙！是啊，这下真有口福了。最近都没怎么注意，没想到这小黑龙长得这么快。是啊，这小黑龙可真多。是啊，怪不得我那刚开荒半年的水田能装好几百斤，就算从河道游进水田，也不可能直接游那么多进去。现在想想，应该是繁殖挺快，长得也快。傻瓜，繁殖快，那也不可能光你家的繁殖快呀。别人家田里不也是1亩田，差不多抓了3、4斤的样子吗？是吗？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肯定是因为我命好。你们看啊，如果不是我命好，又怎么就上山救了个老爷爷？又怎么会知道了那么多赚钱的法子？更重要的是，又怎么会跟明月楼合作？又怎么跟明月楼二东家做成了那么大的蚕丝生意？肯定是因为我命好，所以就连养个小黑龙都能长这么快。对呀，咱们郭家村的大福星说的没错，肯定因为大福星命好，所以这小黑龙都能养得这么好。是啊，秦丫头就是个命好的，是个福星。行了，这明显就是因为秦丫头是个有福的，做什么赚什么。我家村也是个风水宝地，养个小黑龙也能这么惊人。不然你们倒是说说，这小黑龙是怎么来的？天上掉也只掉到秦丫头的水田里？哼，那就更说明他是命好了。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个的都散了吧。村民们见知识渊博的父老都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就真的完全当是秦丫头命好。父老，你也相信夫人是因为好命？那你说说，她如果不是因为好命，像她那样的，怎么就嫁给你们王爷了呢？被父老这么一引导，最后就连迎松都赞同了这一说法。
由于有了上演命好的戏码，第二天郭晴便让迎松抓了一大桶的小黑龙准备着，一会儿上明月楼的时候带上。在路上的时候，郭晴便趁机从空间里又移了一大桶出来。晴丫头，你哪来这么多小黑龙啊？这还是之前挖那100亩水田的时候抓了不少，然后我没舍得卖，放门口的水田里养着，现在也长肥了繁殖了。不过每天最多也就只能这么些量，等后期土豆收了之后，我就准备弄个鱼塘大量养殖，那时候就可以大量供应了。张掌柜听完了郭晴的解释，也没有再多想，每天能有这么多已经很不错了。于是张掌柜命人去把小黑龙打秤，然后处理，又命人赶紧去贴了广告牌，交代清楚之后，便领着郭晴上了2楼的包间。晴丫头，上次你交代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了，目前差不多已经在开始烧制了。辛苦张掌柜了。不辛苦不辛苦。最后郭晴与张掌柜把账结算了之后，便离开了明月楼。下一站自然是良心铺子了。小妹，你来了。小玉姐今天看起来心情似乎不错哦。爹娘松口了。舅舅松口了，这也太难得了，是值得高兴的事。小玉姐，舅舅这么突然松口，这是什么原因啊？我挺好奇的。爹见过陆公子了。陆公子回紫阳县了？回来好些天了，然后过来这边买粮食，然后爹就见过他了。那陆公子可知道你心仪他？结果郭小玉的回答是摇了摇头。没事儿，不着急，只要舅舅不反对，那就说明他对陆公子是很满意的，这就是一大进展。陆公子就在紫阳县，有的是时间慢慢相处，了解了解也是好的。现在陆公子回来了，你呀没事也把自己收拾收拾漂亮点，漂亮的姑娘人人爱，懂不？下次我过来给你带点好东西。行了，没什么事儿我就走了。小玉姐加油，我看好你。迎松，你知道陆公子封了什么官不？怎么突然想起问他的事儿来？替别人打听的。替别人打听的？谁呀？都说是替别人打听的了，你说就是了，哪那么多为什么？哼，你不说是谁，打死我也不会说的。我小玉姐，她想知道。迎松这一听可算是明白了，可是当明白过来的时候，又觉得太不公了。这家伙都有人喜欢了，怎么他还是单身一人啊？想什么啦？没什么，问吧，你想知道什么，我绝对毫不隐瞒。陆公子现在是什么官职？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与他爹平级。翰林院编修，那不应该在皇城任职吗？那他怎么回紫阳县了？郭晴这么一问，让迎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难道真实话实说告诉他，对方是为了你特意向皇上请辞回紫阳县当教书先生，然后他家爷又鬼使神差的担心会屈才，然后向皇上进言，直接让他顶替了他老子的官位。爷向皇上力荐，让他回紫心县接替陆大人的职位。接替陆知县陆大人的职位？他不是还不到退的年龄吗？这么说吧，陆公子原本是被任职翰林院编修的，但是爷有需要他的地儿，所以向皇上要了他这个人。反正陆大人也差不多可以退了，就干脆直接让他儿子接了他的位。原来是这样，那他以后不就是新任知县了？是啊，怎么了？这不也算是正常平调吗？正常是正常，我担心小玉姐那儿。咋的？他还敢不答应啊？他要是不答应娶小玉姐，让爷跟皇上请一道圣旨，看他娶不娶。说完，结果就是迎来了他家夫人一道杀人眼。我开玩笑的，夫人别当真啊。最后郭晴也懒得搭理他，直接回房准备休息一会儿。休息了1个时辰左右，郭晴便醒来了，然后就准备起来做点降暑的点心来降暑。结果一开门就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那个人。这天气真的是太热了，都把人给热出幻觉了。说完就自顾自地往厨房走，然后呢，那个心心念念的人也跟着进了厨房。怎么突然感觉后背又那么凉了？这是怎么了？忽冷忽热的，生病了吗？娘亲，好热啊，你能不能做点冰淇淋来降降温呀？我们都快热死了。娘亲，月儿是不是生病了？都产生幻觉了，见到爹爹了。是啊，娘亲，我也见到爹爹了。结果月儿这么一说，郭晴就感觉不对了，不能一家人都产生幻觉啊？难道？然后便用不敢相信的眼神看着那个幻影在慢慢的靠近他，再转一圈，再揉了揉眼睛，确定这是真人不是幻觉之后，郭晴一激动就抱了上去，然后整个人就这样的
挂在了白浩的身上。真的是你，你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我是说不是幻觉。爹爹，是爹爹回来了，幼儿好想爹爹，幼儿也好想爹爹，爹爹也想育儿幼儿，只想育儿优儿，就是不想。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突如其来的吻直接堵住了剩下的我字。爹爹，幼儿也要亲亲。就这一句，郭晴便才反应过来，两个孩子还在场呢。于是挣脱了白浩的热吻，从他身上跳了下来。太热了，我去做点冰淇淋。冰淇淋？爹爹，冰淇淋是娘亲做的新吃食，甜甜的，冰冰凉凉的，可好吃了。是吗？那一会儿爹爹可要好好品尝一下了。爹爹，你还没去幼儿。最后白浩很是公平的在育儿幼儿的脸上一人亲了一下。爹爹，不是亲脸，是要像娘亲一样亲亲。幼儿，那个亲亲只有爹爹跟娘亲能亲亲。为什么？因为爹爹和娘亲要给你们生个小弟弟呀。完犊子了，这下丢脸真是丢到家了。这父老什么时候来的？父老什么时候来的？放心，该看的不该看的我都看到了。这一下好了，不问还有余地，这一问真想挖个洞就钻进去，一点余地都没有了。爹爹，父老说的是真的吗？你跟娘亲真的要给幼儿生个小弟弟吗？父老说的是真的。哼，太好了，那幼儿要当姐姐了。幼儿要当哥哥姐姐了，那就更应该要好好学习。去换身干净衣服，然后赶紧跟着父老去学习。爹爹帮娘亲一起做冰淇淋。好，那爹爹要做多些，一会儿幼儿要吃多多的。快去吧。然后育儿幼儿就被父老领走了。晴儿，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有吗？哪有？应该是天气太热了。对，天气太热了。这个衣服的颜色很适合你，好看。啊？我说这金剪刀苏嬷嬷的手艺就是好，做衣服做得很好看，很合身。以后你的衣服啊，就都交给她来做。是啊，苏嬷嬷手艺确实很棒，做的衣服很合身，很好看，我们都很满意。满意就行，以后多做些红色的衣服穿，你穿红色好看。好。这做的是什么？这是冰？对，这就是冰。大热天的，你哪里来的冰啊？你怎么做到的？因为这个东西。白浩伸手接过油纸包，然后打开一看，又一脸疑惑地看着郭晴。这个东西叫芒硝，遇水可以瞬间聚冷，温度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成为你现在所看到的冰。听完郭晴的解释，白浩有些不敢置信。怎么不相信啊？不相信你可以自己试试。于是白浩还真端过一盆水，然后将油纸包里的芒硝慢慢的往水里加入。不多时便开始看到水温明显的下降，然后慢慢的开始结冰。白浩转而好奇的盯着自己的夫人看。好啦，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有些东西还不到时候，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郭晴跟白浩在厨房忙活半天之后，终于将美味的冰淇淋制作出来了。原来这个就是育儿幼儿口中的冰淇淋。是的，你尝尝看。白浩伸手接过了郭晴递过来的冰淇淋，然后轻轻舀了一小勺放进了嘴里。怎么样怎么样？入口即化，甜而不腻，冰冰凉凉的，很不错，是降温消暑的好吃食。有什么打算吗？什么打算？不打算开店吗？开啊，正在计划中。怎么了？没怎么，就是在想后面的事。我是想准备把好几样吃食都开在一起，连成一排吃食街，这样方便客人逛街，也方便我打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铺面。准备开在哪儿啊？现在粉姑娘已经开在明月楼旁边了，其他店干脆也直接连着开就好了。所以打算看看怎么把明月楼那一排的店铺怎么搞定。主要还那么多家，那么多地方，想想都头大。不想了，吃冰淇淋。而白浩因为郭晴这几句话，便把他要开美食街的事情放在了心上。这种事情啊，只要有钱，没什么不好解决的。晚饭过后，那边的事都处理好了。都解决了。他被废除皇后的头衔，打入冷宫了。那就好。那育儿优儿，他的事虽然解决了，但是太子的问题还没有查出来，育儿优儿还不是时候回到那个地方。那育儿优儿没人知道他们在这儿吧？放心，为夫自有分寸。为夫送给夫人的礼物，夫人可还满意啊？啊，那个礼物都收到了。那夫人可还满意？
还不错，王妃头饰，新娘嫁衣，怎样？你是打算再娶本姑娘一次？有何不可？本王敢娶，就怕你不敢嫁。就没有本姑娘不敢的事儿，不就是嫁人吗？又不是没嫁过。好，记住你这句话，待到春暖花开时，10里红妆，本王娶你。好，我等你，等你10里红妆迎娶我。郭晴说完这句话，很自然地主动勾住了白浩的脖子，献上了自己的香吻。不过最后一道防线，郭晴还是要守住的。现在这具身体还太小了，最后白浩也只能妥协，两人就这样相拥睡了一晚上。三嫂，三嫂，我回来了，快来迎接我！好几月不见，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当进门的那一刻，当看到自家三哥那杀人的眼神时，哟，我三哥也在啊！三哥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找人通知我一下，我都想死三哥了。得亏没找人通知你，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夫人被人惦记上了。三哥，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过就是惦记着三嫂的手艺而已。怎么？那你到底是想我，还是想我做的美食啊？三嫂，我错了。为了表达我道歉的诚意，我给三嫂带来了2样好东西，三嫂肯定非常非常喜欢。什么好东西？拿出来亮亮相钱。随后，锦云将手中的布袋放在了桌上，然后轻轻地打开，里面有2个油纸袋。锦云将其中一个油纸袋打开，然后递给了郭晴。当郭晴看到手中油纸袋里面的种子时，一眼便认出这是葡萄籽。紧接着，锦云又将另一个油纸袋一并打开，映入眼帘的是郭晴心心念念的西瓜种子。这2样可都是好东西啊，你怎么弄到的？我最近不是为了蚕丝被和丝绸的事到处奔波吗？有一次在边城路过一村庄的时候，见到一个老人家提着2筐子东西，一瘸一拐地往镇上走。我原本是想着帮帮他老人家的，没曾想一问之下得知他提的这2样果子，老人家称一种小颗粒一串一串的，说是叫葡萄，另一种称是寒瓜。我还第一次见呢，出于好奇，我就先打开吃了一个，没想到非常多汁，而且也甜甜的。但是这一路奔波，那葡萄跟寒瓜都留不住。最后我心想，里面的籽应该是种子吧，于是我就把果子吃了，种子留下来。我这万能的三嫂肯定知道怎么种植啊，于是我就拿回来了。做得非常的不错，表扬你。这2样确实是可以种植的种子。夫人，这2样果子要种植多久才可以吃啊？寒瓜其实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西瓜。这个西瓜我试试看，今年还能不能种植出来。葡萄你们就别想了，最起码得1年之后了，这还得是长得快才行。那一会儿我吃完饭，我帮夫人一起种。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看一看瞧一瞧，这是明月楼二东家从边城发现的一种名叫西瓜的水果，红又甜还多汁，非常解渴，老少皆宜。看一看尝一尝，喜欢的可以买一些回去填个嘴儿。来，欢迎品尝。老板，那你这个西瓜怎么卖啊？这个西瓜论斤卖，20文1斤。听到了郭晴的报价，有些客人心疼银子，觉得20文都可以买2斤肉了。但也有很多人愿意买肉回去也是吃，西瓜也是吃，又不是天天吃，偶尔吃一次还是可以的。于是良心铺子门口便开始排了长长的队伍。1个时辰不到，带过来的西瓜全部都卖干净了，还有好些客人没买到的，郭晴告知下午还会运些过来的。这天临睡前，郭晴自己正准备盘点一下家当，然后看看怎么搞那个美食街。结果一算发现，如果真要把明月楼以及其他分店周边的店铺都买下来，那真是需要花一大笔一大笔的银子啊！还是一步一步来吧。夫人，可是有烦心事？就是之前说开美食街的事情，刚才算了一下账，这出血量有点大，手头上的银子如果都拿出去弄铺面了，万一有个什么事儿，就没有周转的资金了。就为这事？不然还能有何事能让我烦恼的？确定了郭晴只是因为美食街的事烦恼，白浩的心里也就放心了，便假装轻咳2声，这是想要引起夫人的关注。你怎么了？没事，你可以找为夫帮你啊。找你？怎么帮？这可是一笔不少的资金，你这王爷这么多年待在这郭家村，穷成啥样还用我说吗？被郭晴这么一说，白浩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这么些年确实表现得有点穷。白浩最后也不跟郭晴争论了，直接将今日锦云托人给他带回来的小木箱递给了郭晴。这是什么？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郭晴看白浩不愿意说，于是便将小木箱轻轻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房契。说你是不是恐吓人家了？不然你这怎么来的？你看我像那种人吗？
那你就好好解释一下这些铺面的来路。当然是买的呀。买的？你当我傻的呀？你哪里来的钱？那个夫人，有件事我想跟你坦白一下，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不要生气。你说，看事情轻重，我再决定要不要原谅你。景云是明月楼的二东家，你知道吧？知道啊，这跟你弄的这些房契有什么关系啊？哦，我知道，你跟景云借银子了是不是？景云是明月楼的二东家，这明月楼的大东家就是我。明月楼的大东家是你，那跟房契也没什么关系啊。啥？你刚才说啥？你是明月楼大东家，大东家就是你，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东家就是你，你在跟我开玩笑的吧？你看为夫像在跟你开玩笑吗？啊，等会儿，容我缓缓劲儿。然后一个人就坐床沿边开始想了起来。他记得白浩第一次陪他去明月楼送货的时候，张掌柜一开始的反应应该是见到了大东家，但是白浩没有声张，张掌柜自然装作无视。锦云是二东家，原来这大东家就是他家相公，一直跟他在一起，他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些铺面都是用我赚的银子买的，理应归我，所以我就不跟你客气了。不早了，早点睡觉。说完，然后假装生气的抱着小木箱就上床睡觉了。白浩看着这一幕是哭笑不得。看来如今大家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是时候该考核一下了。考核？没错，考核就是查看一下你们训练的成果。将军夫人准备怎么样考核大家呀？都听好了，3天后考核，考核内容半个时辰之内10公里负重，扎马步负重1时辰，移动靶心400米射击，以环数为成绩。最后一个就是实战对抗赛。我们跟谁对抗？你们自己，你们不是正好2队人吗？刚刚好啊。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放心，你们的剑肯定不会用真正对抗敌人时候用的剑，我会给你们准备好另外一种没有杀伤力的剑，你们尽管放心吧。听郭晴这么一说，大家也就放心了。好啦，还有3天时间，这3天时间大家准备准备，调整一下，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考一个好成绩，定不负将军夫人所望。不错，希望你们不要让本将军失望。你说我们这样像不像在幽会？深山老林幽会是挺像的。郭晴直接生气的白了白浩一眼，然后就不想说话了。走，为夫带你去一个约会的好去处。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不多时，两人便来到了山顶。哇，好美啊！然后两人便这么静静的相拥坐了一会儿，很快就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来，夫人躺下。两人就这样躺在草地上，看着漂亮的天空。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很快夕阳下去，黑暗来临。好了，不早了，该回家做晚饭了。回去晚了，月儿、悠儿又该担心了。下次咱们把月儿、悠儿带来一起看。好。娘亲，你跟爹爹干嘛去了？迎送都回来了，你们这么晚才回来，不知道悠儿会担心的吗？悠儿，对不起啊，是娘亲的不对，娘亲跟爹爹去找好玩的地方去了。改天娘亲带你们一起去，那里还特别适合野炊。野炊就是烧烤的意思，在山地也可以称之为野炊，野外起火做饭。真的吗？真的不能再真了。你看娘亲什么时候骗过你没？那娘亲，咱们明日就去可好？明日啊？我这边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倒是你自己可不要太累了。辛苦算不上，人多大家都会帮忙一起的，放心，我不会累着自己的。行，那既然都没问题，明天上午准备准备，下午去野炊，天气也不会太热。得到了娘亲的同意，幼儿高兴的直欢呼。悠儿，什么事这么高兴？娘亲说明日带我们去野炊，就是去野外做好吃食，烧烤什么的。真的吗？娘亲说真的不能再真了。耶，太棒了！夫人，那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晚些时候我看看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再安排。放心，肯定不会让你闲着。娘亲，这个鸡也好好吃，好鲜呐！好吃好吃。那月儿可喜欢？喜欢，超级喜欢。娘亲做的所有吃食，月儿都喜欢。月儿喜欢，那娘亲以后多做些好吃食给你们吃。娘亲真好，月儿最爱娘亲了。真的吗？真的不能再真了。娘亲知道月儿从不骗人的。那月儿可要记住了，等你长大了，可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月儿不娶媳妇，月儿永远跟娘在一起。傻月儿，不娶媳妇儿可不行，娘亲还等着抱孙子呢。
小妹，玉儿还这么小，你就先别想着抱孙子了，再抱俩儿子再说吧。二嫂，你别说我，要生也是你先，现在最着急抱孙子的应该是娘。你们一个两个的都别推举，2个一起生，有的是人带。那大嫂你也再生一个，热闹。都生，娘高兴，娘都能带。晴丫头，这烤全羊好了吗？被父老这么一提醒，郭晴立马起身上前一看，烤全羊都已经好了，将烤全羊放油纸上，大家围着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吃烤全羊。来，大家今日难得都聚在一起，我们一起举杯庆祝一下，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都健康幸福和谐。大家听郭晴这么一说，也觉得是应该一家人都举杯庆祝一下。来，晴丫头，我敬你一杯。今生我能吃上这么美味的吃食，真的是死而无憾了。哎，父老，这可使不得，我敬您才是。看您说的什么话，喝多了吧？什么死不死的，您一定能长命百岁的，知道不？对，我得长命百岁，这样才能吃到你这丫头做的更多的好吃食。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敬晴丫头一杯啊！如果不是因为晴丫头，我们大家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然后大家很赞同的举起酒杯敬晴丫头。晴儿，你少喝点。没事儿，几杯啤酒而已，醉不了我的。今日开心，多喝2杯无碍。放心，喝多了不还有你吗？而且我相信你不会趁酒之危的。小妹，小玉姐也要敬你，谢谢你，因为有你才有了我的今天。小玉姐，你不能再喝了，你已经醉了。难得这么高兴，反正都是一家人，不怕。好，那就不醉不归。剩下的自然就是各种聊天了，看风景了。最后郭晴自己也喝了不少，很快大家也聊得差不多了，天色也暗下来了，不能再待太晚了，于是便整理东西准备打道回府。晴丫头在家吗？娘，我在家了。这几天你二嫂胃口不好，老是吃什么吐什么，也吃不下，整个人都没精神了。今天好不容易说想吃点酸的，家里泡的酸豆角又刚好吃完了，我就想到你这儿的酸蕨菜跟酸豆角了。好，那娘你等一下，我去拿。说完就去专门放酸菜缸子的房里抓了一大把的酸豆角。娘，好了，给你。哎呀，你这孩子怎么拿这么多？你二嫂哪能吃得了？娘，不过就是一点酸豆角，二嫂吃不完，你们不一样也可以吃嘛，吃完了再来拿，我这里多的是。郭母一听女儿这么说，也就没有再客气了。娘亲，二舅妈都要生弟弟妹妹了，娘亲什么时候生啊？惊得郭晴直接被一口窝窝头噎的是喘不过气。夫人，玉儿不过是想要个弟弟妹妹，你别那么大反应嘛，跟我家爷生一个不就好了？郭晴直接一记刀眼过去，迎松吓得一激灵。夫人别生气啊，迎松这不也是替夫人着急吗？您都跟爷成亲了好些年了，是应该生个孩子了，这样您跟爷的感情就会更牢固了。咋，你这意思是我跟你家爷现在感情不牢固？牢固，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再牢固点。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呀，相公难道觉得不好？为夫也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娘亲，你之前答应过优儿说要给优儿生个弟弟妹妹的，娘亲说话不算数。哼，娘亲骗人，玉儿不开心了。优儿，别生气了，生弟弟妹妹这事儿，娘一个人做不了决定的，这事儿得靠缘分，知道吧？娘亲，什么是缘分？缘分就是时间不对就不会相遇，就不会到来。娘亲，那弟弟妹妹什么时间才到呢？这个娘亲也说不准的，也许就这2年，也许3年5载也说不定啊。所以现在玉儿优儿的首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乖乖听爹娘的话。等你们弟弟妹妹到来的时候，你们可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了，得做个好榜样，教弟弟妹妹读书识字。娘亲，那二舅妈家的弟弟妹妹怎么就那么快来了？那是因为二舅妈目前一个宝宝都没有啊，所以她的第一个宝宝就很快到来了。娘亲这不是已经有玉儿跟优儿了吗？娘亲是觉得啊，有你们2个小可爱就很知足啦，很幸福啦。娘亲，我知道了，就像小胖哥哥一样，你看他的娘亲也是有了他一个宝宝，然后他的弟弟妹妹也是现在都没来，他都已经7岁了。那娘亲，我跟玉儿哥哥也要等那么久吗？我的傻优儿，娘都说了，缘分不是每个人都要等一样的时间的。
所以月儿跟优儿不需要操之过急，只需要耐心等待就行。娘亲答应你们俩，如果弟弟妹妹来了，一定第一个告诉你们，好不好？好，那娘亲一定要记得，弟弟妹妹来了，一定要第一个告诉我跟玉儿哥哥。一定，娘亲肯定记得。优儿就放心吧，现在可以好好吃饭了吧？那夫人多吃点，到时候给为夫再生个大胖小子。青丫头，不好了！郭婶子，怎么了？青丫头，你快去看看，郭大牛家出事儿了。郭婶子，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路上，郭婶子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解释了一番。那他儿子中毒，婶子来叫我也没用啊，我又不是大夫，让王梅花去请大夫回来呀。他自己做的好事，自己不解决吗？哦，已经叫人去县里请大夫了。但是现在大家不是担心吗？想让你去看看，大家心里就不会那么慌了。嗨，原来这是把他当主心骨了，镇定剂了。行吧，那去看看也无妨。强丫头，你来了。郭婶子把情况都跟我说了，我来看看。只不过我不是大夫，也帮不上什么忙。你能来就行了。小牛怎么样了？实际也是问的蒙小蛋。昏迷不醒，只能等大夫来了再说了。我小牛就是吃了点毒蘑菇，现在昏迷了，要想办法催吐，把毒蘑菇吐出来就好了。不然等毒蘑菇消化掉，被人体吸收了，毒素进入血液之后，那就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了。村长，我听说吃了毒蘑菇，趁早催吐还有机会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快速催吐的？越恶心的东西催吐效果越好。越恶心越好，那就只有粪便最恶心了。粪便？这样不好吧？小牛毕竟还是个孩子。没事儿，小牛那儿我另想办法。王梅花那儿就委屈一下他了，毕竟这时候命最重要。那劳烦婶子帮忙准备一些粪便来试试。大牛哥，你家厨房在哪儿？在左边那间屋子呢。然后郭晴便一个人进了厨房，拿了一个碗装了一碗灵泉水，从空间拿了一块肥皂，制作了一碗肥皂水，然后端着碗便又回到刚才的房间。大牛哥，你去厨房把我准备好的那水桶提过来，一会儿等催吐完之后专门给小牛喝。另外再找一个大盆过来。郭大牛一听郭晴安排事儿给他，立马就去做去了。然后郭晴又找了2个婶子，让把郭小牛扶起来，想办法把肥皂水喂下去。强丫头，你要的东西我准备好了。婶子，那你就放外边吧。然后又找了2个婶子，把王梅花抬到屋外，离屋子远一点。把王梅花抬到外边之后，就让人把粪便稀释了一下，给王梅花喂粪便水。原本是没有人愿意做的，但是想想以前这女人没少在村里作妖，于是以前跟王梅花有仇的几个婶子挽起袖子就开干了，场面一度壮观的控制不住。过后没多久，屋里屋外就开始了一阵阵作呕的声音。得亏是把王梅花抬出来了，那味道太上头了，以至于大家都离他远远的，完全没有人要上前帮忙的意思。这边吐着，去紫阳县请大夫的村民也回来了。大夫看着屋外远处的王梅花，远远的都能闻到那臭气熏天的味道了，完全没打算要过去的意思，然后跟着郭村长就进了屋子，给郭小牛把了把脉，翻了翻眼皮。异物吐出来之后，目前已无大碍，我开些药吃一吃，调理调理就可以了。劳烦大夫了。请问是谁想出催吐的法子？是晴丫头。晴丫头？就是明月楼的少东家，他是我们村的。敢问兄台可否帮忙引荐一下？我想见见这位姑娘。我带你去吧。晴丫头在家吗？村长叔，我在家。晴丫头，这是刚才给小牛看病的大夫。秦姑娘，真是不好意思，不请自来，冒昧打扰，还请秦姑娘莫要见怪。无碍，大夫可是有事。老夫想跟秦姑娘请教一下，您用何物给那孩子催吐的？原来是因为这事，那请大夫稍等片刻。然后从空间拿了一块完整的肥皂出来。刚才我用的就是这样东西，我自己自制的香膏，因为里面含有一些成分是可以起到清理肠胃的功效的，所以刚才不得已就只好拿出来一试。当时那情况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也万万没想到能有效果。大夫一听说是郭晴自制的香膏，出于好奇，于是放鼻子处闻了闻，确实很香，很好闻，并没有什么奇特的。没想到秦姑娘还有这么好的手艺，秦姑娘可是懂医啊？懂医说不上，只是闲来无事就喜欢瞎折腾。女人嘛，天生就爱美，对香膏更是无法抗拒。外边买的又总是不合心意，就自己做了些自己跟家人用用。
制作的时候也纯粹就是出于好奇，就加了一点能够清理肠胃的药材粉在里面试试。我们这儿靠着山，认识几样草药也是很常见的。哦，原来如此，今日多谢钱姑娘为老夫解惑。大夫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既然如此，那没什么事，老夫就离去了。钱姑娘，告辞。大夫慢走，村长叔，麻烦您帮忙送送大夫。郭村长将大夫送出来之后，也与大夫拜别，忙农活去了。原来你身上那淡淡的香味是用这个东西？对啊，香不？香。喜欢不？喜欢。喜欢，那就送你啦。为夫需要用什么来谢过夫人呢？那就以身相许吧。好，那就今晚吧。行，到时候记得用这香膏洗香香等着本夫人。这香膏用来洗脸、洗澡都可以。那夫人为何不与为夫一起试试呢？流氓，谁要跟你一起？怎么就流氓了呢？夫人不是说让为夫以身相许吗？以身相许，留着吧，等本夫人哪天高兴了就来取。哎，夫人去哪儿啊？带上为夫一起啊！你勾引我家男人，今天不给我个交代，就别想回去。什么叫勾引他家男人？哼，怎么勾引我家男人还不敢承认呢？王梅花，我看你病得不轻，是不是没钱看大夫啊？哼，你才有病了，我好得很。哼，你以为你有2个臭钱了不起，还不是靠男人？整天勾搭这个勾搭那个，甚至连我男人你都不放过。哟，我整天勾搭这个勾搭那个，我自己怎么不知道？你就这么清楚？你就装吧，我今天就把你勾搭男人的事说出来，看你还能装到几时。行，那你说吧，正好我也听听，我勾搭谁了？怎么勾搭的？勾搭到什么地步了？来，村民们，有时间的都出来听戏了。你别你了，要说就抓紧，我时间可宝贵着呢。哎呀喂，乡亲们了，都来评评理了。我就回了一趟娘家的功夫，男人就被这个给勾搭走了，现在门都不让我进了，孩子也不认我了，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哟！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一转眼功夫就不认我这个娘了。你男人？我勾搭？我人现在就站你面前。还有，麻烦你抬起头看看那边，就那最大的宅子，知道吧？那是我家，花1万两建的，1万两。然后再想想你男人，你是见我眼瞎了还是脑残了？勾搭你男人，麻烦你泼脏水也过过你那蠢脑子。哼，有钱了不起吗？有钱你也缺男人呢，缺男人是个男人你都不嫌弃。你知道吗？这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发现你吧，不但蠢，还蠢出新高度。找我麻烦之前就应该先了解了解。有句话送给你，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哎呀，大牛他媳妇儿，你都离村这么多年了，还停留在离村的时候了。人家秦丫头可是有相公的人，她相公长得那就不是大牛能比的。所以你说人家秦丫头惦记你家男人，那不是闹笑话吗？你不嫌丢人，大牛都觉得丢人。她有相公，她相公都早死了。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又死了？王梅花听到突然有人说话，于是抬头看了看，再于是就被白浩这美艳的过分的外表给迷住了。夫人别怕，有为夫在，谁都欺负不到你。那个，能扶我一下吗？我腿麻了，起不来。来，夫人站累了吧？你坐下休息一会儿。你是他相公？怎么？难道你有疑义？这女人有什么好的？要啥没啥，无非就是有点臭钱而已，还不是靠男人。夫人，以后你多吃点，不能让人小瞧了去。你今天是不是皮痒痒了？大庭广众之下就这么……怎么？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啊？切，有什么了不起？好像谁没个相公似的，只是某些人有老公还招花惹草。王梅花，原本看在郭大牛郭小牛的面子上，昨天救了你，今天你不知好歹还来污蔑我，你真以为郭家村的村民都跟你一样蠢吗？人参猪脑说的就是你，一口一个勾引你家男人，现在我家男人就站在这儿，来对比一下，我是眼瞎还是脑袋被门夹了，去勾引你男人？哼，说我到底谁？我男人一出现你就风姿，你以为你16岁的小姑娘啊？一朵臭黄花还想摆出梅花的姿态，也不把脸撕下来洗洗，看看到底有多厚。
眼睛被屎遮了，怪不得看不到郭大牛的好，跟野男人跑了。现在知道郭大牛出息了，又想回来巴结人家。没听过好牛不吃回头草吗？更何况你这草还是打了百草枯的，谁敢碰？本姑奶奶凭本事赚钱，一不偷二不抢。你倒好，一来就又给我泼脏水，说我靠男人。你倒说说我靠谁了？还说你没靠男人？要没有明月楼的二东家，能有你的今天？哼，我靠他，那也是凭本事靠。明月楼同样也靠我，这叫互相依靠。哈哈，能让我三嫂依靠，我是很荣幸的。可惜的是，我在这靠着我三哥三嫂，是谁这么不长眼，在这里乱喷呢？哟，三哥你在啊？我还以为你的女人被欺负了，你没出来撑腰呢。就这用不着我撑腰，你三嫂厉害着呢。是吗？那我有没有错过这场好戏啊？刚错过，你再早一点就可以全程观看了。唉，那可惜了。我去，这哪里来的乞丐，这么臭！郭家村怎么能让这种人进来污染空气啊？哼，没事儿，昨天刚掉茅坑救出来的。你这会儿怎么舍得回来了？再不回来，西瓜就没有了。三嫂，快别说了，就是因为惦记着西瓜，我这次损失惨重，你得好好补偿我。咋回事儿？走，回去，咱们好好说道说道。我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三人都好奇地盯着王梅花。闭嘴！村长，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们没听到那人叫那女人三嫂吗？你们知道那人是谁吗？那个女人的男人是皇室中人。此话一出口，全村都直冒冷汗，还有一股寒气横空直降。郭村长的心里是10万只草泥马。蠢女人，要你说嘛，全世界就你聪明，这下谁也保不住你了。哼，自己自求多福吧。这个女人知道的太多了。郭晴什么也没说，只是苦笑地摇了摇头。这女人人参猪脑都还是高看她的。之后郭晴三人便头也不回的就走了。叫郭大牛来把他拉回去。你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昨天就不应该去救你，让你直接下去，省得又出来丢人。郭大牛，你干啥？你给我撒手，撒手，听到没？你弄疼我了。你个没用的东西，就知道找老娘出气。我告诉你，你最好对老娘我好一点，老娘很快就要发达了。等老娘发达了，看老娘怎么收拾你。大牛，把你媳妇拉回去，看好她了，不要让她再出去胡言乱语，丢人现眼没脑子的玩意儿。说完，勒着双手便头也不回的就走了。郭大牛见大家都散去了，拽着王梅花也赶紧走。结果王梅花还骂骂咧咧的，郭大牛直接反手就是一巴掌过去。你给我闭嘴！你个不要脸的，一天天的不带脑子出门，赶紧自求多福吧你！这次郭大牛一巴掌外加一句自求多福，可算是点醒了这个无脑的女人。大牛，不会的，肯定不会的，对不对？他们不敢乱来的，对不对？你自己自求多福吧。郭大牛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该死的女人，只能这么给她一句，然后继续拽着她往回走。秋凤，秋凤，你救救我！小牛他爹，这是怎么了？秋凤，你救救我！你那个不要脸的小妹想要我命！要你命？对，她仗着自己……蠢女人，叫你闭嘴！叫你闭嘴！奶奶，你干嘛打我？我打的就是你！你说你跟个男人跑了就跑了，回来做甚？回来也就回来了，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惹事，典型了吃饱了撑的。打打你，让你清醒清醒，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蠢货！秋凤，你就站着，看着我挨打。我何止看，我还跟着一起打。郭大嫂说着，上去就直接薅住了王梅花的头发，就开干。最后，奶奶也不管以多欺少，也直接上手，2打1，可想而知谁输谁赢。郭大牛站一旁，拉也不是，不拉也不是，最后干脆让3个女人打，打累了总该松手了吧。最后3个女人都累到直接瘫坐在地上。我造的什么孽哟！哥都这么对我，我做错了什么？郭大嫂跟奶奶打也打了，气也出了，两人自己也挂了彩，最后也懒得搭理这个蠢女人了。郭大嫂扶起奶奶就直接回去了。
你要的消息我给你带来了，银子你可准备好？不错，比预期的时间快了不少。说吧，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原来正在王梅花准备开口说出内幕的时候，突然来了好几条的五步蛇，直扑正在说话的两人。怎么样，处理干净没？这事可不能留下，到时候伤害到老百姓，那就完犊子了。都处理干净了，我办事您放心。行，处理干净了就走吧。大牛，不好了！大牛，你媳妇儿今天跑到林家村跟一个男人在山上私会，结果遇到了毒蛇，这两人都不幸被毒蛇咬了，你快去看看吧。当郭大牛听到郭村长带回来的消息的时候，自己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戏这么精彩的吗？就说觉得奇怪，王梅花都跟男人跑了2年多了，这会儿出现，原来是被当枪使，回郭家村是有目的的。还好他够蠢。大皇子还是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蠢。是有点蠢，所以才有那么蠢的手下，然后再找了个那么蠢的王梅花。三嫂，什么事这么好笑啊？说来我也笑笑。我现在都还没走出那道伤心事，全身都疼。你呀，就是太玻璃心了，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强求不来。你堂堂一三皇子，大度点儿。疼！三嫂，我要一个大西瓜救命！都这么多天了，还要西瓜才能救啊？很快西瓜没了，我看你怎么活。不行，三嫂，剩下的西瓜你一定要替我保住，吃完那些西瓜我肯定能痊愈。云叔叔，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跟我们孩子一样，丢不丢人呢？丢什么人？我还没成亲呢，我也还是个孩子。云叔叔，你也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孩子，都老男人还差不多。你看我爹娘孩子都我这么大了，你也该赶紧娶个媳妇儿过日子了。哪里老了？你这小屁孩不许瞎说，云叔叔就是个孩子，不许反驳。胡子一大把还不老？哪里有胡子？没有的事，别瞎说。云叔叔，你不老实，明明就胡子大把大把的。娘亲说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一定不能说谎。嘿，你们这俩小屁孩，这几个月不见，说话是一套一套的啊！云叔叔天天这么辛苦的为你们爹娘奔波赚钱，你们就不能让着点我吗？小心云叔叔一生气就不去给你娘谈生意，到时候你就没有银子买好吃的了。哼，行了，让着你。哼，真乖，幼儿最棒最可爱了。云叔叔既然是孩子，那就陪我们玩吧。玩什么？捉迷藏。捉迷藏就是先选定一个侦探，剩下的人在规定的场地内就去躲起来，第一个被找到的下一局当侦探，侦探找到藏好的人，那个人就念一首诗，如果找不到，侦探可以呼叫寻找失败，这样的话就侦探念诗，不会念就学一首。没玩过，那云叔叔陪你们玩玩。那第一局，锦云叔叔你当侦探，我跟悠儿妹妹去躲，场地限制就在这个花园。听月儿的。那一会儿我跟悠儿去躲，锦云叔叔你就捂住眼睛，不许偷看，慢慢的数10个数，10个数之后就开始找。好，那现在就开始了。一说开始了，月儿、悠儿立马散开，寻找有利的藏身之处。杨丫头，这又是什么新吃食啊？这个是新吃食，剁椒鱼头。三哥、三嫂，今年我在郭家村跟你们一起过年。你不回皇城？今年不回那儿没意思。我看不是因为没有意思，是因为没有你三嫂做的好吃是吧？哼，不回就不回吧，反正这也是你的家，你在这过年也热闹。好啦，决定了行。不过这离过年也没多久了，那你还出去吗？不出去了，反正今年明年的订单都排满了，这生意也没人抢我们的，我就好好的放个假，在这里好好吃吃三嫂做的各种美食。想吃我做的美食可以，不过提前咱们得先说好了，要吃什么自己提前准备材料，我只负责做，不然这么多人，你们是想把我累死啊？这个没问题，要吃自己学着做，不会做就去喝西北风去。三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这一招在我这儿不管用，你三嫂也累了1年了，也要休假，过年期间她什么都不管。那我把明月楼的厨子叫过来，让他们做。这个可以有。不行，郭家村岂能让人随意进出？那我给三嫂打下手。得了，叫你打下手，到时候你别把我厨房烧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做饭嘛，反正都是要做的，不过就是多你一个人，到时候你们帮忙准备材料就行。先说好啊，别太得寸进尺了，做什么吃什么。没问题。就这样，接连大半个月就过去了。这天，郭晴再一次驾着马车过来送粮食，因为知道粮食一辆马车装不下太多，郭晴特意让锦云安排了3辆马车，加上自己家的一共4辆，满满当当的粮食就运了过来。乡亲们都安静一下，听我说，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想着囤备粮食，都着急，但是着急归着急，咱们安全还是要保证的，不能因为哄抢粮食受了伤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听好了，凡是需要购买粮食的都必须按秩序排好队，不排队的插队的一概不卖。另外，因为需要粮食的人众多，每人每家限购10斤。郭晴这话一说出来，下面的老百姓就不安了。10斤粮食，那能吃多久？就算省着点，家里人口少的，那也撑不过半个月就吃完了。大家不用担心，这一次虽然限购每人每户10斤粮食，但是良心铺子还是会照常供应粮食。今日能买到粮食的，以后每5天可再次购买；今日如果没买到的，明日可前来购买，同样也是每隔5天可购买一次，所以大家不用心慌。郭晴这么一说，老百姓们也不怎么担心了。另外，每个购买粮食的客人都需要报当家的名字登记在册，以防一家出现多人前来购买。这样一来，每家购买粮食的都会有个记录，大家就别想着耍聪明，安排家里人都来排队购买粮食。如果被发现了，那么以后就别想在良心铺子购买到平价的粮食。我们一定要做到把粮食尽可能的安排在有需要的人手里，而不是囤在某几个人家里。所以，请重复排队的家人们都自觉一点退出。还真别说，一开始就真有那么些人是这么打算的，所以已经提前排好的队伍里面，一家人就有好几个。不过郭晴这么一说之后，大家都自觉的退出，每家安排1人排队购买。小妹，你给的护肤品那么好用，你完全可以做来卖啊。小玉姐，钱是赚不完的，这些护肤品我自己瞎研究出来，自己一家人用用就好了，毕竟一家人用也用不了多少，要是卖，你想想又得花多大的精力，加工工坊、材料什么的，还有我那蚕园，如今蚕丝被、丝绸的供应量都有些快支持不住了，这样一来蚕丝就不够用，还得再扩大蚕园，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想想都觉得头疼。啊，那可惜了。这有什么好可惜的？给你拿过去的护肤品用完了没？用完了，一会儿再拿一套回去。不过这个面膜就没办法给你，因为没有包装的，拿回去1-2天就风干了，不然我早给你拿了。上次给的用的是差不多了，正好今天回来就带一套回去吧，省得下次还得让你送一套。这个面膜没事啊，反正还有睡眠面膜可以用嘛。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别聊护肤品了，聊聊你吧，最近怎么样了？我怎么了？你跟陆公子啊？我跟陆公子就那样啊。那样是哪样啊？就是他还是每天都过来铺子里。每天都来买东西？不，哪能天天买啊？那就是来看你的喽。算是吧，也不算是。这种感觉他也说不上来是不是。每次陆公子过来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几句就走了。怎么了？就是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要说他对我有感觉吧，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要说没感觉吧，有时候又偶尔侧面的关心着我。你呀，就别瞎想了。他既然能这么坚持不懈的每天都来一趟，说明心里多多少少有那么点意思。只是你需要给他点时间，感情的事都是慢慢来的。是这样吗？不是这样，那你倒是说说，还有什么值得他每天都去一趟良心铺子？被郭晴这么一安慰，小玉姐的心里瞬间就信心倍增。郭晴看着小玉姐瞬间烟消云散的心情，心里也默默地放下了心。二哥，给今天张掌柜送了些牛肉过来，我给你们也拿了些过来尝尝。二嫂怎么样了？谢谢小妹，你二嫂刚吐完，舒服些了，就休息了。又吐了，还没好些吗？二哥，你这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你二嫂如今这样，还有这天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二嫂这样，大嫂不是说了吗？怀孕是这样的，过段时间月份大一些就好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可这天气……这天气怎么了？都1年了，地狱未下。如果真如爷奶所说的，旱3年涝1年，何时才是个头啊？二哥，看把你愁的，家里粮食不够吃？不是，钱不够花？小妹，你就别闹了。
又不是没粮食，也不是没钱，那你愁啥？孩子啊，你看这孩子，这个时候来了，真不是时候啊。孩子怎么就来的不是时候了？我觉得来的挺好的，正好在咱们家好起来的时候来的，不会苦了孩子。他可是个有福气的，咱们家的福宝宝。你呀，就说你最会挑好的说。行了，一会儿中午你弄个酸辣椒炒牛肉，看看二嫂能吃点不？她不是最喜欢吃酸的吗？行，二哥知道，你也回去忙吧。行，那我回去了，有事随时就过来找我。哇，好香啊！你真会挑时间来，这刚准备开饭了，我猜你肯定还没吃呢。哼，我就是算准了时间来的，为的就是来吃晴姐姐做的好吃食的。那就坐下一起吃吧。然后一行人边坐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陆成，今日过来应该不全是因为来吃午饭的吧？晴姐姐，你真是太聪明了，什么都瞒不过你。不需要猜，你从进门开始，那脸上的笑容就说明了一切，肯定就是有喜事要说。哼，什么都瞒不过晴姐姐。爹爹说想趁着年前帮我办个集锦礼。年前？为什么是年前？那个，因为爹爹说年后就……这么急？晴姐姐，你看他们取笑我。你们两个没媳妇的单身狗，好意思取笑人家？夫人，你……三嫂，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什么你？怎么就不对了？难道你俩不是单身？夫人，单身是单身，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说的好像我不想有媳妇似的。哼，迎送，瞧你那点出息，没媳妇咋了？你看单身不是自由自在的，多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某人，整天黏在媳妇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来，夫人，别管那2条单身狗，你多吃点猪肘子。你不是说这个是美容的吗？多吃点变得更美，然后再帮为夫多生几个既美丽又可爱的孩子，这种幸福单身狗永远都体会不到。来，迎送，你也多吃点，补补身体，然后变漂亮点，去找个漂亮的媳妇儿，也生个漂亮的孩子。那个饭菜凉了，大家还是少说话，多吃饭吧。一顿饭最后因为太尴尬而一直安静的吃到了结束。小妹，你说你上午送牛肉，下午又送糍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有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上午的牛肉可还对胃口？现在也就只喜欢那一口酸酸辣辣的了，不然吃什么都没味儿。喜欢吃就行，下次想吃什么跟我说，我来想办法。哎呀，没事儿，大嫂都说了，过完头3个月就好了。就是现在这样，我都帮不上你忙。你怀孕可是大事，财源不是还有二哥跟郭婶子在吗？你就别担心了，好好养胎，给我生个白白胖胖的小侄子才是重点。不过话说，今天我来2趟了，怎么都没见爷奶？你不知道？我知道啥？爷奶收完家里的土豆之后，每天都跑粉园帮忙去了。上粉园帮忙？都去帮了好些天了。爷奶那身体能吃得消吗？这个你就放心吧，爷奶都是干习惯了的，身子骨好着呢。没事就行，他们愿意去，你到时候记得把工钱结给他们就行，让他们悠着点，吃不消就回来。哼，刚才你自己说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这会儿就这么见外了。二嫂，这不一样的，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请别人给工钱，爷奶来就劳动剥削呀，这样可不厚道。行，那就听你的。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好好休养吧。时间很快到了陆城及笄之礼的这一天。行了，别愁眉苦脸了，我参加个小姑娘的及笄之礼，你去太不方便，答应你就是了，不跟那谁说话，这总行了吧？你说你一王爷还怕他一知县呢？嘿，高高在上的王爷占有欲这么强的吗？一点也不像古代一个能3妻4妾的男人。再说堂堂一王爷还怕一知县抢夫人吗？夫人看我像怕他的吗？他敢和本王抢夫人，本王分分钟让他下线。那你还在那儿苦大仇深的模样做甚？本王这是舍不得夫人，夫人可知晓啊？行，本夫人现在知道了，可以让本夫人走了吗？最后白浩直接做出一副有请的样子。秦姑娘，小玉姑娘来了。陆大人。秦姐姐。陆公子，陆城找我，小玉姐对这不熟悉，可否麻烦陆公子帮忙照看一二？小玉姑娘交给我，秦姑娘放心去找小妹吧。你看咱儿子旁边的那位姑娘怎么样？刚才看是跟成儿的朋友一起来的。那位夫人？对，应该也是认识的。这姑娘看起来应该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孩子。哎呀，我问你人怎么样，没问你人家什么身份。人好不好，哪里是用眼睛能看出来的？咱儿子身边难得站了第2个姑娘，不管怎样也是好现象。
身不身份的，你是那种在意儿媳妇身份的人吗？我什么时候说过在意了吗？没说。不过话说这姑娘看起来跟咱儿子还是能聊得来的。你这是典型的馋儿媳妇，看谁都和你儿子般配。咋的？你有意见呢？很快到了午饭开席时间，陆程急急也没有特办大办，也就是请了一些自家的亲人，还有陆老大人平时官场上关系比较好的人吃了个便饭。吃完便饭，大家自然是客套两句就散场了。小玉姐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未来婆婆呀？就刚才吃饭的时候见了一面，什么话都没说，能怎么样？放心，我帮你把过关了。你未来婆婆是个非常温和的夫人，而且跟陆大人感情也很好，感情好的夫妻都不会难相处，相信我。这8字还没一撇呢，小妹可别乱说。行，我知道了，自有分寸。我先送你回铺子。啊，小姐，您没事吧？你这人怎么赶的马车，惊着我家小姐了？你担当得起吗？一说你这小姐这么弱不禁风，我马车离你们这么远都停了，还惊着。而且我马车用的是走，不是跑的，这速度完全造不成危险。你这做丫鬟的，是不是也太失职了？明知道小姐胆小，也不护着点。这位小姐，真是不好意思，您没事吧？是啊，你们家小姐胆子小，远远的看到马车来了，就应该护着小姐往里走些，还让小姐走马路中间。还好这位赶马车的小姐及时停下，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对啊，现在赶马车的小姐也道歉了，还不赶紧扶着你家小姐起来？明明就是……小菊，行了，我没事，还不赶紧扶本小姐起来？是小姐，这位小姐没事吧？没事，无大碍。没事就好，那可否请小姐一步，让小女子过去？最后，穆姑娘只好老老实实的给郭晴让了路。哎呀，气死我了，这都让她躲过一劫。小姐，这秦姑娘本身就不是一般人，怎么玩不过人家的？有这么长他人志气你也自己背负的吗？我堂堂穆大小姐还能怕她不成？她不过就是仗着明月楼二东家的事情，她不是已经成亲了吗？等二东家觉得她没有意思的时候，一脚把她给踢开，看她还能威风多久。是让你给孩子送过去的东西都送去了没有？小姐放心吧，都送了。我回来了。娘亲，你终于回来了。怎么了？不过就是1日不见，就这么想娘亲了吗？不是优儿想娘亲，是爹爹想娘亲了。是吗？是爹爹想娘亲，优儿都不想娘亲了呀？不是，优儿也想娘亲的。那有多想？爹爹也很想的。优儿怎么知道爹爹想娘亲的？因为爹爹中午吃饭都吃不下，喝茶也喝不下，这叫什么来着？这叫茶不思饭不想。玉儿真不错，棒棒的。玉儿带妹妹去玩吧。带玉儿跟幼儿出去玩了之后，郭晴看着白浩，今天我带着小玉姐一起去的，遇到陆公子之后，我就把小玉姐交给陆公子，我就陪陆程去了。这样不知王爷可还满意？正常的交际无碍，反正他也是抢不过本王的。郭晴直接给了白浩一记白眼，然后就不再搭理他了。秦丫头，你忙你的去，这里有婶子忙活就行了。没事儿，在书房坐久了也累，就当出来走动走动。你这丫头啊，就是闲不住。婶子，铁牛哥那边现在怎么样了？铁牛说月底领了工钱，然后买点东西就准备，先上门提亲。那就先恭喜婶子了，很快就要有儿媳妇了。哪里，也只是多亏了你这丫头。婶子，我也没做什么，这都是铁牛哥的缘分，人家陆程就是看上他了，说明咱铁牛哥还是很优秀的。哎，现在婶子担心的就是怕苦了陆程这孩子。人家一大小姐愿意嫁给你铁牛哥是好事，但就是咱这条件怕。婶子，你呀就别瞎担心这些了。陆程如果会害怕吃苦，那就不会愿意嫁给铁牛哥了。既然他愿意，那就不会在意这些。再说了，现在咱这条件也不差呀，反正我倒是觉着比县里好多了。咱这儿什么也不缺，还山清水秀的，每天还可以出门到处走走。在县里整天只能做闺房绣花，眼睛都要绣瞎，顶多也就偶尔出门逛个街，这街也没什么好逛的。咱们说来说去，还是多亏了你秦丫头。现在全村的日子都好了，很多娶不上媳妇的，现在都是他们挑女方来的，谁都想嫁到郭家村来过好日子，现在也都陆陆续续娶上了媳妇儿，生了孩子。
婶子，你看你，咱正聊铁牛哥的喜事呢，聊着聊着跑偏了。对，聊喜事的。你看我，人老了就这样。最后，两人便在厨房有一搭没一搭的，一边聊天一边做饭。主人，我怀孕了。你刚才说啥？我说，主人，我怀孕了。啊，蒙小蛋怀孕？怀孕？她怎么怀的孕？怀的谁的？娘亲，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着讲呢？娘亲，你这是怎么了？晴儿，你这是怎么了？啊，没事没事，就是刚才蒙小蛋跟我说她怀孕了。欧阳景云，你故意的，你个王八羔子！父老，真是不好意思，这不是我有意的，实在是刚才三嫂那句话把我听着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滚犊子，你个小王八羔子！哎，不是，青丫头，你怎么就知道那小东西怀孕了？就她那样，怀哪门子的孕啊？我也好奇，准备问了。你看你干的好事，今天最好是说清楚。主人，现在空间等级越来越高了，也越来越难升级了。刚才小蛋好不容易完成任务之后，升级到了24级，然后小蛋技能就上升了，可以分身了。但是要先孕育，再然后就直接我就怀孕了。这解释郭晴算是明白了，但是也太奇特了吧？就这一小蛋蛋，怎么怀孕啊？怎么生？你能听得懂蒙小蛋说话？相处这么些年了，稍微能懂一点点他想表达的意思。那蒙小蛋在说什么？他说他怀孕了，也说不上来怎么怀的，可就是怀了。蒙小蛋，我倒挺好奇的，你跟谁有的蛋？哦，不对，有的孩子。结果蒙小蛋被气得不轻。如果大家听得懂，那肯定能听到蒙小蛋正在口吐芬芳。三嫂，蒙小蛋在说什么？那个，他在骂你。骂得好，骂得好，都骂什么了？确定要说吗？说，赶紧说。说，三嫂你说，我倒要看看蒙小蛋他能骂些什么。确定啊，你同意了的，那我就说了啊，可不许怪我啊。同意了，三嫂你说，我们都听着。行，那我就说了啊，可不许生气啊，说好的啊。不生气，绝不生气。蒙小蛋说就是怀的锦云的，说他过河拆桥没担当。蒙小蛋，锦云，老夫现在最好奇的是蒙小蛋会给你生个什么样的娃娃出来。三嫂，三嫂，蒙小蛋听你的，你让他停下来，我保证不打他了。蒙小蛋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的话不可信。蒙小蛋。最后锦云跟蒙小蛋又上演了一次世界大战。主人，因为我现在有孕了，所以需要休眠1个月，1个月之后直接等着我带着小宝宝来跟你见面了。要这么久吗？1个月不算久了，你们人类还要10个月呢。啊，行吧，我知道了，你去吧，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随后蒙小蛋便进空间休眠去了。大哥，爷奶的工钱你帮忙拿回家吧。爷爷奶奶他们就是去帮一下忙而已，不用算工钱的。不行的，小孩都有工钱，更何况还是大人。可那是爷爷奶奶，又不是别人。就算是亲人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赶紧的拿着。行了，老大你就拿着吧，爷爷奶有那个心去帮你小妹，你小妹什么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收着吧收着吧。行吧，那我拿过去，但是爷爷奶奶收不收我可不敢保证啊。大哥，小妹相信你，有办法让爷奶收下的。最后所有人的工钱结算清楚了，郭晴也累的是腰酸背疼了。就在郭晴收拾账本的时候，王铁牛走了过来，一脸不好意思的呵呵直笑。铁牛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那个，明天我一家人请个假。请假去做什么？去完了，铁牛哥结巴了，这可怎么娶媳妇儿？娶得到，明日就去提亲。谁家姑娘啊？小妹，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啊。是陆知县家的小姐陆程，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哦，是陆程啊，这陆程也不知道看中你哪一点，整个一憨憨。好了，我知道了，明天穿帅气点，大方点，别一副憨憨样子，让未来岳父岳母看到，说不定就不愿意把女儿嫁你了。知道，明天爹娘都准备了新衣服。
说完又一脸幸福的模样走了。真好，又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李村长，今天怎么是您送鸭蛋过来呀？李爷爷、李奶奶呢？快别说了，这人老了毛病多，2个老人家都生病了。那看大夫了没？是怎么回事？李奶奶就是有点咳嗽，李爷爷腿脚一直不舒服，疼，但是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啊。咳嗽，腿脚不舒服，这时候医疗不行，一个咳嗽都很难看好，严重的甚至会直接要了命。郭晴想起了自己空间里的一些常用药，对李爷爷、李奶奶是有帮助的，于是家里就交给了白浩，自己拿了几个糍粑，抓了一条鱼，就去看望李奶奶2个老人家去了。秦丫头啊，你怎么来了？听李村长说您跟李爷爷2个都生病了，我不放心过来看看，家里鱼长大了，顺便抓了条鱼过来给你们尝尝。还有这个糍粑，我用粘米做的，可以放火上烤熟就可以吃，也可以煮甜米酒喝。你这丫头，来就来，还抓一条这么大的鱼。那一会儿中午在家吃了饭再走。吃饭就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然后李奶奶将郭晴迎进屋。李奶奶，您老人家咳嗽咳多久了？好些天了，之前没这么严重，今天是咳得有些难受了。我稍微懂一点点小病，李奶奶放不放心让我看看？我们都是老人家了，哪里用得着劳烦你大老远来给我们看病啊？无碍，来都来了，给你们看看我也能放心些。李奶奶，我先给您看看，您张大嘴，我看看喉咙。然后李奶奶听郭晴的便张大嘴，郭晴借着光线看李奶奶喉咙是发炎了，舌头还有些发白。郭晴从带过来的医药箱里拿出之前准备好的止咳糖浆，跟感冒颗粒都是陶瓷罐子装的。李奶奶，这个是止咳的糖浆，你每天早中晚用里面的小勺子舀一勺子兑点温水融化，然后喝下。还有这个颗粒是可以治疗感冒的，也是早中晚用勺子1勺兑点温水融化后喝下就好了。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多喝温水，好得更快。好，秦丫头，谢谢你了。李奶奶客气了，我去看看李爷爷。然后李奶奶便领着郭晴来到房间。老头啊，秦丫头来看你来了。秦丫头，你怎么来了？李爷爷，您是哪里疼？我帮您看看。爷爷膝盖疼，另外还有腰。李奶奶，那您帮忙把李爷爷的裤腿弄上去，我帮他看看。然后李奶奶就帮忙把李爷爷的裤腿拉上去，露出了膝盖。郭晴一看都有些肿了。爷爷，这儿疼吗？疼。郭晴检查完脚之后就已经断定这是风湿痛无疑了。李奶奶，爷爷这是风湿痛，这种病痛起来很难受的。李奶奶，你去倒点温水来，让李爷爷把这个药吃下去，不然他这样疼的难受。让李爷爷喝下止疼药之后，慢慢的李爷爷的呼吸就轻松了起来。乔丫头，你给的这个药真是神了，慢慢的疼的舒服多了。秦丫头，你真的太厉害了，太神了。哪有，我只是刚刚好懂这么些皮毛而已。以前我的爷爷也这样疼过，然后遇到师傅之后，就让师傅教了我一些，制作了一些药出来。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呀。李爷爷，还有这个，每天贴在疼的地方，1天更换1次就好了。郭晴帮忙把李爷爷的2个膝盖贴上，教李奶奶晚些时候也用同样的方法，一会儿给李爷爷腰上贴上就好了。秦丫头，真是太谢谢你了。李奶奶，您就跟我奶奶一样，所以不用这么客气。好孩子。好啦，李奶奶、李爷爷，过几天我再来看二老，有什么事让李村长过来找我就行。就在家吃过午饭再走吧。不了，我正好从这里去一趟紫阳县，吃饭以后再说吧。李奶奶也知道郭晴是个大忙人，也就没有再多留了，然后把药钱递给了郭晴。李奶奶，您这是干什么？用不着。奶奶知道那药肯定不便宜，所以是多是少，这银子啊，你必须得收下。奶奶，这药用不了多少钱，所以用不着。这点银子您就留下，买些好吃的，跟爷爷2个多补补身体才是。爷爷奶奶还有钱，
知道买好吃的，你不用担心。李奶奶，要不这样吧，银子我不收，您给我抓2只鸭子好了。李奶奶一听郭晴想要鸭子，那也行，于是就给郭晴抓了3只大鸭子。李奶奶，这几年您跟李爷爷也赚了些银钱了，2个老人家用也差不多了，后面慢慢的就别养鸭子了，要是闲得无聊，养个10几20只打发时间就好了，养多了太操劳了，不然以后身体也会吃不消。没事儿，我跟你爷爷还能干好几年，不怕。李奶奶也不用担心我没鸭蛋用，让村里的年轻人多养些，到时候我也就能有大把的鸭蛋啦，您跟李爷爷就好好安享晚年就好了。行，那就听秦丫头的，后面就不孵小鸭了，就养着现在的鸭子，慢慢的卖完了就不养了，就安享晚年了。郭晴见李奶奶答应了，也就放心的赶着马车往紫阳县的方向驶去。哎呀，秦丫头，你可算是来了，你还是先去良心铺子看看吧。怎么了？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刚才我还让人去郭家村找你，看来是错过了。然后郭晴又马不停蹄的去了良心铺子，结果可把郭晴给惊着了，围了不少的人，里面还有小玉姐的哭声。拨开人群，就看到了一地的粮食，然后为首的还有个拿棍子在那耀武扬威的，舅舅还被打伤了。郭晴一过去，先看看舅舅的伤势，还好不是很严重，血已经自己止住了，就是脚应该是受伤不轻。舅妈，去给舅舅请大夫先。可是这……没事儿，有我在，去吧。干嘛去？我……怎么打伤我的人你不请大夫，还不让我们自己请吗？请大夫？笑话！本公子高兴就让你请，不高兴就不让。给我回去，等你们老板来了再说。我就是老板，你毁了我店里粮食，咱们一会儿慢慢算。舅妈，你先去请大夫，舅舅的伤不能拖。找本公子算账？今天本公子是来找你算账的。公子，不知可否告知是哪家的公子，也让小女子想想看是怎么得罪的公子您。郭晴故意吸引对方的注意，眼神示意舅妈去请大夫。舅妈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往人群外走去。但是舅妈不是直接去请大夫了，而是直接去找陆公子去了。他是知县，肯定可以把那些流氓抓走的。陆公子一得知良心铺子被人破坏，立马叫上几个属下就往良心铺子赶去。舅妈这才放心的赶紧去请大夫。哼，听好了，本公子是平阳县顾财主顾老爷子家的大公子。哦，原来是顾老爷家的大公子啊！那小女子可不认识这位鼎鼎大名的顾财主，就更不知怎么得罪的了。那本公子就提醒提醒你，因为你们的粮食不涨价。哦，我家的粮食价格我说了算，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县的来指手画脚了？因为你们碍着我们做生意了。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你在你的平阳县，我在我的紫阳县，你们这群黑心肝的坑害老百姓的钱财坐地起价，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你们的粮食卖不出去，这叫报应。今天你找这么多人来我店里闹，浪费的我这么多粮食，还打伤我的舅舅，那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了，报官吧。报官？本公子好害怕。郭晴直接侧眼看了一眼这位顾公子，看来这人应该是有点后台了。何人在此私事？哟，陆大人，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陆大人直接没有搭理他，然后看了看满地的粮食，一片狼藉。这是何人干的？本公子的杰作，怎么陆大人有意见要管？本官不但要管，还要严惩。来人，给本官把这一干人等全部都抓起来。等等，看来陆大人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呀，人都抓到我顾某的头上来了。看来今日顾财主是要阻止本官抓着犯人了。本官看谁敢！知州大人。哼，你还知道本官是知州大人，那就不难知道怀儿是本官的外甥，本官的人你也敢抓？知州大人，真是抱歉，今日之事发生在我紫阳县，那这件事就是下官的责任，下官必须得管。来人，带走。本官看谁敢！陆大人的手下这下也纠结了，但是也有几个知道陆知县为人的，直接走过去准备将顾公子抓走。你们都是死人吗？就任由你们的公子被带走？这一声令下，瞬间两帮人就干了起来。反了天了，反了天了！来人，给我把那个女人拿下！我看哪个不怕死的敢动我的人。
谁敢阻拦，一起拿下。知州大人不知道锦云是何许人物，敢阻拦自然要一起抓了。一同前来的还有白浩，之所以拉上锦云来，自然是自己的身份不易暴露。别看锦云平时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身手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手下暗卫还是有不少的。而白浩自然要护自己的夫人，锦云的暗卫一出手，白浩一出手，对付这群小喽啰，轻轻松松，分分钟直接全部灭掉。反了天了，反了天了！这大庭广众之下，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杀人灭口！来人，来人！有人要谋害朝廷命官，谋害本官！然而他说的话只有空气回应他。来人，把这里的一干人等全部抓起来，等候审问。大胆，大胆！本官是知州大人，我看谁敢不要命的就动本官。哟，那今天我还就真不怕死的要动动你了。随后锦云一个眼神，暗卫将剩下的人全部都架了起来。老陆大人来的正是时候，这些人就先交由您来看管了。定不负三皇子所托。三皇子？难道？陆老大人安排自己的人手接受了三皇子所托，便回府衙去了。敢关押知州大人，有你们好看的，到时候别哭着喊着求放过。哼，都安静会儿吧，咱们这次是自身难保了。舅舅，您在说什么？你堂堂一知州大人，还能怕一个小小知县吗？还知县，还知州？你知道刚才身边出现暗卫的那人是谁不？管他是谁，我爹是平阳县的财主，敢动我爹，分分钟能让平阳县慌乱。我舅是紫阳县的知州，分分钟能要了他们的头。舅舅，你到底在怕什么？闭嘴，听你舅舅把话说完。刚才那人是三皇子，咱们都得罪不起，都安生些吧，可别再生什么事端了。要知道，咱们可还是有大事要干的人，如今妥协，保命要紧。爹，这可怎么办？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怀儿，别担心，不管怎么样，舅舅也是一城的知州，就算他是三皇子，咱们又没有犯什么大事，顶多就是把粮食钱赔了就是。但就是怕此人不会如此作罢呀。不怕，那些事儿啊，咱们做得如此隐蔽，应该没这么好查。顾财主被这么安慰，心里也没那么担心了，就等着家里夫人拿银子过来，赔了人家就可以回家了。小妹，你说我是不是要死了？瞎说，受点伤而已，怎么可能要死了呢？可是我感觉好难受，好疼，就快要死了一样。有我在，不会让你有事的。陆公子，谢谢你。今日之事，陆某应该谢谢小玉姑娘才是。如果不是你，今日陆某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了。所以无论如何，陆某都不会让小玉姑娘有事。陆公子，如果小玉今日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小女的爹娘，可否请求陆公子帮忙照顾一二？小玉姑娘，你放心，陆某说过不会让你有事，就一定会说到做到。那你就是不答应了？行，陆某答应小玉姑娘一定好生照顾二老。谢谢陆公子，另外还有一事相求。小玉姑娘请说。另外还有一人，小玉是最放心不下的，可否帮忙带个话？小玉姑娘直说便是，陆某一定帮忙带到。帮我告诉他，我喜欢他，这辈子非他不嫁，但是老天看不惯我高攀他，不是让我跟他在一起，所以小玉希望他以后能找个与他门当户对的姑娘，相亲相爱一辈子，让他忘了小玉。其实听到这番话的时候，陆公子是知道的，这话是对他说的。其实如今的陆公子对小玉姐也不是没有感情，只是他自己一直不愿意承认而已。不，这话我带不到，因为他说他非你不娶。只是造化弄人，小玉姐听到前半句，后半句她就已经疼晕了过去。玉儿，玉儿，没死，放心，只是晕过去了。记得你刚才说的话，可不许反悔。可有这么多证人在这为小玉姐作证的啊！陆公子一听小玉是晕过去了，也就放心了。这告白结束了，舅妈也终于把大夫请回来了。舅妈，先别光顾着哭了，让大夫赶紧替小玉姐跟舅舅看看情况，伤得怎么样？哦，原来是秦姑娘啊，有劳大夫了。大夫也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接看起了诊。
戴大夫看完了小玉姐跟舅舅的伤势之后，说道：“这姑娘还好没什么大碍，得亏没打到脑袋呀，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打在肩膀上，姑娘因为常年干农活，肩膀没有这么脆弱，不过伤到了经络，才会无法动弹，所以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需要好好休养，否则的话，这手就废了。”那我舅舅没事吧？姑娘，您的舅舅伤得比较严重些，他的脚有些轻微的骨折，最近估计都不能下地走动了，最好好好休养，不要留下什么后遗症。一会儿我替二位开些药。行，谢谢大人，辛苦您了。不客气，你们谁跟我一起去取药吧？我去吧。然后舅妈便跟着大夫又回药铺去抓药去了。你们两个健康的，帮我一起收拾地上的粮食。于是三人便开始收拾地上的粮食。正在郭晴处理这些粮食的时候，门外围满了紫阳县的老百姓。乡亲们，你们这是？姑娘，我们想问一下，你这粮食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卖给我们？只要大家不嫌弃就行，大家先稍等，我收拾一下，一会儿给大家打秤。那我们帮姑娘一起吧。于是大家便一起帮忙将地上的粮食都收拾了干净。姑娘，今天发生这样的事，良心铺子的粮食会不会……乡亲们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良心铺子的粮食都按正规的价格出售，绝不坐地起价赚昧良心的银钱。真的吗？是真的吗？姑娘说的可是真心话。今日我郭晴在这儿跟大家保证，刚才说的话句句属实，大家可以互相作证。若我粮食坐地起价，我把粮食免费送给大家吃，但我也有个前提条件的。姑娘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只要能保证大家有粮食吃就行。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定要遵守我定的规矩，一家每5日可购买10斤粮食，10斤粮食是完全足够大家吃5日的。这也是为了防止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恶意囤积粮食，然后转手卖黑心价。嘿，5日就5日，只要能有粮食下锅，不让家人饿肚子，我们一定遵守姑娘的规矩。对，遵守姑娘的规矩准没错。姑娘家的粮食从始至终都没有涨过价，可想而知，姑娘是个有良知的店家，所以我们也不能寒了姑娘的心啊。对，我们一定遵守规矩。随后也都高兴的各回各家了。趁着白浩几人都在，郭晴就让他们几人帮忙把舅舅抬到他们住的院子里，小玉姐就一直是陆公子公主抱过去了。本来舅妈不知实情，想说小玉受伤的是手不是脚，走路还是可以的。男人都一样的，关心则乱，不管你是哪里受伤，他都会认为你不能走路了，就是要一路抱着。男女这样一路抱着，太不像话了。人家小玉姐是为陆公子受伤的，帮忙照顾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舅妈可是错过一场好戏，回头你问问舅舅，抓紧点时间准备喜事吧，我可等着喝喜酒了哦。舅妈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后来心中一喜，这是小玉因祸得福了。娘，我都受伤了，你还笑得这么开心？傻孩子，娘高兴。玉儿，你先休息，我改日再来看你。陆公子走后，郭晴故意打趣道：玉儿，你好生休息，我改日再来看你，记得想我。小妹，你还取笑我？小玉姐，你是受伤疼傻了，还是原本就真这么傻？小妹，你好啦，不逗你了。小玉姐别生气，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关于你的，要不要听啊？关于我的？什么事儿啊？所以我刚才在问你是真傻还是疼傻的，你就没发现陆公子的变化吗？什么变化？知道谁抱你回来的不？小玉姐猜，难道是陆公子？然后脸一下就红了起来。那你还记得刚才陆公子称呼你什么不？小玉姐的心跳开始加速了。那再往回想想，还记得你晕过去之前跟陆公子在说什么不？陆公子回答你什么还记得不？小妹，你就告诉小玉姐吧。行，那你做好心理准备哈，一会儿可别哭，知道不？你说吧，这点伤害打不倒我的。不，这话我带不到，因为他说他非你不娶，小妹，郭晴知道这会儿的小玉姐需要一个肩膀，这大半年来的感情总算是得到了回应，所以她高兴需要哭一哭。最后小玉姐直接在郭晴的肩膀上哭睡了过去。舅妈，小玉姐睡了。舅妈点点头，算是回应知道了。亲丫头，让你舅舅住在铺子里就行，你小玉姐受伤的是手又不是脚，白天还可以继续帮忙稍微看一下店。你舅妈我以前干农活那么累都不怕，
这会儿不过就是照顾2个伤患，看个铺子，还是可以的。舅妈，就别争论了，刚才大夫的话说的还不够清楚吗？小玉姐的手、舅舅的脚都是需要好好休养的。小玉姐跟着你看店，等会儿她一不小心没想起来拿一下重东西，那她手就废了，那她下半辈子还怎么嫁人啊？可是铺子不能没人看呐。舅妈，铺子这几天我再安排人就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照顾舅舅跟小玉姐，等他们好了，我也才能把店放心的交给你们。行吧，你这孩子。行了，不早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吃了再回吧。不了，再不回去，月儿他们估计就着急了。你认识今天那大夫啊？那个今年年后那场大雪，山后那边的万家村出事了，你是知道的。我肯定是坐不住的，然后就受了点伤，就是今天那大夫帮忙看诊的。不过就是一点小伤，早就已经痊愈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回来不也这么久了吗？也看得出来我都没事啊。为什么瞒着我？没想着要瞒着你呀，受伤的时候你没在家，回来的时候我都康复了，早都忘记了这茬了。不可能还跟你说吧，我又没那么矫情。白浩听完后没有再说话，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在他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没在，感觉他这个相公很不称职。第二天，不出意外的，紫阳县府衙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开门，开门！给我把门撞开！是老夫人。然后还真就开始撞门了。哎，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应该是昨天那个财主家里的人吧？就是的，昨天的顾财主被抓了，还有他儿子，带头闹事的是顾财主家的儿子，把人家良心铺子的粮食打得满地都是。是啊，昨天我也在场，知州大人也在，还想动手打人家老板，没想到人家老板是有人撑腰的，不然怎么能在紫阳县能开粮食铺子呀？每天运过来的粮食那也是不少，没点关系是不可能的，只是没想到关系不小啊。那今天他们这么闹也没用啊，本身事情就是他们自己挑起来的。谁说不是呢？良心铺子的老板那是真良心，真希望他能赢得这场局面，这样啊，以后我们的日子才能好过些。很快，府衙里面就出来人，把门打开。撞门的一个不注意，就直接与来人撞了个满怀。顾老夫人可没空管这些，让儿媳妇搀扶着就直接进了府衙。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都死了吗？这位老夫人，请问这一大早来本官的府衙是有何事啊？我问你，是不是你把我儿跟我的宝贝孙子抓起来了？不知老夫人找的是谁？还能有谁？昨天你们抓了谁，我就找的谁。昨日我们只抓了几个在街上捣乱的混混啊，你找他们吗？哼，你胡说！昨日明明有人看见你们抓了我的相公跟儿子，还有我的弟弟。本官说的是大实话，不信的话，二位可以到府上问问，有没有见过你们家的3位家人。哎，你们昨日见到府衙抓了这老夫人家的儿子和孙子没？啊，回陆老大人的话，昨日咱们的人还真没抓到过这几人。你们自己人肯定帮自己的大人说话，我们不信，我们自己去大牢找。走，去接你们的老爷回家。来人，给我拦住！我看谁敢！本官看顾老夫人怕是老糊涂了吧？这可不是你儿媳妇娘家的大牢。哦，不对，那也不是属于夫人娘家的，那是我大中原国的大牢。岂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大牢可是关押犯人的重地，你这样把我大中原国的律法放在何处？我儿媳妇娘家的弟弟可是知州大人，敢抓我们？我看老陆大人是想早日归隐山林了。